他只是想坐到自己的座位上，不料竟被无数人口诛笔伐，甚至还要将他赶下车，而占座的女人却装作看不见。林北的头忽然一阵剧痛，原主的记忆涌进了自己的脑海里。我竟然穿越到了平行世界，还参加了一档春节真人秀节目。融合记忆后，林北彻底搞清楚了自己的状况。他穿越到了这个跟地球极度相似的平行世界蓝星，并且还心血来潮报名参加了一款叫做《陪你过大年》的真人秀节目。此时直播已经开始，直播间涌入无数观众，变得热闹起来。在直播画面中，林北拉着行李箱已经来到了车票对应的座位旁，却见座位被一个大着肚子的孕妇占着。大姐，我不认识字，麻烦帮我看下，我这个票是哪个座位？你这是站票，站哪都行。好，你这么玩是吧？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座位，麻烦你让一下。原来认识字啊？那你没看到我怀孕了吗？让我坐怎么了？你一个大男人站几个小时又没关系。林北顿时脸色一沉。其实如果孕妇态度好点，让他坐一会儿也没啥，可他张嘴就是道德绑架，还一副理直气壮的嘴脸，好像这座位原本就是他的一样，这让林北内心极度不爽。检测到宿主反道德绑架情绪强烈，经对系统自动绑定。宿主林北特点：除了英俊，其他没什么好说的。积分0，系统准则：放下个人素质，享受缺德人生，拒绝精神内耗，有事直接发疯。与其委屈自己，不如为难别人。生活1分钟，快乐60秒。穿越者的标配福利来了。本系统是以对人为主的系统，只要对人成功，使对方或者旁观者产生情绪波动，就能获得积分。情绪波动越强烈，积分越多，积分可用于兑换和抽奖。六啊，做人哪有不疯的？与其精神内耗自己，不如发疯外耗他人。这系统简直深得我心。而在周围人和直播间观众的眼中，林北仿佛是发呆一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海量弹幕飘过：你怀孕关别人屌丝啊？这不纯道德绑架吗？心疼兄弟1秒钟，好不容易抢到的春运高铁2等座，居然被孕妇占了。敢问阁下如何应对？哪来的脸啊？咱别人座位都这么理直气壮。态度好点，礼貌一点，或许会让座，但像这种舔着壁脸霸座，还一副理直气壮的姿态，绝对不能惯着。什么毛病？与此同时，众多圣母婊也现身直播间，抢占道德高地，在那边开始指指点点。给孕妇让座，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就是我们女人怀孕很辛苦的，你们这些男人根本不懂，也不指望你们懂，但最基本的主动让座不用人教吧？换了是我，肯定二话不说，主动就把位置让给孕妇了。他傻站着什么意思啊？不会是想着怎么把座位要回来吧？不会吧，不会有这么下头的男的吧？就在直播间观众争论不休的时候，让人意外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林北回过神来，居高临下看着孕妇，语气淡漠的开口：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座位，我不愿意让给你，起开。此言一出，不仅直播间观众傻眼了，孕妇更是愣在当场，难以置信的看着林北。她原以为凭借自己女性加怀孕的双重优势，这个男人肯定会老老实实把座位让出来，结果万万没想到，他竟然拒绝的这么果断。你这人怎么回事啊？看不见我怀着孕了吗？冤有头债有主，你怀的又不是我的种，凭啥我要给你让座？孕妇顿时气得脸都歪了。不是，你怎么说话呢？怎么这么没素质啊？我可是孕妇，我坐你的座位怎么了？你一个大男人这样对待孕妇，你的良心不会痛吗？不仅不会痛，反而还美滋滋呢。林北这一番怒怼，不但让直播间里无数圣母婊集体发怒，甚至还引来了不少权势。天啊，这男的太下头了吧！他居然对一个孕妇说这么过分的话，什么玩意儿啊！真是的，素质太差了，我真是服了。人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孕妇大着肚子，他居然忍心叫人家让座。人家外国人个个都是绅士，对女士也非常有礼貌。再看看郭楠，我真的越了。当然，这种脑残终究是少数，大部分观众的三观还是挺正的，对林北的行为纷纷称赞。话糙理不糙，说的没毛病，孩子又不是他的，凭啥他要让座？说得好，他都好意思道德绑架了，将有啥不好意思拒绝的？我可以自愿让给你，但你不能主动要，更加不能道德绑架，让是情分，不要是本分。就孕妇这态度，换了是我也不会给她让座。直播间弹幕密密麻麻飘过，同时系统积分也刷得飞起。恭喜宿主获得积分38，恭喜宿主获得积分19，恭喜宿主获得积分13，恭喜宿主。给我毙了！有积分进账你就给我好好统计，别老叮叮叮的打扰我。再抄信不信小爷解绑了你。恭喜宿主对系统成功，获得积分100。因宿主意愿强烈，系统关闭积分获取提醒，宿主需要时可自行查看积分明细。这下倒是清静多了，不然脑海里一直叮叮叮的，对人节奏很容易受到影响。孕妇恶狠狠瞪着林北，表情逐渐扭曲。你什么你？谁把你肚子搞大的？你找谁去？跟我有坤毛关系？你肚子里孩子出生以后是管我叫爸，还是给我养老啊？我什么我寻思豆腐都有脑，怎么你居然没有？这座位是我花钱买的，拼手速抢的。你多大的脸啊，动动嘴皮子就想让我让给你？这什么这？我这人素质不详，遇强则强。你要是跟我好好说话，我让你坐一会儿也没啥。但你上来就玩道德绑架那一套，我又不是你爹，凭什么惯着你？林北火力全开，直接给孕妇一通怒怼。此话一出，直播间顿时就炸了。救命！家人们谁懂啊？怎么会有这种恶臭男啊？嘿，张物鱼，争瞎头，真搞笑了。孕妇姐姐也不想站着，那不是没买到坐票吗？你就不能把你的位置让给她？
说1000到1万，还不是舍不得一个座位？这就是郭奶，小赌鸡肠，一辈子没出息。这些三观扭曲到贝加尔湖畔的弹幕，也是让直播间里的正常观众大呼逆天。你们说的什么坤妈话？让座是情分，不让是本分，凭什么道德绑架？孕妇要是好好说，给她让个座也没啥，可就她那理直气壮的样子，换了是我也不会让，惯的毛病。就是这个社会不是谁弱谁有理的，关爱弱势群体是我们高素质的体现，但弱势群体不能仗着自己弱势就道德绑架他人。本来有心帮忙，可如果你道德绑架，不好意思，滚。素质不强，遇强则强，老铁没毛病哦。就在直播间观众争吵激烈的时候，孕妇已经彻底被怼懵逼了。她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这该死的男人真是有病。但孕妇也知道自己说不过林北，狠狠剜了他一眼，便开始呼唤场外援助。大家都来评评理，给孕妇让座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我怀孕都6个多月了，总不能让我站一路吧？可这男的真的是一点素质都没有，让他让个座1万个不愿意。现在的人怎么都这么冷漠呀？说着还假惺惺的摆出一副可怜样，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这招确实挺管用，周围立马涌现出不少圣母婊，你一言我一语的说了起来。年轻人，我看你4支箭全身体健康的，站几小时也没啥，孕妇可跟你比不了。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连做人最基本的道德都没了，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啊。小伙子，那大妹子挺着个大肚子确实挺不容易的，车上这么多人，万一再给磕着碰的可咋办？你就把座位让给她坐吧。圣母婊们站在道德高地指点江山，不断绑架林北，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一个个俨然都是正义使者。听到这些话，直播间里不少圣母婊找到了共鸣，一个个都原地高潮。看吧看吧，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我要是那个叫林北的，我现在都得拿块豆腐撞死，实在没脸活了。天啊，这下头男也太冷漠太自私了吧！大家都劝他，他居然还无动于衷。如果一个人说你有问题，可能是他的问题，可这么多人都说你有问题，那你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人骨子里就自私，已经没救了。看到这些逆天发言，直播间里不少人都被气得血压狂飙。网络圣人太多了，站在道德高地对林北展开了口诛笔伐，好像他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一样。可林北明明只是想坐到自己花钱买的座位上，安全顺利的回家过年而已。他只是想安心回家过年，却成为了全民公敌。同行的人对他指指点点，网络上的拳师对他重拳出击。面对舆论裹挟和道德绑架，林北却是脸色如常。道德绑架吗？我根本没有道德好吗？本来打算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可换来的却是道德绑架。不装了，我没有道德，我摊牌了。林北很清楚舌战群表是非常不明智的，最好的做法就是逮着一个人往死里怼。想到这里，林北看向一个中年妇女，刚才就她嗓门最大，一个劲儿的嚷嚷着什么孕妇不容易，给孕妇让座天经地义之类的话。眉毛下面挂俩蛋，你是光会眨眼不会看啊？这他妈是高铁又不是地铁，什么时候坐高铁还有让座的义务啊？圣母婊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双眼放光，表情兴奋，似乎找到了自己发挥的舞台。话不能这么说，我虽然不认识这小姑娘，但作为过来人，我非常能理解孕妇有多不容易。你可真是长了颗斑马脑袋，你头头是道啊！既然你口口声声能理解孕妇的难处，那你给让个座呗。圣母婊顿时满脸错愕，显然没想到林北会来这么一下。我是年纪大了，身体不行，我要是像你这么年轻，肯定就让了。年纪大了没关系，我还有一个办法。这座位呢，是我花600块买的。既然你这么喜欢当正义使者，不如你出钱替孕妇把我这座位买下来呗。听到这话的圣母婊顿时一脸尴尬。我哪有钱啊？再说了，我凭什么替她出钱？你知道圣母和圣母婊的区别吗？圣母是孕妇大着肚子真不容易，我把位置让给她吧。而圣母婊则是那个孕妇没座位，你们赶紧给她让座。你觉得你是哪种？圣母婊脸色变了又变，也没说出个256来，扭头看向窗外，林北也就没搭理他，随意扫了一眼。其他圣母婊们一个个脸色不自然的看向别处。看到这一幕，直播间和现场不少人都反应过来。好，说得好。圣母婊要么不出马，一出马我寻思出马了呢。这些圣母婊真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林北怼得漂亮，简直就是我的互联网嘴替，学到了学到了。康他任志凯太坤巴魔性了，光想着让别人付出，自己屁事儿不敢充当好人，还能获得感谢落个好名声。林北看向孕妇，还等啥呢？让开啊！孕妇此刻心里已经极度不爽。你这人怎么这么冷漠呢？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你老婆一个人大着肚子坐车，却没人给她让座，你会是什么心情？如果我老婆怀孕了，我不会让她一个人坐车，更不可能给她买站票。不过大姐你也怪可怜的，你男人怎么不管你呢？林北也是个腹黑男孩，暗戳戳的就给孕妇肺管子上捅了一刀，孕妇都快气死了，恶狠狠的磨着牙，一副要吃人的样子。我不管，我是孕妇，你就得给我让座。这个位置我坐定了，你要是敢动我，万一我的肚子有个什么3长2短，我跟你没完。孕妇彻底破大防，摆出一副滚刀肉的姿态。不得不说，这招虽然很低级，但确实很有用。面对孕妇，林北还真不好动手。不过没关系，他可以寻求帮助。林北前后看了几眼，正好看到有个乘务员在车厢连接处，连忙招手把他喊过来说明情况之后，乘务员脸上带着职业化的笑容。你好，女士，请您回到自己的座位好吗？孕妇扯着嗓子急头白脸的就嚷嚷起来：你个破服务员也来欺负
我是不是？我可是孕妇，你让我站一路，万一孩子有个什么3长2短，你负得起责吗你？乘务员依旧脸上笑嘻嘻，心里已经在 MMP， 但为了工作只能忍着恶心耐着性子。女士，这个座位空着的时候您可以坐，现在人家买了票的旅客上车了，您就得让开。我怀孕了，我难受，我必须得坐着。女士，如果您有需要，我可以带您去餐车，那边有座椅可以休息。我不去，餐车味道太大了，我闻了犯恶心。根据规定，对于旅客霸占座位严重扰乱车厢秩序的行为，可能会列入铁路征信体系黑名单。什么黑名单？你个高铁服务员，你吓唬谁呢？他妈的，本来跟亲戚一起上班就烦，还碰到这种傻逼，烦死了！别怪我没提醒你，被列入黑名单之后，你将无法乘坐所有火车级别，而且你现在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严重的话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需不需要我现在喊乘警过来？我孕妇目光不停闪烁，她当然不甘心就这么把座位让出去，可又不敢承担霸座的后果。算了，餐车就餐车吧，总比站着强。孕妇拉着张臭脸站起来，狠狠剜了林北一眼，在乘务员带领下不情不愿的离开了。而林北也是终于如愿以偿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你怕什么呀你咋就不敢跟乘务员干一架呢？我还想在今晚的头版头条上看到某孕妇因霸座被刑拘的新闻呢。哥们儿机智，那大肚婆还觉得自己撒泼打滚就无敌了，却忘了高铁上是有乘务员的。撒泼孕妇魔性程度100%，什么表魔性程度10000%。乘务员小姐姐对的漂亮，就该这样，省得某些人仗着弱势群体就耍无赖。希望所有乘务员学习。干兄弟对眼真是太爽了，比做个6888的套餐都爽了，我整个人都通透了。与此同时，东海某电视台陪你过大年栏目组总部，小英，现在哪个直播间互动最高？顾导演，现在互动最多的是7号直播间。大屏放一下。好的，顾导。孕妇占座，道德绑架，这个事情很有话题性和争议性啊！外部的观众互动量激增，通知导播把7号直播间设置为最高优先级，并且在直播列表内置顶显示。这一切林北并不知情，他随手打开手机，津津有味地看起了未闻动画的视频。接下来的旅途风平浪静，经过近10个小时，高铁终于到站盂县。林北出站便看到一对中年夫妻和一个长相甜美的小姑娘在那边等着了，正是林北的家人，父亲林建明，母亲杨素娥，妹妹林然。直播间画面最后定格在林北一家人说说笑笑走进楼道，主持人甜美的声音在直播间响起：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7号素人林北经过1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终于在腊月28的晚上跟家人团聚。出于隐私保护以及照顾家人情绪的原因，节目组今晚不会进入林北家中跟拍。不过大家别担心，明天下午我们的摄像师傅会以朋友的名义入住林北家中，全程报道林北一家的春节生活。大家现在可以先看其他房间的直播哦，我们明天见。接着直播界面直接切换成了其他素人的镜头，没有了林北的直播间热度大大降低，在线人数也在疯狂锐减。不过这一切林北并未关注，吃了一顿温馨的晚饭，跟父母妹妹聊了会儿天之后，他就回到自己的房间，迫不及待调出系统面板。林北眼睛一亮，如此多的积分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一波肥啊！淡定淡定，不能给穿越者丢分。首先打开兑换商城，调出抽奖页面，一个简陋的转盘浮现在眼前，转盘被5种颜色划分为5个区域，而看到抽奖一次居然要1万积分，林北的脸顿时黑了，这他妈的也太贵了吧！疯狂的吐槽一番，林北还是无奈接受了现实。都说单抽出奇迹，先解释一下。林北轻轻点击开始抽奖，积分减1万。恭喜宿主抽奖成功，获得蓝色稀有奖品初级强身胶囊。初级强身胶囊使用后小幅增强体质，从此不再被人叫做细狗。好东西啊！林北双眼都放光了，立即将蓝色小药丸提取出来，直接丢进嘴里，一股轻微的电流涌遍5脏6腑4肢百骸，有种酥酥麻麻的感觉，身体各处关节传来宛如爆豆一般的清脆响声，伴随着身体一阵轻微的抖动，完事儿。林北脱掉衣服，顿时一整个震惊，卧槽，这腹肌爱了爱了！林北一边感慨，一边拉开苦茬子，低头看了眼，林北脸上笑容更深，我二弟天下无敌。我回家第2天，心机小姨便到我家炫耀，并且对我冷嘲热讽。殊不知我觉醒了金怼怼系统，怼人便可以获得奖励。于是我将小姨怼得体无完肤。下午2点陪你过大年节目7号直播间开播，一时间无数观众蜂拥而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摄像师傅已经进入7号嘉宾林北家中进行全程跟踪拍摄，让我们跟随摄像头一起感受一下这座北方小城里一个普通家庭的春节吧。林北此时正因为一个消息而皱起了眉头。妈，你刚才说林建平要来拜早年，你这孩子怎么能直呼全名呢？叫小姑。妈，你说他这好端端的拜啥早年呢？还能为啥？来显摆的呗。算了，这个你就不用管了。就在此时，门铃声响，林北立刻跑出房间去开门，正是小姑林建平和他女儿王舒淇。
是小北吧？1年没见，瘦了哈。林北轻哼一声，让开门口。见他这态度，林建平脸上闪过一丝不悦之色，然后便径直走了进去。嫂子，好久不见，你风采依旧啊！我二哥出去了是吧？我们家老王，你也知道他现在工程搞得越来越大了，每天都有好多人登门送礼或者请客啥的，哎呦，简直忙得不可开交。还是你和我二哥好啊，开这个小饭店，虽然每天起早贪黑累得跟狗一样，赚的也不多，但胜在自由，还不用应酬。果然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一开口就是老阴阳师了。哥，好讨厌呀！林然拉了拉哥哥的衣角，别着急，看你个表演。按照惯例，这女人想来之后，多半会把话题引到自己或者妹妹身上。林建平很清楚，打击子女才是对林母最沉重的打击，但他不知道的是，林北早已今非昔比。果然，林建平说了没2句，便目光一转，看向林北。小北，你这次准备在家住几天啊？就住几天。你一个人回来的，对象呢？我要带对象回来，那就是2个人回来；我一个人回来，那肯定就是没带对象。林建平脸上闪过一抹疑惑，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劲。不过此时他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你现在在哪工作？待遇好不？那待遇好的地方肯定好啊，待遇不好的地方肯定也不好。林建平摆出一副长辈的姿态。小北啊，你可是男的，这么混日子不行。我看其他像你这么大的都已经买房了，你怎么还不买房呢？别人买房是别人已经买房了，我不买是我还没买房嘛。林北摊了摊手，林建平有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的感觉，好像一口浓痰卡在喉咙，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果断换了个话题。你也老大不小了，准备什么时候谈恋爱啊？可不就是没对象吗？那有对象的时候自然就谈恋爱了。要不我让琪琪介绍几个年轻小姑娘给你认识认识。这就不用了，琪琪认识的我又不认识，那我要认识了，不就不用琪琪介绍了吗？那你平时都忙啥呢？就忙这忙那的。你这孩子，我怎么感觉你不想跟我说话？我都说话了，肯定是想说话，我不想说话，我就不说话了。林建平脸色越来越难看，想发作偏偏又找不到借口。旁边的林然肩膀微微抖动，嘴角比 AK 都难压。不愧是我哥，真有一手。林母借口去倒水，躲在厨房里捂着嘴笑得弯下了腰。这臭小子也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这一套，但不得不说真的很解气。而此时直播间里原本还一头雾水的观众们渐渐回过味来了，弹幕也多了起来。主播到底在说什么？好像说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说。头好痒，感觉要长脑子了。虽然听不懂，但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全体立正，好好看，好好学，学到手里都是活。无效回答，但很管用。学到了，学到了。今年过年必须能派上用场。林建平都快气死了，他这次专程登门就是想来显摆自家的富裕生活，顺带着踩林北兄妹俩几脚，狠狠的给杨素娥上点眼药。结果这么多拳头好像都打在了棉花上，这种有力使不出的感觉，都快让他憋屈死了。但蓄谋已久的显摆之旅总不能断在这儿，于是林建平很机智的换了个对象。冉冉，你上的是什么大学来着？我看别人都是985、211什么的重点大学。林然正在那边傻愣的，突然被搓，一脸呆萌的眨巴着眼睛。然上的也是大学，985、211那些重点大学也是大学。林建平瞥了林北一眼，继续向着林然问道：“拿到奖学金了吗？”肯定有拿奖学金的学生，拿奖学金的学生都拿到奖学金了。气死了，真的要气死了，这个小傻逼。而林然则是满脸崇拜的看着哥哥。林建平脸色变了又变。那你毕业了准备做什么？毕业后的事情毕业后会去做，现在做的那都是学生该做的。林建平冷哼一声，抱着胳膊，脸色极其难看。现在的年轻人可真不好惹。不好惹的人自然不好惹，那好惹的人也不会轻易发脾气。这下林建平彻底绷不住了，气得浑身颤抖。见状，林母强忍着笑，扬怒的瞪了林北一眼。小北怎么跟小姑说话呢？我这不是许久没见小姑了，想跟她多说说话吗？林建平顿时好像生吃了几十只在农村旱厕里阴暗爬行的蛆一样，脸色变得难看无比，彻底待不下去了。既然没人欢迎，那我们也就不赖在这里惹人嫌了。不过嫂子，今晚我们家老王在福聚德酒楼订了饭，想着过年前把大家都聚在一起，好好聚一次，你们一家可一定要来啊！说完，领着女儿悻悻离去。母女俩刚走，林然拍打着沙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林母虽然不像她那么夸张，但也很解气的样子，但解气之余却又有点淡淡的忧愁。建平心眼小，今天在我们家吃了瘪，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小姑那个人太坏了，妈，要不晚上我们就别去了，这顿饭肯定吃不开心的。说是这么说，但你伯伯和其他姑姑们都去，咱们一家不去也不合适，毕竟都是亲戚。去有什么好怕的？有我呢，今晚谁让咱们一家不好过，我就让谁不痛快。对啊，有哥在，没意外。林然俨然已经成为林北的脑残粉，瞬间无所畏惧了。林北不愧是我的互联网嘴替，简直绝了。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玩手机。废话文学，你有啊？我叶良辰愿拜入北都能下，从今日起，我便是废话门开山大弟子。报告门主，弟子已在习得精髓，即将下山实战，请门主与诸位同门等我的好消息。没过多久，林父外出归来，林然缠着他叽叽喳喳把林北废话文学对付嘴贱亲戚的事情绘声绘色的说了一遍。听了之后，林父没多说什么，只是拍了拍林北的肩膀，颇为感慨的说了句：“我儿子真的长大了。”此时因为林父的一句话，弹幕再次多了起来。有一个不扫兴的父母真的太幸福了。
是啊，真羡慕林北有这么好的爸妈。我爸妈就不一样了，他们的性格说的好听点是老实巴交，说的难听点那就是懦弱，经常被人欺负。尤其是我一个姑姑，总是阴阳怪气说我妈不守妇道什么。有一次我看不过去顶撞了她，结果我爸妈反过来教训我，说什么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还让我给那贱人道歉。我真是……有句话说得好，要是你什么都原谅，那你经历的都是活该。真的搞不懂为什么老一辈总喜欢通过打压自己的孩子来维护那些虚伪又可笑的亲戚关系。没开玩笑，我们家的亲戚关系会在我这一辈子彻底断掉。时间一晃而过，很快林北一家人来到了福聚德酒楼，因为这是家族聚会，林北便将微型摄像头装在自己身上。他们算到的晚了，其他几家都已经到了。建民、素娥，你们来了，快过来这边坐。说话的正是林建平的丈夫王德发。哥，局势不太妙啊，看你的了。安心。林北微微一笑，他当然看出来了。中间那桌除了王德发一家外，还有大伯林建军一家，这两家好的跟穿一条裤子似的。王德发和林建军年轻时候就一起共过事，关系非常不错。再一点，林建军和林北的父亲林建明曾经因为退耕还林的事儿闹过矛盾。大家都到了，怎么就你们一家磨磨蹭蹭，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像什么样子？林建军摆明了就是要给林北一家来个下马威，可是林北却不惯着他。大伯，你这么着急，是吃完赶着要去投胎吗？此言一出，全场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而直播间里目睹了这一切的网友们，却是一个个都兴奋起来。家庭聚会，亲戚对我家百般刁难，殊不知我觉醒了金怼怼系统，怼人便可以获得奖励。接上集，大伯出言呵斥了我们一家后，我毫不客气的怼回去。建明，你可真是培养了一个好儿子啊！林父脸色有些尴尬，他对家庭宗亲看得比较重，实在不想跟亲大哥彻底撕破脸。林母知道自家男人的性格，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别人这么说自己的儿子。我儿确实是个好儿子，谢谢大哥的认可。我们一家人难得欢聚一堂，你们非要破坏气氛吗？破坏气氛？这气氛是我们破坏的吗？你这话几个意思？本来大家开开心心一起吃个饭，结果我们刚走进来还没坐呢，大伯你就急着训斥，别人都没说啥，就你意见大，很难让人不觉得你这是在故意针对我们一家。小北，怎么跟你大伯说话呢？爷爷奶奶先去之后，我们这个大家族里，你大伯就是家长，他做的一切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族。我是不是光顾着收拾他，忘收拾你了？林建平顿时脸色一滞，这死孩子，一张嘴能气死个人。林北没有过多搭理他，便看向对面的大姑。大姑，今天这聚会约定的时间是几点来着？7点半。哦，原来是7点半啊！那小姑，你为什么跟我妈说的时间是8点呢？我明白了，你就是故意告诉我们错的时间，让我们迟到，然后借题发挥。牛啊牛啊，心眼子都用到这地方了。林北冲着林建平竖起大拇指，这下林建平彻底尴尬了。林建军果断扯开话题打圆场。行了行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一个小误会不要放在心上。建平肯定不是故意的，建明素娥快坐吧。林北不想让父母为难，便暂时停火。此时直播间不少观众都已经品出味道了。好家伙，这妥妥的鸿门宴啊！一点不夸张，每个人有108个心眼子。咱就是说，这顿饭真的就非吃不可吗？不是你们在这儿操心啥嘞？咱北哥啥人不知道啊？我赌1包辣条，今晚北哥绝对要杀疯了。冉冉，你明年夏天就要毕业了吧？听说你那个新闻学专业不好找工作，人家张海峰都说了，狗屁不是！你这4年大学怕是要白读了，浪费你爸妈辛辛苦苦赚的血汗钱。林然的小肩膀顿时一塌。大娘，我林斌哥没回来过年吗？他学的可是大热门的计算机专业，这都毕业好几年了，工资一定很高吧？在帝都买房了吗？多少平啊？全款还是按揭？也一定买车了吧？啥车啊？奔驰、宝马还是奥迪？林斌是大伯家儿子，比林北大2岁。林斌的高考成绩并不理想，只上了个专科院校，毕业就失业了，在家啃老啃了大半年，终于不情不愿的跑去帝都找工作，每个月不说往家里寄钱了，还经常伸手要钱，没少让他爹娘操心。林北这话简直戳到了带伯母的肺管子上。呵呵，儿孙自有儿孙福，彬彬的事情我们很少过问。这个林斌就是训了。大伯母脸色更加难看，一句话也没说出来。这时林建平接了他的棒。小北，你毕业也有2年了，怎么还没找女朋友？是不是没有女孩子喜欢你啊？这事吧，说起来跟你有点关系。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啊，跟你有什么关系？林建平都快气死了，可偏偏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这时王舒淇看不过去了。林北，你在狗叫什么？怎么跟我妈说话呢？再怎么说我妈都是你长辈。不好意思，第一次看到这么大坨狗屎，太兴奋了。你这么居然骂我吗？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你妈，我是说你和你妈都是狗屎。你他妈！小北，不许这么没礼貌。好的妈。林北立刻乖乖坐好。生气了？不至于吧，开个玩笑而已。好好好，我道歉，对不起，行了吧？我不就寻思大过年的开个玩笑，活跃下气氛吗？谁知道你们这么小气。只要我先抢占道德高地，就不会被绑架。这人怎么这么没素质啊？跟长辈还满嘴脏话，太下头了。小姑他们也是关心你啊，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大过年的，又都是亲戚，本来开开心心聚会，他非要跳出来破坏这和谐的气氛，真想不明白这种人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他妈的，那几个老逼灯一上来就逼逼赖赖，阴阳怪气，分明是故意针对林北一家。咋地？只许贱人嘴臭，不许好人还嘴。就该这样，这种贱人亲戚跟他们客气啥，直接开干。
这一幕让老夫不由得回想起当年星爷在青楼舌战群宝的画面，真是酣畅淋漓的一战啊！别个就是牛啊，不光总火力输出，还顺带浇了对面的血，又学到一招。谁也没想到林北上来就是个掀桌子的大动作。王德发深深看了林北一眼，眼睛里满是寒芒。不过常年在社会上应酬，他早就养成了喜怒不显于色的本事。好了，大家不要再吵了，一家人在一起最重要是开心，难得今日欢聚一堂，我们一起喝一个。说完，王德发站起来，端着手边的烈性白酒就往林父酒杯里倒。我吃了头孢不能喝酒，你们喝，我以茶代酒。这你就不懂了吧？头孢就酒，天下我有。再说了，这么重要的日子怎么能不喝酒呢？你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建明，你也真是的，平时总说肝不好，什么场合都是滴酒不沾，但今天这么开心的日子，总不能因为你一个人扫了大家的兴吧？就是，喝一杯没关系的，又喝不死人。看到他们这丑恶的嘴脸，林北疼的一下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板药。原来头孢是可以跟酒一起吃的，那正好我这里还有一板头孢，足够每人一颗的。说着，林北离开座位，绕着桌子转了一圈，给每人的杯子里放了一颗。大家都别客气，举杯一起走一个。众人脸色顿时变得一个比一个精彩。林北，你疯了吧？你往我们酒里泡头孢，想害死我们啊？合着你还知道头孢跟酒不能一起吃啊？那你刚才怎么一个劲儿劝我爸喝酒了？还有你们，好家伙，头孢就酒，说走就走，这特么哪来的极品亲戚？该说不说，国门这波干得漂亮，最捆巴饭的就是酒桌文化了。又是跟着林北学对人第一天。见过奇葩亲戚，没见过这么奇葩的亲戚，什么仇什么怨啊？居然让人头孢配酒，真他妈无语！算了吧，这顿饭我可无福消受，身体不舒服，先回去了。林父冷着脸站起身便往外走。二哥，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开个玩笑你还当真了？开玩笑要双方觉得好笑才是玩笑。建明，都是一家人，不要计较这么多。这大过年的，你非要扫大家的兴吗？是啊，我们本是一家人，可你拿我当家人了吗？林建平和林建军从来没拿我们当家人，不用为了他们劳心伤神。我只是恨自己醒悟的太迟，让你和孩子们受了不少委屈，以后不会了，再也不会了。老爸，你刚才真帅，帅呆了。走，回家咱们涮火锅。哥，你怎么出门还随身带头孢的？什么头孢？那就是我平时吃的维生素，吓他们的。林北，怎么会有你这么贱的人？屁的本事没有就会耍嘴皮子，还满嘴喷粪，我真是笑了。刚坐在车里，林北就收到王舒淇发来的消息，这还有上赶着给自己找不痛快的。来，磕俩响头，让我看看你有多像。少在那里逼逼赖赖，你要是个男的就滚回来，我跟你单挑。呵，不愧是曾经的小太妹，这确实像她能说出来的话。请问你是大饭码还要我挑？你他妈有病吧？是啊，我有巨物恐惧症，我特别害怕大傻逼。接着聊天界面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但半天没发过来东西。这次去福聚德酒楼，林北一家基本上都没怎么动筷子，于是一家4口回家自己涮起了小火锅。吃过饭之后，林北盘腿坐在床上，念头一动调出系统面板，20万积分。林北喜出望外的同时又有点蠢蠢欲动，10连抽，必须10连抽。林北直接调出抽奖转盘，点击10连抽，积分减10万。如影随形航拍器，心之所动，想拍就拍，从此成为头上长摄像头的男人。提取如影随形航拍器，一个拳头大小的银灰色金属球体出现在面前，非常具有科技感。林北的眼前出现一个光幕，显示的画面正是航拍器拍摄镜头，而且有关航拍器的更多功能介绍以及操作方法也自动烙印在林北脑海中。航拍器完全是隐形的，只有林北能看到。此外，如果林北发生什么特殊事件，航拍器会自动捕捉关键画面进行拍摄，而且操作更是简单的批报，一个念头便可控制。简直就是偷拍神器啊！不过很快林北便冷静下来，淡定，堂堂穿越者哪能这么猥琐？控制航拍器隐形，林北又看向剩下的10万出头积分，算了，抽了狗日的！又是一波10连抽，9个粗糙破烂货，多看一眼都欠揍。好在还有一个发光的。恭喜宿主抽奖成功，获得紫色史诗奖品高级黑客技能。下一刻，林北突然感觉大脑胀胀的，无数黑客知识涌进了林北的脑海里。这一刻，他已然成为一名屌炸天的高级黑客。家庭聚会上，亲戚对我家冷嘲热讽，殊不知我参加了一档春节真人秀节目，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怼了回去。而这一幕被全国观众尽收眼底，让小姑一家丢尽了脸面。第二天，小姑的女儿来到我家门口，我忙着呢，找我干嘛？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昨天晚上你居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骂我爸吗？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昨天你就见到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你长辈，你怎么能骂人呢？你就不怕遭报应吗？笑话，我可是坚定的无神论者，还报应，逗不逗啊？你有事没？没事哪来的？回哪儿去？林北不耐烦的摆手准备回去，结果王舒淇突然就爆发了。林北，你这狗渣男，当初叫人家小甜甜，现在玩腻了，你就把我一脚踹开。我从没见过你这么恶心的男的。你发什么神经啊？吃错药了？林北的眼神宛如看待智障。林北，你个王八蛋！小时候你骗我进小树林，你对我做那种事，事后你还花言巧语骗我，不让我告诉我爸吗？还说什么以后会一辈子对我好？你以为我年纪小真的什么都不懂吗？你那是在猥亵我，而且还不止一次。我现在已经有心理阴影了，你这混蛋一定会遭报应的。
傻逼！说完，林北转身离开了。林北离开后，王舒淇依旧冲着楼门骂骂咧咧了小半分钟，这才裹着衣服转身离开。但他并没有走远，而是一路小跑钻进了一辆小轿车。怎么样？开到了吗？车里一个身材瘦小、脸上有不少雀斑的女生坐在副驾，把手机递过来说道：“拍到了，非常清楚。”后排还坐着个专注于横向发展的胖妞，名叫朱菲菲，都是王舒淇的好闺蜜，被她找来帮忙的。王舒淇接过手机查看视频，视频中王舒淇和林北在楼门口发生激烈争执，虽然听不到声音，但能明显看到王舒淇非常激动，仿佛受尽了委屈，而林北则是神情冷漠的样子。如此鲜明的对比，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有的没的。很好。王舒淇随后拿出自己的手机，刚才和林北在楼门口的对话清晰地播放了出来。菲菲，接下来就交给你了。王舒淇说着，把手机递给后排的朱菲菲，给我1首歌的时间。朱菲菲笑着接过2部手机，就开始剪辑视频和音频。旁边的李茉莉有些担忧：琪琪，我们这么做真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吗？你那个表哥最近在网上还挺火呢。能有什么问题？有视频，有录音，再加上我可是女孩子，他这波必死。我说的。你说的有道理。很快朱菲菲就完工了，视频掐头去尾，音频颠倒顺序，然后味道完全变了。林北，你这狗渣男，当初叫人家小甜甜，现在玩腻了，你就把我一脚踹开。我从没见过你这么恶心的男的。昨天你就见到了。林北，你个王八蛋！小时候你骗我进小树林，你那是在猥亵我，你这混蛋，你一定会遭报应的。笑话，我可是坚定的无神论者，还报应，逗不逗啊？你有事没？没事哪来的？回哪儿去？太棒了，亲爱的，你好厉害！过2天我给你介绍2个1.8米黑皮体育生，8块腹肌的那种。人家现在还没有做好谈恋爱的准备了。很快，王舒淇将处理过的视频配了一篇小作文发到了网上，她的2位好闺蜜也是转发评论，并且转发到了一个名为小仙女的群聊。本身这种事情在微博就很容易引起关注，再加上3个人不遗余力的扩散转发，这个小作文迅速变火了起来。很快有人认出了视频里的男人就是最近突然爆火的互联网嘴替林北，于是话题热度再上一层楼，迅速就冲上了热搜榜，无数人对这个禽兽表哥展开攻击。与此同时，陪你过大年节目组总部，此刻节目组主要负责人正在开会讨论如何处理林北的事情。各位，现在林北在网上已经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且还是这种恶劣到极致的事情，我们不得不慎重啊！稍有不慎，可能我们的节目都会受到波及。可现在处理林北是不是太着急了点？现在我们的节目才刚刚起步，目前收视率表现很不错，这其中林北的作用很大。如果我们现在封杀他，节目收视率怕是会断崖式下跌。而且网上只有一个连嘴型都没有完全对上的视频，我对这个事情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那你有什么高见？我觉得此时应该跟林北联系一下，询问清楚。如果这个事情是诽谤，那我们完全可以借机炒作，让节目组热度再爆一下。今天已经大年30了，这或许是我们最好的机会。青年的话让在场不少人缓缓点头。现在陪你过大年节目因为7号嘉宾深陷恋童风波，铺天盖地的差评和抵制，如果不及时跟林北解约并封杀他，节目多半会被骂到关停。可反过来说，如果节目能力挺林北，最后事件反转，那带来的热度也是极为夸张的。现在节目组高层正是为这件事而头疼。这时总导演顾杰盯着青年，什么叫诽谤？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那个女孩子能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已经鼓起莫大的勇气了，你居然还质疑她？试问天底下有哪个女孩子会拿自己的清白来开玩笑？顾杰瞪着俩眼睛，情绪异常激动，给众人都说懵逼了。顾导，我……青年更是傻眼，不明白他这是突然发什么神经。顾杰狠狠剜了他一眼。原本以为这个林北会给我们节目带来热度，没想到居然是个死变态，立刻跟他解约，删除所有相关视频，让网友看到节目组的态度，尝试联系受害者小姑娘，如果可以的话，对她做一次专访。顾杰抱着胳膊，脸上满是冷笑。我们节目组要火，可不是一定非要靠那个变态。顾导，这是不是有点草率？林北可是节目收视率的保障啊！有不同意见你就保留，现在按我说的做。青年无奈了，其他人也只好照办。很快陪你过大年官媒便在各大平台发布声明，7号直播间也是直接关停，一时间全网哗然。节目组的态度似乎让这份实锤更加具有分量了。琪琪，你快看，那个陪你过大年节目发声明跟林北解约了，还说永不合作什么的。太好了，让他嘚瑟！操，现在知道得罪姐们的后果了吧？就在这时，一个电话打到王舒淇的手机上。嘘，是林北那傻逼。说着，王舒淇接通电话。喂，你这死变态找我干什么？王舒淇，网上那些是不是你发的？你冤枉老子干什么？王舒淇刚一张嘴，突然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连忙改道：冤枉？咱就是说你这死变态哪来的脸跟我说冤枉？你敢做就别怕我曝光啊！我就是要让你社死，让大家都看到你那恶心的真面目。说完直接挂断电话。还想套我的话，幸亏本仙女机智。听到手机里传来的忙音，林北气得浑身颤抖。本来两家的恩怨冲突说白了只是小打小闹而已，大不了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可他现在分明是想彻底毁掉林北，为此居然不惜以身作饵，弄出来那么个断章取义、颠倒黑白的裁缝视频。林北当然不会吃这个羊。户主身边发生特殊事件，任务系统激活，请选择任务路线。选择1，都是亲戚，大过年的没必要弄得太难看，而且小仙女可得罪不起，算了吧。
选择2，既然背负变态骂名，那就不能白白挨骂，找1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偷摸进他家，狠狠的棍棒教育，以暴制暴。选择3，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宿主也不能蒙受这不白之冤，不但要挽回名誉，更要让诽谤者受到制裁。温馨提示：做出不同选择将引发不同后果，请宿主谨慎选择。居然刷出系统任务来了，林北微微诧异，摸着下巴思索起来。选择1最和谐，毕竟都是亲戚，小时候还一起撒尿和泥巴玩呢。选择2也不错啊。想想就刺激。不过林北你个王八蛋，小时候你骗我进小树林，你对我做那种事。小姑女儿栽赃我玷污了她，殊不知我获得了顶级黑客技能，于是我搜集了她的黑历史，并且登录了她好闺蜜的账号，毫不犹豫地发布到了各大平台。就让你也尝尝网暴的滋味儿。王舒淇和2个好闺蜜正在家里乐呵，突然有客上门。你好，王小姐，我叫周圆圆，是主持人。这位是摄像正义，我们本来是负责7号嘉宾林北的直播报道，但现在我们导演知道了林北的丑恶嘴脸后，便第一时间与他解约。此外，还特意嘱咐我们来登门致歉。另外，我们还想对王小姐进行专题采访，让更多人看到并认清林北的真实面目。不知道王小姐意下如何？闻言，王舒淇只觉幸福来得太突然，这可是当下国内最火的综艺节目之一，热度仅次于春晚。王舒淇不由得陷入遐想之中，凭自己的容貌只需要一个套，绝对能大火特火。王小姐，王舒淇回过神来，连忙点头，可以，当然可以。双方一拍即合，很快便开始。为求真实，这场采访是以直播的形式进行。为你过大年节目组特意开辟了13号直播间，并给了最大的流量支持。直播间标题也是非常简单粗暴，叫做少女的童年噩梦。直播开启之后，无数观众蜂拥而来，无数暖心弹幕在直播间飘过，很多网友还是非常有爱的。看到小时候遭受猥亵的受害人，都在安慰他，可还是少不了全世界借机打拳，说什么男人都是潜在罪犯之类的坤巴话，真的是看一眼都会爆炸的程度了。看到直播间热度这么高，主持人钟圆圆脸上笑容灿烂不已，举着话筒就开始了对王舒淇的采访。舒淇妹妹，虽然让你回想起那段不堪过往很残忍，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勇敢站出来曝光它。我和直播间所有观众都会支持你、鼓励你的。王舒淇啜泣了2声，接着开始讲述。我记得那是在2002年的夏天，表哥骗我出去玩，还说要给我看个大宝贝，我害怕极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随着王舒淇的讲述，直播间观众越来越气愤，脑海中都浮现出猥琐变态猥亵小女孩的画面。这时有个弹幕飘过，这条弹幕表达了自己的合理质疑，结果这条弹幕立刻就遭到无数网友的围攻。那老哥顿时被骂得没脾气，节奏太大了，但凡有点不同的声音，立刻就会遭到围攻。本来受到质疑的王舒淇还有点小紧张，毕竟他说的事情本就是无中生有，是根据以前看过的电影再加上自己的想象缝合出来的这么个猥亵的戏码。仔细琢磨确实有漏洞，但看到无数网友在维护自己，王舒淇悬着的心顿时就落了回去。可就在这时，一条弹幕突然让他的心猛地收紧。怎么了这是？怎么突然就这样了？李茉莉和朱菲菲一直在另一个房间看直播，结果突然就有很多弹幕说王舒淇霸凌，紧接着直播间就关闭了，两人连忙跑出来询问情况。王舒淇猛地扭头，恶狠狠瞪着朱菲菲：“草泥马，你个死猪！你居然害老娘！”刚才王舒淇看到的那个曝光她霸凌的抖音，就是朱菲菲的账号猪猪女神发出来的。王舒淇，你骂我，你傻逼吧？老娘可是来帮你的，你现在居然骂我！你他妈个死猪！我拿你当姐妹，你居然背后捅我刀子，发抖音曝光老娘！王舒淇气得浑身颤抖，凶神恶煞地瞪着朱菲菲：“我什么时候曝光你了？你还在这儿跟老娘装傻？就是你发抖音把那些照片曝光出来的。”你有病啊！我什么时候？一边说着，朱菲菲打开自己的抖音，声音戛然而止。她看到自己的账号在10几分钟前发了个抖音，曝光了10几组王舒淇霸凌同学的照片。朱菲菲朱躯一颤，瞪大双眼，连忙解释道：“这不是我发的，真不是我这就删了他。现在删有坤巴用，早就被传的到处都是了。朱菲菲，你麻痹！我可去你妈的吧！我再说一遍，这不是我发的。你被人骂，那也是因为你不干人事，这也能赖到老娘头上。操！”俩人越吵越凶，各种生殖器那是张嘴就来，很快口角就升级为自由搏击，俩人直接开打，战斗异常激烈。而此时林北的家中却是一片和谐。爸妈，然，网上他们乐意说啥说啥，不用搭理，我自有办法解决。网络舆论那么大，林父、林母和林然自然也看到了一些消息，非常气愤和担心。林母更是着急的差点晕过去，不过听了林北的话，他们倒是稍稍安心了。我们王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王德发一个大逼都扇在王舒淇的脸上。他本来今天是去一个领导家里送礼做客，为了承包政府来年的一个重点工程，本来事情进展挺顺利，结果突然就爆出王舒淇校园霸凌的丑闻。这个话题非常敏感，领导可不想沾上一丁点污点，所以王德发的算盘自然是落空了。回来就把气都撒在了王舒淇的身上。王舒淇挨了一个大逼兜，捂着脸跑回自己房间嚎啕大哭。这一晚别人都在其乐融融过除夕，王舒淇一家3口跟吃了屎一样难受。在爆竹声中，王舒淇又出幺蛾子，她真人出镜拍了个视频发在抖音上。真的很抱歉在大年初一这天打扰大家，但是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我确实做了一些无法被原谅的错事，我都承认，我也一直深受良心的谴责。这几年时间里经常做噩梦，我会努力给那些曾经被我伤害过的人赔礼道歉，不求得到他们的原谅，只想尽力挽回一些
但我想说的是，欺负他们并不是我的本意，全都是我表哥让我那么做的。没错，就是在我童年时期猥亵我数年之久的表哥，他就是个变态，他的变态心理在我身上无法得到满足，就让我去欺负同学，然后拍视频和照片给他。我完全是被他逼着去做那些事情的，我根本不敢反抗。其实我也是受害者。王舒淇这番说辞可以说漏洞百出，也没有任何的真凭实据，但效果却出奇的好。一时间网络舆论再次发生扭转，评论区可谓是热火朝天，群魔乱舞。视频从头到尾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王舒淇就只是对着镜头假惺惺的挤了几滴眼泪，可网上不少人就信了，枪口再度调转对准了林北。看到这一切之后，林北内心的怒火也是达到了顶峰。还真是老母猪戴胸罩，一套又一套啊，什么瞎话都编得出来。既然你他妈的不见棺材不落泪，那我就彻底爆杀你。随后林北没有再犹豫，直接把航拍器拍摄的完整视频发了出来，配文就只有简单的几个字：我林北没有猥亵。字虽少，但冲击力绝对是杠杠低。现在有关猥亵幼女的事件在网上闹的是沸沸扬扬，各大平台都上了热搜，无数人都在骂林北。而就在这种情况下，澄清视频横空出世，一时间全网哗然，无数人跑到林北澄清视频下面道歉。打开评论区，一水的对不起队列整齐，也算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王舒淇的抖音更是瞬间就被愤怒的网友冲烂。哥，你快看，网上都在骂王舒淇，嘿嘿嘿，活该，谁让他先犯贱的？林然兴奋无比，笑得眼睛都弯成了月牙，林父林母悬着的心也是彻底落了回去。这段时间看到那么多人骂自己的儿子，他们的心就跟被刀割一样。好在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林北成功洗刷了身上的污点，摆脱了变态的骂名。话分两头，王舒淇那边可就惨了。林北，你个王八蛋，小时候你骗我进小树林，你对我做那种事，小姑女儿栽赃我玷污了她，殊不知我获得了顶级黑客技能，于是我搜集了她的黑历史，并且登录了她好闺蜜的账号，毫不犹豫地发布到了各大平台，视频迅速火遍全网。贱人烂人，都去死吧，都你死！被无数网友追着骂的王舒淇直接情绪崩溃，在家里歇斯底里的大叫，锅碗瓢盆都砸了个遍。原本想把林北的名声搞臭，狠狠出一口恶气，谁曾想到头来竟然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成为网络老鼠，人人喊打的居然是他自己。王舒淇这会儿真的快气死了，可他不知道的是，林北的反击才刚刚开始。林北发布澄清视频，完成爆杀第一步之后，便准备开启直播进入第二步。这次林北不仅要正面高调回应和澄清关于猥亵幼女的网络谣言，更是要跟全网的拳师和喷子来一场正面对决。当然，这也是个收割积分的大好机会。林北的短视频账号原本就是拿来当朋友圈使的，但是现在经过陪你过大年节目的曝光，以及这次幼女事件，热度简直高得吓人。更何况他刚刚用自己的账号发出了澄清视频，备受关注，因此刚一开播便有无数观众蜂拥而来，弹幕纷纷刷屏，足以彰显林北的第一波反击已经初见成效。直播间人数越来越多，很快便突破1万大关。大家好，我是林北，也就是最近被全网骂的那个变态表哥。相信很多观众都吃到了这个瓜，也看到了我发出来的澄清视频。在此我还是要郑重的说一句，我林北没有我。林北话音落下，直播间的弹幕立刻密密麻麻飘过。虽然网友容易被情绪左右，容易被舆论诱导，但大部分人还是能够分清是非对错的。当他们认定林北是幼女的变态时，出于气愤和正义变怒而喷之；而现在知道了林北是被冤枉了之后，也是能够爽快的道歉认错。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林北也没有跟他们计较什么，只是在直播间对整个事情进行完整的解释。写小作文那个，大家没觉着眼熟吗？前2天我不是对过嘴贱亲戚？没错，她就是我那个小姑的女儿，也在直播间露过脸。她那么做无非就是报复呗，只不过手段有点低级且下贱。不是我就奇了怪了，正常人发现有人犯罪了会选择报警，可小仙女怎么就会写小作文呢？还有借助这次的事情疯狂打拳，挑起男女对立的小仙女，更是下贱中的下贱。林北这一番话炸得众人脑瓜子嗡嗡的，这是直接骑在小仙女的脸上拉屎，那可是小仙女啊！放眼整个互联网，谁敢惹小仙女？以前没有，但现在林北站出来了，打响了全网反战第一枪。直播间里无数极帅瞬间兴奋无比，与此同时，直播间里隐藏着的全是小仙女们听到林北这起脸输出的话，一个个气得奶疼。别逼逼赖赖了，你带上身份证，买张机票去川省，然后从双流机场坐车去乐山，再坐3路公交去大佛景区。到了之后，那里有个大佛，你让他起来，你坐那儿。你也去乐山，算了，乐山那边可能没位置了。这样你去龙门石窟吧，在墙上随便挖个洞，你坐进去。事实都抛开不谈了，那你还谈什么？谈坤巴吗？就你这拳法造诣，灭霸降临蓝星的瞬间就得被打碎5颗宝石，只保留1颗现实宝石，因为抛开现实不谈。他无理都要缴3分，老子得理为什么要饶人？咋地？只许极美打拳，不许极帅还手。对，你是苍蝇，你说了算。你格局大，你见谁都叫爸。可怕你！当着直播间无数观众的面，林北上演了一波酣畅淋漓的对人大戏，恍惚之间似乎又回到了当初孤身闯祖安的那段时光，弹幕都沸腾了。今天注定是全网极帅的狂欢日，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刻能有今天这般解气。而林北这一番酣畅淋漓的对人，也让他互联网嘴替之名再度响彻全网。论对人，林北那绝对是祖师爷级别，而林北真正要做的是报警，并且是直播报警，突出一个起脸输出刚正。为此，林北还专门上网查过诽谤罪量刑标准，王舒淇做的是明显就涉嫌了诽谤罪。他以为在网络上搞风搞雨煽动网暴，到头来只是受到一点
点舆论反转，被人骂几句就完事儿了。林北的终极目标可是给押送进去，别说什么都是亲戚这种话。当初王舒淇害林北的时候，可没念着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既然他做出一，那就怪不得林北做失误。好了，兄弟们，这个捞女估计很快就要去吃公家饭了，我们祝她在里面过得开心。至于现在嘛，哥们儿要出门去办一件大事，报警。这次某小仙女在网上肆意造谣传谣，败坏我的名誉，还煽动网友对我进行网暴，这对我和家人的正常生活以及精神都造成极大的伤害。那你们说我能轻易饶过她吗？必须报警，送她进去。此话一出，直播间无数人惊呆了，接着弹幕如海。满屏礼物特效乱飞，网络上从来不缺少一掷千金的土豪哥，尤其是直播平台，出手打赏游艇、飞机、大火箭的都不在少数。林北感谢了一波礼物之后，便穿上羽绒服出门直奔派出所。叔叔老吴正在值班呢，一抬头就看到个靓仔走了进来。小伙子，你有事吗？叔叔同志你好，我要报案。小伙子别着急，坐下，慢慢说。好的，叔叔同志，是这样的。林北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的讲述了一遍，并且还将航拍器拍摄的视频，以及王舒淇、李茉莉和朱菲菲三人的快手截图和录屏都展示给叔叔看。虽然他们见事情不对劲，早就把快手删除了，但是林北提前保留了证据。岂有此理，简直是目无法纪。小伙子，你别着急，这个事情的情况我们大概了解了，肯定替你讨回公道。林北连忙出席，经过一番简单流程之后，正式立案。老吴直接一个电话给王舒淇打了过去，一个语气中充斥着烦躁的声音传出：“喂，说啊。”“你好，请问是王舒淇吗？”“是我，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这边是派出所，给你打电话是因为……”结果话还没说完，便被王舒淇尖锐的声音打断了。“什么玩意儿？你个子还真是敬业哈！大过年的都不休息，咋地干得好了能升职加薪做？”“王舒淇女士，我真是警察，因你涉嫌一起网络诽谤案，我们对你进行口头传唤，请你立刻来派出所配合调查。”“诽谤？我什么时候诽谤了？”说着，王舒淇似乎想到了什么。“我知道了，是林北那找的你对吧？呵呵，竟敢冒充警察！友情提示，这可是的哦，还想骗本仙女？你当我跟你们一样？”“我真的是警察，我们接到报案，现在怀疑你跟一起网络诽谤案有关，所以才请你过来协助调查的。”“得了吧，还诽谤，说的跟真的一样。什么年代了，现在都提倡言论自由，我乐意发啥就发啥，本仙女正烦着呢，别来犯贱。”说完直接挂断电话。听着电话里传出的忙音，老吴都愣住。他在基层工作10来年，头一次碰到这么嚣张的人，不仅不把警察的电话当回事儿，居然还在电话里公然辱骂小姑女儿，栽赃我玷污了她。殊不知我收集了所有证据，直接到警局报告给了帽子叔叔。帽子叔叔听完我的描述后，大发雷霆，当即给小姑女儿打去了电话。可小姑女儿不仅不把叔叔当回事儿，甚至还在电话里公然辱骂。“小伙子，刚才的电话你也听到了，对方非常顽固，不是口头传送。我现在要申请传唤证，亲自上门抓人。我可以跟着你们吗？”“按道理闲杂人等是不可以掺和进来的，不过你如果恰好也要去那里的话，我们也不会阻止。”“帽子同志，你要这么说我就懂了。”直播间里的情绪顿时高涨起来了。真是够，居然找人假冒叔叔来吓唬本仙女。王舒淇躺在床上，脸色阴沉。这段时间她过得一点都不好，舆论反噬，骂声铺天盖地，父母也一个劲儿的数落她骂她。今天出去拜年都没带她。王舒淇一个人窝在家里，烦躁的不行，感觉自己整个人随时要爆炸一样。刚才接到的自称叔叔的人打来的电话，顿时让王舒淇找到了发泄的途径，在电话里把对方骂了一顿，然后挂断。“林北，你个臭，居然还敢还击！你等着，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过得如意。”王舒淇眼眸中闪过一丝怨毒的光芒。“惹了我，以后你们家还能有一块完整的玻璃，我王自道过来写。”王舒淇站起来便准备出门，就在此时一阵敲门声传来。“谁啊？来了来了，别敲了。”王舒淇很烦躁的前去开门，结果门一开他就愣住，门外居然是一男一女2个穿着制服的叔叔。“叔叔，你们找我干什么？我可没办法啊。”“王舒淇，你是不是曾在网上发布不实信息，恶意造谣传谣，煽动网暴他人？”“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王舒淇目光闪烁，开始装傻。林北在后面看到这一幕，不由得冷冷一笑：“叔叔都找上门了，居然还嘴硬，典型的不见棺材不落泪。”“你以为你不承认，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了吗？”“王舒淇，你涉嫌网络诽谤的事情已经正式立案，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这是传唤证。”“你们怎么当警察的？他说啥你们就信啥？你们调查清楚了吗？随随便便就抓人，还让不让人过年了？是不是别人不发火就把别人当傻子啊？”“如果没有掌握足够的情况，我们会轻易对你下达刑事传唤的决定吗？请你配合我们执法。”“我配合什么配合？现在不都讲究言论自由吗？你们凭什么来抓我？我不去，我就在家，我哪都不去。”听到王舒淇这纯二逼法盲式的发言，老吴都无语了。“行了，有什么话跟我们回去慢慢交代。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配合。”“我配合不了，你们肯定都是……你们早就被那个林北收买了，对不对？滚，都给我滚！”王舒淇尖声叫喊着便要关门。“如果你觉得我有任何问题，
随时可以向我的上级领导部门或者督察部门投诉举报，你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现在你必须配合我们执法。滚出去！这是我家，你们都给我滚！王舒淇根本听不进去，叫得更大声了。再次警告，请你配合执法，否则我们将对你采取强制措施。然而王舒淇这娘们儿也不知道是吓傻了还是本来就特么没脑子，面对鼠鼠的警告，非但没有及时醒悟，反而威胁起鼠鼠来了。我爸是王德发，他跟县里好多领导关系都特别好。你有种你对我强制一个试试，一个电话我就让你脱了这身衣服，你信不信？滚出去！滚滚滚！王舒淇大吼大叫的开始推搡鼠鼠，而这一幕也被林北全部展现在了直播画面里，顿时直播间观众都惊呆了。直播画面中老吴警告无效，并且见王舒淇动手拒捕之后，也是狠下心来，直接给身旁女警使了个眼色。毕竟王舒淇是女的，男鼠鼠动手难免不小心碰到什么敏感部位，到时候免不了一通麻烦事儿。所以老吴特意喊了个女警一起行动，女警也是二话不说直接动手，场面顿时混乱起来。经过一番折腾，王舒淇最终被女警制服。一扭头就看到了林北，林北果然是你害我，你这王八蛋，你最好跟他们说清楚，否则我爸不会放过你的。王舒淇，你好大的胆子，当着我们的面就敢威胁报案人，你这个案子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如果罪名成立的话，你很可能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你觉得在这里撒泼打滚就能逃避法律的严惩？这下王舒淇彻底慌了神，她也是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哈，还要坐牢？王舒淇声音都在颤抖，她以为鼠鼠上门顶多也就是拘留她几天，没想到居然要进监狱。网络诽谤造成如此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这已经是刑事犯罪。你以为大过年的我们跟你闹着玩呢？王舒淇艰难吞咽口水，吓得脸都白了。林北，表哥，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快跟他们说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王舒淇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了起来，然而林北却是神情漠然不为所动，只是冷冷说了一句：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要鼠鼠干什么？直播间观众纷纷叫好，直播帽子叔叔抓人的节目效果简直不要太好。当王舒淇被押上警车的时候，直播间同时在线已经超过20万人。就这样，林北的直播间以无可匹敌的姿态登顶直播榜，秒杀一众擦边、带货等大主播。紧接着小仙女直播落网的话题也是迅速冲上热搜，无数吃瓜群众涌入林北直播间查看后续，随之而来的还有海量积分。林北这波简直赚满了。兄弟们，现在诽谤案的首犯已经进去了，帽子叔叔跟我说，另外2个从犯他们也会尽快抓捕归案。反正这3个纯御风姐妹肯定是一个都跑不掉的。哥们儿把话撂这儿，这事儿我坚决不调解，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当着直播间几10万观众的面，林北也是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又是引得无数叫好。土豪哥更是一言不合就打赏，各种炫酷的礼物特效满屏飞。在无数弹幕中，一条弹幕引起了林北的注意。林北点进这个网名为禁欲系男的主页，发现他果然就是那位分分钟能把敲锤的送进去的法外狂徒张三。林北直接连线：主播你好，我是张三。一道低沉的声音传出，让人听了莫名感觉后脖梗发凉。张三律师你好，你的这个案子我全程关注，这个案子我非常感兴趣，我愿意1块钱代理费帮你代理这个案子，不知主播意下如何？求之不得啊，张三律师，你能代理我的案子，我非常高兴。很好，你在榆县是吧？我马上飞你那边，见面详谈。没问题。听到这话，林北大喜，直播间无数观众看到这一幕也是都兴奋起来了。跟张三结束连线后，林北难掩兴奋神色。兄弟们，张三律师明天就会跟我会合，后续我也会发视频或者开直播给大家同步最新进展。感兴趣的兄弟点个关注不迷路。直播帽子叔叔将小姑女儿带走之后，直播间大哥打赏让我狂赚30万，观众的情绪波动也让我获得海量积分。我进入系统用100万积分抽奖，因此获得一个小目标以及众多奖品和技能。就在此时，小姑林建平找上门来。林建明，你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你有本事纵容你儿子害人，怎么没本事开门？开门！林父冷着脸前去开门，门一开，林建平就瞪着俩眼珠子吼了起来：林建明，你终于开门了哈！你家那个啊，让他……林父直接打断了林建平的话：闭嘴！你刚才说我儿子是什么？再给我出言不逊，小心我撕了你的嘴！林建平顿时一脸诧异，表情僵在脸上。这还是那个印象中性格随和，从来没有跟人红过脸的二哥吗？竟然如此强势，他的语气不自觉地软了下来。那个二哥，我就是想让你们家林北跟我去趟派出所，我们跟警察说清楚，是我们家琪琪确实有错在先，但不管怎么说，琪琪可是你亲侄女，她小时候你还经常抱她呢，你难道真忍心看着自己的亲侄女进监狱？林建平哭哭啼啼地说着，他很清楚自己的二哥耳根子软，只要挤几滴眼泪说2句软话，他就不忍心再坚持了。林建平看人很准，但他忽略了人是会变的。以前的林父确实很看重亲戚关系，也很善良，为此即便吃亏了也不会太过较真，还经常劝老婆孩子大度一点。但是现在的林父早就看明白了，有些人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对这种人忍气吞声，只会让其变本加厉。更何况这次王舒淇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触及林父雷区这么简单，而是相当于扛着音响在他的雷区来了段广西科目3。见林父没说话，林建平还以为他松动了。大哥，这次的事确实是琪琪不对，这样吧，等他回来了，我让他郑重的给小北道个歉，都是亲戚，这点小误会
你管这叫小误会？林父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林建平，你是怎么舔着个脸说出小误会这几个字的？就因为你那宝贝女儿在网上故意散布谣言，我家小北被多少人戳脊梁骨的吗？如果不是他最后拿出视频自证清白，现在都还在承受网暴。你跟我说这是小误会？那现在说清楚不就没事了吗？可我家琪琪那是要坐牢的，他还是个孩子啊。如果去坐牢，那他这辈子都毁了。你家孩子是孩子，我家孩子不是孩子。我不是这意思，行了，我不管你是什么意思。总之，我们家的态度就是绝对不会调解，我们相信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说完，林父直接砰的一声关上了门，随后黑着脸返回客厅，隐约能听到林建平还在门外叫骂：“爸，他们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下次我出面吧，我惹出来的事儿总不能自己躲在后面。”臭小子！你是真的长大了，能独当一面了，这事儿你就可劲儿折腾。你老子我虽然没啥本事，但肯定在后面支持你。爸，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父子俩说话间，外面没了动静。林北看了眼，发现林建平已经离开。不过林北并未放松警惕，他知道这家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果然回头便发现家族群林家大院里积攒了无数条消息。点开查看，便看到林建平在群里发了一篇小作文进行控诉，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林建平发完小作文后，跟他关系最近的大伯大伯母率先跳出来声援，接着又有几个亲戚在群里发言。看到这些亲戚在群里站着说话不腰疼，林北也是没惯着，直接捧着手机就开始在群里回怼起来。轩然大度，天打雷劈，现在被人诽谤，遭到网暴的是我，你们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了，一个个的动动嘴皮子说的轻巧。当初王舒淇在网上诋毁我、诽谤我的时候，网络舆论铺天盖地的时候，无数人骂我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们出来让他放过我呢？现在我只是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有什么错？还有你林建平，你是不是左脸接下来贴右脸上了？要不然为啥一边不要脸一边厚脸皮呢？如果就像你说的，王舒淇只是说错几句话这么简单，那就算上了法庭也不会判他坐牢。为什么你还在这儿着急的跟个猴一样上蹿下跳？我明白了，该不会是你家宝贝女儿真的触犯了法律吧？你们也别烦我爸妈了，我是成年人，这个事情我自己做主，找他们没用。有话冲我说，顺便给你们普个法。王舒淇涉嫌的罪名是诽谤罪，这个罪是轻告罪，也就是说，只要我不去法院起诉，他就不会有任何事情。有本事你们就来搞定我，你们搞不定我，那就别怪我搞定王舒淇了。林北这一番话瞬间点燃了火药桶，林建平和几个帮腔的亲戚直接炸锅，各种数落林北。林北干脆退出群聊，也让爸妈和妹妹都从群里退了出来，省得被那几个疯狗骚扰。现在怎么办啊？林北那个小分明铁了心要害琪琪，我苦命的闺女啊，一坐牢这辈子可就毁了，那我也不活了。林建平哭天抢地，行了，你闭嘴吧，我已经够烦的了，别在我面前添乱。王德发脸色阴沉的呵斥一声，他刚从派出所了解情况回来，王舒淇的处境很不乐观，这个案子可以说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而且还闹上了热搜，保不齐得收获3年顶格判决。汪德发，你吼我，你什么态度啊你？琪琪可是我10月怀胎，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她都要坐牢了，我能不着急吗？你不是挺牛逼的吗？你不是挺有本事的吗？怎么连自己女儿都保护不了？林建平红着眼睛大声吼了起来。就在此时，一阵敲门声传来，王德发前去开门。爸，你怎么来了？来人正是王德发的父亲王福根。王福根这人用现在时兴的话说就是坏人老了，几十年前霸占田产，偷看寡妇洗澡，抢小孩零食，年纪大了以后虽然腿脚不灵便，但偷鸡摸狗占小便宜还是少不了，也就冬天能安生几个月，因为冬天王德发会把他爹接到县城里住，开春天气转暖才会回去。王福根就在旁边小区住着，听说了王舒淇的事情后便跑过来了。我宝贝孙女被人坑害，我能不过来吗？建平你坐着，我这次过来就是给琪琪主持公道来了。别说林建民那个小逼崽子了，就是他爹从棺材里爬出来见了我都得笑着递根烟，叫我一声福根哥，想骑在我们老王家头上拉屎，还反了他了。林建平眼睛一亮，充满希冀地看着他。啊，那就全靠你了。我们现在就上他家去，我还真就不信了。很快3人便开车来到林北家小区，正要上楼便碰到林北溜溜达达出来了。小逼崽子过来，你爸妈在家没？这个鬼迷日眼的老头看着好像在哪见过，想起来了，这不是王德发他爹吗？据说还有个外号叫鬼子王来着。干啥啊老头？你怎么跟我说话呢？还懂不懂尊老爱幼了？王福根摆出一副长辈的架势。呵呵，我当然懂尊老爱幼，但这里的老可不包括老登。王福根顿时气得吹胡子瞪眼的，仗着辈分高年纪大，他平时倚老卖老作威作福惯，结果碰到林北这么个刺头，可得自己气得够呛。爸，你别激动。王德发说了句，看向林北挤出个笑脸。小北呀，我准备在福聚德酒楼摆一桌，请你们一家吃个饭，好好的赔礼道歉。你爸妈在家不？我们上去说。不愧是老狐狸，居然还能压下火气，只可惜这套在这没用。不必了，我们还是喜欢在家吃饭，可吃不起你王大老板请的客。说完便回过身拉开楼门准备回去。本来林北是要出去见几个老同学老朋友叙叙旧，但看到这3个货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他肯定不能就这么走了，由着他们上自己家里去闹。见林北要走，林建平连忙跑过来拉住他的胳膊。小北对不起，小姑给你道歉，也替琪琪给你道歉，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们不对，可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啊。小时候你跟琪琪还经常在一起玩呢，你忘了吗？难道你真的忍心送她去坐牢？他忍心让我身败名裂，我为什么不忍心送他去坐牢？
这不是那。林建平支支吾吾不知道说什么，这时王德发开口了，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8万，我赔你8万，你放过我女儿。直播帽子叔叔将小姑女儿带走之后，小姑一家人找上门来打起了感情牌，都被我无情的怼了回去。此时小姑一家承诺给我8万元私了，但一个小目标在手的我果断拒绝。不好意思，我对钱不感兴趣，这钱你还是留着请律师吧。10万不够，15万，15万，只要你现在去派出所撤案，我今天就把钱打给你。这可是你们家2年都攒不下的钱。你以为有钱就能解决一切吗？那你说，到底怎么样才肯原谅我女儿？原谅她是法官的事，我只负责送她去见法官。小子，你不要太过分，我就琪琪一个女儿，逼急了我什么都做得出来。王德发眼睛里闪过一抹凶光，威胁的意味十足。别吹牛逼了，还什么都做得出来？我随便给你个1元2次方程，你都解不了。什么是1元2次方程？叫你多读书，你非要去养猪。说完也是没有耐心再跟他们浪费口舌，直接转身上楼了。王德发气得咬牙切齿。爸，现在怎么办？别着急，看我出马。林父看到林北刚出门没几分钟便折返回来。怎么回来了？不是约了同学吗？别提了爸，刚出门就碰到鬼。就在此时，一阵鬼哭狼嚎般的声音传来：没天理啊，没人性啊，这是要把人往死路上逼啊！父子俩对视一眼，都来到阳台，便看到王福根正坐在地上，大声叫嚷着：我孙女只不过是在网上说错了几句话，就这个林建民一家就抓着不放，非要让我孙女去坐牢。我可怜的孙女才20出头，她还是个孩子啊，要是去坐牢，这一辈子就毁了。而且我们还是亲戚，哪有这么坑自家人的？别看王福根70多的人，这好起来中气十足，很快就引来不少人的注意。林父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而此时王福根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也是更加卖力。哎呀，父老乡亲们啊，大家都来评评理，就因为那么一件小事，林建民一家非要害我孙女去坐牢。大家说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人？老头子，我半截入土了，我什么都不在乎，就这么一个宝贝孙女儿，如果我孙女真的被这家人毁了，我也活不下去了。我半夜我就在林建民他们家门口吊死。一哭二闹三上吊，这套丝滑小连招王福根可太熟悉了，并且谁也拿他没辙。当一个老登彻底不要脸皮之后，真的是狗看了都摇头。面对这种人，林北当然不能坐视不理。哟，这大冬天的坐地上不动屁股啊！小兔崽子，你还有脸出来？大家快看，就是这小子，年纪轻轻不学好，在大城市瞎混几年，学坏了。这大过年的还都是亲戚，他非要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害我孙女坐牢。大家评评理，有这么办事的吗？你说我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害你孙女去坐牢，可不就是你？你这话骗骗自己就行了，当别人跟你一样傻。如果真像你说的这么简单，你宝贝孙女咋可能会坐牢？林北话音落下，王福根的表情顿时僵在脸上。林北，我爸这么大年纪了，在这苦苦哀求，你就忍心吗？他一个老人家，身体也不好，如果再疾病了冻坏了，你负得起责任吗？不是，你为什么还觉得道德绑架对我会有用呢？你心疼你公公，那你带他回家呗。而且他儿子就在旁边抽着烟看着，你说你们都不心疼自己亲爹和公公，指望我心疼？小兔崽子你！王德发梗着脖子瞪着眼珠子，刚想说啥，便见林北已经关了窗户。牙尖嘴利的小娃娃，不过没关系，本来老子的目标也不是他，而是他爹妈，我就继续在这儿闹，他不在意，我就不相信他爹妈能不在意。王福根说完，继续扯着嗓子嚎了起来。这么一直让他闹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就算邻居们不会说闲话，可这大过年的，因为我们家的事儿让大家都不得安生，我心里也过意不去。是得赶走那老逼灯，不过这种不要碧莲的老逼灯，寻常手段肯定是没用的，讲道理讲不通，用武力不值当，就算报警都拿他没办法，只能出奇招。林北意念一动，调出系统面本，上次百连抽差不多把积分都用完了，但现在积分又涨到了50多万。感谢营销费，感谢自媒体网红，他们蹭林北热度的同时，也让林北的怼人时刻得到更大曝光，而这就代表着源源不断的积分。抽奖不确定性太大，林北果断选择打开了兑换商城，很快便找到了合适的技能，林北直接兑换，下一刻一阵奇奇怪怪的知识涌入脑海。咱现在也是懂鸟语的人了，爸，你就安心回屋刷会儿短视频去，这事儿交给我，10分钟内不让那老登离开，我是你儿子。你本来就是我儿子，反正交给我就行，你不用操心了。说着，林北直奔厨房，把保鲜袋装了半袋小米，然后就出了门。不过他并未下楼，而是直接来到了顶楼天台。楼顶6只麻雀在天台边缘位置蹦蹦跳跳。冬天麻雀的日子不好过，又冷食物又少。不过今天他们的好日子来了，林北把小米倒了出来，然后冲着6只麻雀：“雀儿哥，小小意思不成敬意。”几只麻雀闻声扭头看了过来，小小的鸟脑袋有大大的疑惑：“兄弟，你是哪个屯子的？你怎么变成人类样子了？修炼成妖？活见鬼！活见鬼！”大家都别上当，那个卑鄙的人类肯定是设下陷阱要抓我们。6只麻雀叽叽喳喳地说了起来。若是以前林北只能听到吱吱吱的声音，可现在精通高级鸟语后，他还真能听懂麻雀在说什么。内心感慨了一句系统牛批之后，林北往后退了几步，在距离小米3、4米远的地方停下。雀哥，我没恶意，就是想请你们帮个小忙，这些小米送给你们吃。麻雀们再度躁动起来，很快一只体型较大的麻雀往前蹦跳了2下。人类，你到底有什么阴谋？
雀儿哥，看你说的，我哪有什么阴谋，真的就只是想请你们帮个忙。这些小米只是见面礼，回头等快递通了，我再买点蚊子、毛毛虫啥的给你们加餐。大麻雀跳来跳去观察了林北几秒，最后还是没忍住小米的诱惑，实在是冬天食物太少了，跳上去吃了起来。其余麻雀见状也都一个个争先恐后的扑上去大吃特吃。人类，你的诚意我们看到了，行走江湖最重要是讲义气，说吧，想让我们帮你干什么？看到下面那个老都没有往他身上拉屎，对了，他身边那一男一女也别放过，雨露均沾。大麻雀飞起来巡视了一圈，好说，等我们吃饱了，给他们拉炮大的。雀哥仗义，我家就在1楼，以后我和家人会经常在阳台放小米、谷子、碎玉米啥的，雀哥常来。人类，我喜欢你。大麻雀竖起右边翅膀，做了个好像竖大拇指一样的姿势。事已办妥的林北便没有继续在天台吹冷风，返回家中，来到阳台嗑着瓜子，悠哉悠哉等待起来，还喊了爸妈和妹妹过来看好戏。楼下王福根依旧在卖力的大声嚎哭叫喊，只不过声音远不如此前那么大，毕竟年纪摆在那。王福根一边哭喊，一边在心里咒骂着：老王，你说爸这么做真有用吗？林建民和杨素娥的性子你还不了解吗？耳根子软而且要脸面，肯定会坐不住的。现在他们说不定已经在硬撑了，只要我们再坚持坚持，肯定有希望。希望吧。他们并未注意到几只麻雀悄悄飞了过来，骂骂咧咧的王福根似乎看到一坨颜色奇奇怪怪的东西从天而降，并且精准无比的落在了他的嘴巴里。王福根本能闭合嘴巴，下一秒一股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味道在口腔里爆发。这一瞬间，王福根大脑宛如宕机，失去了思考能力。王德发亲眼看到老父亲先后被2坨鸟屎袭击，脸色大变，连忙便要上去帮忙，结果一迈步，2坨鸟屎从天而降，几乎同时落在他脑袋上。林建平也发出惊恐尖叫，双臂僵硬的张着，猪躯直颤，满脸的生无可恋。他鼻头上一坨，脑袋顶上一坨，吸的鸟屎慢慢往下滑动，在他那浓妆艳抹的脸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快看快手，林北那小王八蛋居然把我们拍了视频发到快手，现在网上都是笑话我们的。王德发连忙掏出手机，还没等他搜索林北的账号呢，快手首页就推送了那个视频。特买蛋，这小崽子有点给脸不要脸了。我真的忍不了一点，这个小他现在都骑到我们头上拉屎了。老王，你不是认识很多道上的人吗？找几个狠人把他们一家好好教训一顿，再逼林北签了调解书把七七救出来，顺便替我狠狠出口恶气。听了他这番建议，王德发眉头微皱。他常年在社会上跑动，跟3教9流的人都打过交道，确实有些人脉，其中就有那种混社会的混子。喂，老马，是我，有个事情可能得麻烦你一下。王德发掏出手机，一边打电话一边走出了病房。很快，新的一天到来，林北爸妈带着妹妹去亲戚家拜年，而他则一个人待在家里看小说，顺便等着王德发一家的新招数。突然一阵砰砰砰的砸门声传来，果然来了。林北前去开门，门一拉开，便看到3个陌生男人杵在门口，看着这3个歪瓜裂枣的货。你们找谁？就你叫林北啊？我不是。哦，那我们找错人了。说着，光头转身便要离开。这时瘦头头拉住他：三哥没找错，就是这小子，我看过他照片。光头顿时回头，恶狠狠瞪着林北：你个居然敢骗我！谁骂你啊？说得好啊，说得妙啊，确实是逼在骂我。三哥，他又骂你，他骂你。我知道，小逼崽子，我看你是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今天老子就给你上一堂生动形象的社会实践课。一边说着，光头拿出了一把蝴蝶刀，林北连忙举起双手：好汉饶命啊，千万不要杀我，你不就是想要钱吗？只要你别杀我，我可以给你钱，我给你10万。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你速度恢复一下。光头得意的笑着，林北艰难吞咽口水：我那不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吗？要早知道你这么猛，我哪敢在你面前嚣张啊！算你小子识相，来转账。好嘞，只要你别伤害我，我这就给你转账。林北拿出手机正要扫码转账，光头突然想到了什么，立刻收回手机。小瘪崽子，你当老子傻呢？现在你给我转账，回头再去报警说我抢劫，不但钱保不住，我还得进去。卧槽，这居然有脑子！不行，我得录个视频，来你当着摄像头的面说，你是自愿给我转账，不是我抢你的。草率了，这货确实有脑子，但是不多。没问题，好汉。林北随后故意装出一副紧张的样子。我现在给这位好汉转账是自愿的，他没有抢我的钱，真的没有抢，这样可以吗，好汉哥？少坤巴废话，赶紧转。好嘞。支付宝到账10万元。收到转账，光头顿时咧嘴一笑。不过他倒也还算敬业，创收的同时也没忘记此行的目的。收起手机后，冲着林北：小子，我看你不像是没脑子的蠢货，今天也还算识相，怎么有些事情就打一根筋不知道变头呢？好汉哥，你说什么事呢？我咋听不明白呢？你最近得罪谁了？你心里没点逼数？哦，你是说王德发他们一家？你知道该怎么做，别让老子再来找你。要是还有下次，就没这么简单了，知道吗？我明白，我非常明白，回头我就去派出所撤销报案。
了。早这样不啥事没有了吗？光头往地上吐了口浓痰，随后三人便离开了。从阳台上看着三个大聪明勾肩搭背走远，林北眼睛里流露出关爱智障的眼神，随后拨通报警电话。喂，你好，我要报警，我家遭人入室抢劫，被抢了10万块。老王你就放心吧，我马三是什么人，别人不清楚你还不清楚吗？由我出马，手拿把掐，那小逼崽子当时就吓尿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求我放过他，还说他马上就去派出所撤销报案。你要不就去派出所等着吧，估摸着很快就能接你闺女回家了。光头马三打着电话好一顿吹牛，旁边的胖瘦头陀眼巴巴的瞅着他，见他挂断电话，瘦头陀搓着手期待的说：三哥那个分红，这么多年兄弟了，我还能坑了你们不成？王德发不是承诺给10万吗？我自己拿6万，你们俩一人2万，没意见吧？胖瘦头陀对视一眼，没意见。不过呢，现在王德发只给了4万定钱，剩下6万要等他闺女从派出所出来才会给。你们也别着急，等他把钱都给了我，我肯定给你们分红，1分不带少的。至于那小子给的10万，是我一个人一把刀搞来的，跟你们俩没关系，1毛钱都没你们的份。我话说完，谁赞成谁反对？三哥，话不能这么说。如果今天不是我们哥俩跟你一起过去，你也不可能那么顺利把事办成，更不可能有意外收获。这个多少该给我们俩分点吧？没错，三哥，我们都是跟你混的，你大口吃肉，连口汤都不给我们喝，这多少有点说不过去了。马三双目一横，凶厉的气息散发。要饭啊！如果不是老子带你们，就这2万块，你们半年都不一定赚得到。有钱拿就偷着乐吧，还在这里逼逼赖赖的。马三，老子忍你很久了，叫你一声三哥，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哥了。今天必须分钱，我分你们。三个人一言不合就干了起来。当叔叔赶到的时候，就看到三个人都是鼻青脸肿。哈哈，你们哥仨这是玩啥呢？看着面前的7、8个叔叔，三人都愣住了。我们就打个架，这么大阵仗。吴哥是你啊？没事，我们就闹着玩呢。对，闹着玩呢，没打架，不劳烦你们了，这大过年的。三人连忙解释，本来以为叔叔会离开，没想到老吴脸一沉。马宝田、庞红兵、赵明，现在怀疑你们3个跟一起持械入室抢劫案有关，跟我们走一趟吧。三人顿时愣住，他们就算再怎么法盲，也知道抢劫俩字有多大分量。不是吴哥，这搞错了吧？我们几斤几两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借我们180个胆子，我们也不敢去抢劫啊。行了，废话少说，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是与不是，一查便知。吴哥，吴警官，这肯定是误会，我们抓人。马三话还没说完，得到老吴的命令之后，7、8个人高马大的叔叔立刻冲上前，麻溜的把三人都给铐上，然后押上警车返回派出所。另一边，一辆宝马在派出所门口停下。老王，你说这马三靠谱吗？他真把林北搞定了。马三这人虽然喜欢吹牛逼，但毕竟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在这种事情上还是有经验的。要不你以为我钱多烧的给他10万块，你就放心吧。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崽子，别看他咋咋呜呜的，一碰到社会上的狠人，分分钟吓尿裤子。林建平闻言点点头，觉得也确实是这么个理。俩人一边说着话，一边下了车往派出所大院走去。就在这个时候，4辆警车从后面驶来，依次开进大院停下，随后便见一群穿着制服的叔叔从车上拽下来3个戴着银手镯的男人，压着往里走去。老王，你看那是不是马三？还真，这马三和他的2个小兄弟，他们不是顺利把事儿办成了吗？这咋还被叔叔抓了呢？这时马三似乎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回头看了眼。报告政府，我有情况要反映，就那个男的王德发，是他让我们那么干的，他还给了我10万块钱，我真不是故意的，都赖他，他才是主谋啊，快把他抓起来。直播帽子叔叔将小姑女儿带走后，法外狂徒张三主动找我连线，并且愿意1块钱代理我的案子，我当即答应下来。此时我与张三律师刚刚碰面。张律师你好。你好，林先生，你这个案子我在网上有所了解，但是为了更准确的把握案情，还是需要你尽可能客观的把事情经过跟我讲一遍。没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林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述了出来。听了林北的讲述之后，张三律师又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两人相谈甚欢，很快便达成共识，当场签订合同。张三正式成为林北的代理人，他是个雷厉风行的人，立刻就开始做证据公证，撰写起诉状，准备等过2天法院上班了，就去提起刑事自诉。对于这个情况，林北也是拍视频发到了。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互联网嘴T林北，现在给大家同步一下案件最新进展情况。今天下午，我跟张三律师碰面聊了聊案子，张三律师已经开始准备诉讼材料，等初8法院上班后就会提起刑事自诉。此外，我要给全网喷子下最后通牒，凡是在我发布澄清视频之后继续造谣传谣或者网暴我的，限你们48小时内删除侵权言论，并向我道歉。道歉形式可以是发视频、发私信，也可以在我任意视频下面发评论。但如果让你道歉你不听，我只希望上了法庭你别哭。没错，这次我要起诉全网喷子。林北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在这场网络诽谤和网络暴力的事件当中，王舒淇3人确实是罪魁祸首，但施暴者并非只有他们3个。在雪崩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雪花是无辜的。那些跟风蹭热度的营销号和不分青红皂白的网络喷子都是刽子手，必须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残忍。视频刚一发出，立刻热度爆炸，评论区一片叫好。林北的举动着实大快人心，当然这个时候评论区还是少不了死鸭子嘴硬。对于评论区的
的这些质疑，林北并未理会。那个自称律师的人说的没错，起诉全网这种事情确实很难，一般人就算有心也做不到。但林北显然不是一般人，他可是有外挂的靓仔。难道老子身怀高级黑客技能？这种事情你要告诉你，诉讼费用天文数字，知不知道一个小目标的含金量啊？而且胜诉之后，所有的诉讼费用都将由被告方来承担，再加上名誉侵权、精神损失费等经济赔偿。简单计算一下，这波起诉全网成功之后，不但不会有经济损失，反而还有的赚，岂不美哉？所以对于林北来说，就好像韩信点兵一样，希望桀骜不驯的喷子能多多益善。而此时，林北父母收到了自家饭店发生火灾的消息，得到消息的林父林母匆忙赶到了现场，看到自家辛苦经营的小店付之一炬，林母当场情绪崩溃大哭起来，林父也是愣愣的看着消防员救火，一句话没说出来。这样的损失对于他们家来说太不沉重。林北和林然兄妹俩是第二天睡醒才知道晚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爸妈，你们别太难过了，咱家的店虽然烧了，但庆幸的是没有人受伤。是啊，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说是这么说，但咱的店没了，以后怎么办呢？小北娶媳妇的钱和然然的嫁妆还没有攒够呢。见父母依旧情绪低落，林北决定摊牌了。爸妈，我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可千万不要太激动。什么事还能比店烧没了更大？说吧。其实福聚德酒楼是我的。林父林母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爸妈，真的是真的，福聚德酒楼现在就是我的。咱家虽然没了一个小饭馆，但多了一座大酒楼。哥，你想安慰妈妈也不用这样吧？看起来，除非眼见为实，否则他们是不会相信的。毕竟一个大学毕业2年半的年轻人，确实不可能赚到足以盘下一间大酒楼的钱。没办法的林北直接拉着一家人去了福聚德酒楼。当看到酒楼前台挂着的营业执照上出现林北的名字，并且酒楼大堂经理尊敬的喊林北为老板的时候，林父林母和林然这才终于相信福聚德确实是林北。儿子，这到底怎么回事？不等林北说话，林然便眨了眨眼睛问：哥，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绑定了什么神号系统之类的？林北当场就汗流浃背了。这事儿妹妹咋知道的？我看过网络小说，现在就流行系统文，那些主角轻轻松松就能获得很不可思议的东西。原来是虚惊一场。系统和穿越，这是林北最大的2个秘密，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哪怕是最亲最信任的家人也不行。这个事情说来话长，就是这家酒楼原来的老板吧，我救过他的命，然后他报恩就把这酒楼送我了。林父一脸你尽管编，我要是信了算我输的表情。哎呀，反正这酒楼肯定是正道得来的，以后福聚德就交给你们了，那小饭馆没就没了。咱现在有县城最高档的酒楼，还要啥自行车啊？见林北明显不想说明酒楼的来历，林父林母也就没有追问。小子有出息了哈，以后我和你妈都是你的员工了。林母则是打量起这个非常高档的酒楼，感觉跟做梦一样。这时林然突然嘟囔：这大冬天的咱家的店怎么会着火呢？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是啊，大冬天的，而且店里已经停火歇业好几天了，怎么能突然就着了火呢？难道是人为纵火？林北的脑海中瞬间出现一道人影。昨天晚上他从叔叔那边得知，王德发因为教唆他人犯罪被拘了，王舒淇也还在里面。也就是说，这短短几天时间，林建平先后失去了女儿和老公。在这种打击之下，保不齐这疯女人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而就在这时，林北手机弹出个消息提醒，是一个数字 ID 的人发来的私信。林北点进主页，发现是个私密账号。果然，私密账号就是牛是吧？都敢这么直白的威胁恐吓了。林北直奔办公室，高级黑客技能再次大放异彩，伴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键盘声，很快林北便通过那个数字账号锁定了背后的人。果然是林建平。随即林北立刻起身直奔派出所。小伙子，你刚才说你知道是谁放火烧了你们家的店？是的，吴警官，8、9不离10。那场失火事故现在还没有出调查结果，不能确定是意外还是人为。你怎么就知道纵火者了？因为我收到了这样一条私信。林北将手机拿给老吴看了下，我查过，这个账号就是我小姑林建平的。我跟他的恩怨，吴警官你也知道，现在他已经彻底疯了。昨天放火烧我们家店，那就是在威胁我。字里行间的意思，无非就是说，如果我还不撤案调解的话，他就烧我们家。看着那个数字账号发给林北的私信，听了他的讲述，老吴眉头紧皱。好，小伙子，你反映的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我们会将林建平列为重大嫌疑人展开调查。林北连忙道谢，几分钟后便拿着报案回执单离开了派出所，剩下的事情就不需要他操心了。另一边，林建平给林北发了私信后，等了好久都没见他回复，可他又不能直接打电话，那样容易留下把柄。以林建平的脑容量，能想到开小号发私信已经是极限了。这小杂种，私信也不知道看。有了，我可以悄悄给他加载字条。对了，还不能直接手写，笔记也容易暴露身份。我看电视上那些绑匪写信，都是剪纸拼接文字的。林建平立刻开干，正忙活着拼字，一阵门铃声响起。来了。门一拉开，林建平就愣住了。林建平，我们是叔叔，现在怀疑你跟昨晚新建西街商铺失火有关，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小姑老公被叔叔带走之后，有人纵火烧了我家的饭店，并且发短信威胁我。我用高级黑客技能查出幕后真凶，正是小姑林建平。我立刻将消息报告给了帽子叔叔。叔叔得知此事后，立刻将林建平抓捕。与此同时，我给喷子们下达最后通牒的48小时也到。在这48小时里，有不少喷子删除了侵权言论，并且以各种方式向林北道歉，恳求他的原谅。但嘴硬的人也不在少数，甚至还有人说什么求告、求起诉之类的话。这种要求林北这辈子没听过。行，既然他们诚心诚意的恳求了，那咱就大发慈悲的成全他们。
林北再次坐在了电脑前，手指飞快地敲起了键盘，统计全网各大平台的喷子。各大平台拒重之后达到诽谤罪入刑标准的账号居然有1000多。1000多被告，这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足以劝退无数人。光是在各大平台各个视频文章里筛选寻找符合自诉标准的账号，就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若非林北身怀高级黑客技能，想要完成这项最基本的起诉准备工作，不知道要耗费多少时间精力，更别提通过社交平台账号确定被告真实身份信息，以及那超过1000万的巨额诉讼费用。也就是林北这挂逼不讲基本法，但凡换了任何一个普通人，就算想起诉维权，恐怕都是有心无力。只能说碰到林北算他们活该。网暴是一把无形杀人不见血的刀，每一个施暴者都是持刀的刽子手，他们以为有网络作为掩护就可以为所欲为，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不用付出什么代价。但是今天林北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他们，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络上胡乱说话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念及至此，林北打开抖音开启直播，并给直播间定了个非常劲爆的标题。直播刚开始便有无数观众蜂拥而入，大家都知道林北给全网喷子下了48小时的最后通牒，而现在时间到了，大家迫不及待想知道有多少喷子道歉了，又有多少喷子依旧桀骜不驯，更想知道林北是单纯口嗨一下，还是真的要起诉他们。当然也有一些嘴硬头铁的喷子时刻蹲守，想等林北开播贴脸开大嘲讽。Hello， 大家好。龙国有句古话叫做惜物者为俊杰，我想网络喷子也不想承受牢狱之灾，所以在过去的48小时里，确实有不少喷子通过各个渠道各种方式向我道歉。不过嘴硬头铁的勇士也不在少数，我统计了一下，到时间截止的时候，还没有道歉的喷子共有1314人。此言一出，直播间观众们都颇为震惊，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没有道歉。直播画面中，林北拨通了张三的电话。张三律师，我这边统计了全网侵权言论达到诽谤罪标准的人，共计1314个，我要把他们全部送进去。不知道张三律师对这个案子感不感兴趣？话音落下，手机听筒里传来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你这是要起诉全网的节奏了。没错，我就是要起诉全网。这次的事件最开始确实是王舒淇他们3个搞出来的，但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不少跟风带节奏以及网暴我的。在我澄清之前骂我也就算了，但是在澄清之后还是继续网暴我，那你说我能忍吗？这些喷子有一个算一个，一个都别想跑，我要让他们全部承担法律责任。张三内心震动不已，他着实没想到林北居然有这么大的魄力，遇到网络诽谤和网暴能够站出来起诉罪魁祸首已经是遥遥领先，可他居然要起诉全网喷子。饶是法外狂徒这会儿都震惊了，震惊过后便是兴奋，毕竟寻常的案子根本无法在他的心里激起半点涟漪。唯有这种案子才有趣。感兴趣？我简直太感兴趣了。林先生，不，这么叫身份。我年长你几岁，就叫你林老弟吧。这个案子交给我，保证很鲜很可口。我的诉状已经饥渴难耐了，希望这次的对手能给我带来一丝丝的挑战，要不就太过无趣了。听着张三这中二气息浓烈的话语，林北嘴角抽动2下。好家伙，没想到堂堂法外狂徒竟然有着一颗中二之心，怪不得一言不合就想把对方律师甚至是敲锤的一起送进去。两人在电话里初步达成共识，随后又简单沟通几句便结束了通话。这下那些在直播间窥屏潜水的喷子们坐不住了，原本还有那么一丝丝的幻想，觉得林北可能在哗众取宠，可现在他居然连律师都找好了。更关键的是，这个律师还是传说中的法外狂徒。没有给林北道歉的喷子们顿时慌了。直播间惊现大型喷子认错现场着实难得，网络喷子的尿性地球人都知道，他们别的本事可以没有，但是这个嘴必须够硬，突出一个桀骜不驯。在现实中你能拿捏我，但在网上没有人可以审判我，这就是网络喷子。然而现在面对林北他们的嘴再也硬不起来了。看着突然冒出来不少道歉求饶的弹幕，直播间观众都乐了。兄弟们，这些网络喷子小仙女都想让我放他们一马，对此我只想说不好意思，我不是放马的。汽车撞墙了，你知道拐了；大鼻涕流嘴里了，你知道甩了；股票涨了，你知道买了；要被起诉了，你知道改了。呵呵，晚球了。说完，林北当着直播间无数观众的面，将记录了1000多被告名单的文档发给张三，后者回了个 O98K。见此情形，直播间无数观众拍手称赞，礼物特效再次满屏乱飞。而那些喷子们和小仙女也是彻底破防，恼羞成怒的在直播间里开始喷粪。于是大型喷子认错之后，直播间惊现大型小仙女破防现场，可以说丑态毕露，恶臭弥漫。如果换了别人看到这场景，或许会生气愤怒，但是林北显然不是一般人。我承认阁下的手速很快，但攻击力明显有所欠缺。而且如果我来一手禁言大法，请问阁下如何应对？一边说着，林北随意的敲了2下键盘，脚本执行自动检测喷子弹幕并禁言其账号的功能。下一秒，原本还喷得贼起劲的喷子们便发现自己被拉黑了。哦哟，被拉黑了，只能看不能说，嘿嘿，我就喜欢你们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好好珍惜在外面的自由时光吧。毕竟很快你们就会去某个包吃包住、规范作息、按时劳作的地方体验集体生活了。如果因此而毁了你们的人生的话，那我真的很抱歉呢。与此同时，东海陪你过大年节目组，饭桶，一群饭桶，全网爆火的机会都摆在眼前，你们都能给我丢了。你说说你们长了那颗猪脑袋是为老先生搞的吗？我有钱有眼光，找我投资的人从那里派到了法国，我拿3个亿出来跟你玩，你当我是冤大头啊？居然给老子乱搞！一个50来岁非常富态的中年人正在大发雷霆，在他面前，节目组导演、编剧等高层一个个低着头，脑袋都快扎进裤裆了。没办法，谁让钱大富是资方呢？在资方面前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毕竟你端的是人家给你的饭碗。
钱总消消气。一个中年想缓和一下气氛，结果刚开口就被钱大富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我晓你妈卖麻花儿气，老子要的不是那种拔用没有的废话，老子要的是解决方案，懂吗？这时导演顾杰硬着头皮说：钱总，我去联系林北，只要我们能重新跟他签约，或许还能挽回一点局面。咦，我听说跟林北该约的主意就是你拍板定下来的。钱总，请相信我一次，如果失败，我自己辞职。哼！钱大富鼻子哼了口气，转身离开，其他人一个个摇头叹息的离开。顾杰一个人留在办公室里，握着拳头，脸上满是憋屈的表情。他的童年有一段不堪回首的遭遇，在他还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的时候，遇到了禽兽不如的继父，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正是因为有这段童年阴影，顾杰在看到王舒淇发帖控诉变态表哥后，才会感同身受，继而失去理智，急着做出了解约的决定。小姑女儿栽赃我玷污了她之后，陪你过大年栏目组也立刻与我解约，并且对我进行了强烈谴责。现在事情的真相水落石出，而我也通过此次事件爆火。此时陪你过大年总导演给我打来电话。摩西，林北先生你好，我是陪你过大年节目总导演顾杰。这次冒昧来电，主要是代表节目组和我本人向林先生致以最诚挚的歉意。此前我们节目组因为一些误会无奈与林先生解约，实在是对不住，还请收下这份道歉。哦，好，我收下了。顾杰眼睛一亮，没想到林北居然这么好说话，于是顾杰主动捧起了林北的臭脚说：林先生真是大人大量，既然我们双方误会消除，那是不是可以重新合作一下？我们节目组还是非常愿意倾尽全力来捧你的。重新合作？呵呵，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我只是收下了你的道歉，并不代表我原谅了你。当初是你要解约，现在又想用流量把我哄回来，请问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你们节目组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林北直接在电话里就怼了起来，顾杰被怼的脸色非常难看。林先生，您别怪我说话直，互联网的水很深，深不见底，足以淹死无数自不量力的人，运气只能让你火一时，并不能保证你一辈子火。趁现在还有点热度，尽量捞一点才是明智之举。那你也别怪我说话直，你有一个小号名叫少妇杰，你没少用这个小号在网上喷我，而且在我自证清白之后，既没有删除侵权言论，也没有跟我道歉。我们应该很快就会在法庭上见面。顾杰脸色一变，少妇杰确实是他的小号。前几天变态表哥猥亵事件上了热搜，全网无数声音在征讨林北。有过那段特殊经历的顾杰，对林北这种死变态自然也是恨得牙痒痒，所以就启用了小号放飞自我，疯狂输出。但这个小号顾杰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林先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顾杰决定装傻，不知道，呵呵，没关系，收到传票你就知道了。林先生，我确实……喂，林先生，你还在听吗？喂。顾杰的来电只是个小插曲，除了给林北贡献了10点积分之外，再无其他。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春节小长假一天一天的过着。初六这天上午，某个狠行的男人走进了龙城中级人民法院的大门，于是法院工作人员春节重返工作岗位，第一天面临的就是1年半载都见不到的刑事自诉案件。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是，这个案子被告人数居然有1000多，如此突破天际的被告人数，莫说在龙城中院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就算放眼整个龙国都是破天荒头一遭。可想而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法院上下都会连轴转。但在这个时候，林北家却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咱小区要加装电梯。从父母口中得知这个消息后，林北还挺意外的。他们家所在的这个小区是个超过20年的老小区，小区里的楼都是6层高，没有装电梯。其实这么多年，小区居民也都习惯了。但就在过年前，突然有人提议要加装电梯，不过没那么快达成共识，恰逢过年也就暂时搁置了。现在春节过去，便就是重提。是啊，据说3楼网上都已经签了同意书，就剩下我们1楼和2楼这4户了。其实加装电梯这个事情本身我和你妈是不反对的，可问题是这个电梯是装在阳台旁边的，到时候电梯一装，咱家的采光肯定会受到影响，而且电梯上上下下也会很吵。这些问题我也提过，可人家就只是敷衍2句，也没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接着林母语气不满地说，物业那边总是说加装电梯我们1楼和2楼不用出钱，只需要在同意书上签个字就行，听他们那语气好像不让我们出钱，还是我们占便宜了。闻言，林北脸色一沉，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加装电梯这事儿，总的来说肯定是个好事情，毕竟这老小区里老年人也多，上下楼都不方便。但不能因为方便高楼层就牺牲低楼层的利益吧？首先，低楼层对电梯的需求几乎为零，完了还得承受加装电梯带来的采光和噪音的问题，住着肯定会不舒服。此外，房屋价值也会受到影响。爸妈，咱家不去故意阻挠安装电梯，但也不能任人欺负。这采光和噪音的问题总得有个说法才行，要么解决问题，要么给补偿。就在这个时候，一阵敲门声响起，林母前去开门，便见进来的是个50岁左右、身形偏瘦的中年。建明哥，嫂子，过年好，这是林北吧？一晃眼都长成个大小伙了，这要是在外面碰到了，我都不敢认。中年一副很热情熟络的样子，在双方客套中，林北也是知道了这人的身份。他是6楼马大爷的儿子马俊明，平时不在这边住，偶尔过来看看老父亲。他就是这次加装电梯的主力推动者。知道了来人的身份后，林北自然也就猜到了他的来意。果然，马俊明客气了几句之后，便直奔主题。建明哥，嫂子，这次过来主要还是咱们年前说的那个加装电梯的事情。
现在年也过了，天气逐渐转暖，是时候把家装电梯的事情提上日程了。咱早一天动工，就能早一天获利。至于费用的问题，你们尽管放心，不管花费多少钱，都由我们3楼往上的几家共同承担，你们1分钱都不用出。林父林母脸色都有点不好看，马俊明一上来就把好话说了个遍，让林父林母想拒绝都不好意思开口，真是心思都让他长了。不过林北跳出3界外不在5行中，根本不吃他这一套。马叔叔，我有个问题哈，这个电梯是装在外面吧？到时候肯定会遮挡阳光，而且电梯运行的时候也会产生噪音，这些问题怎么办？这个我们楼上也是一样的嘛。马俊明的言外之意就是说大家都没意见，怎么就你们家这么多说的？加装电梯主要是方便你们高楼层的，对于你们来说利大于弊，你们当然没意见。可我们家在1楼，根本用不着电梯。你说因为这么个对我们家完全没用的东西，让我们家承担挡光和噪音问题，这不太好吧？闻言，马俊明脸色顿时一沉。小北啊，你还小，有些事情你……马俊明刚开了个口，话还没说完，便直接被林北打断。马叔叔，你看我一个小孩子都懂的事情，你肯定也懂，那你怎么不想着解决问题，就想着敷衍了事，蒙混过关呢？其实打断别人说话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但对方摆明了没安好心，林北自然也不需要讲究那么多。而马俊明听到这话，脸色愈发难看了。这小子还真是牙尖嘴利，不能被这小鬼胡搅蛮缠打乱了节奏，还得直接跟他爸妈对话。想到这里，马俊明扭头看向林父林母，刚要开口，林母便笑着说：“俊明，你先坐着哈，我去给你倒杯茶。”说着起身走向厨房，林父则是抽出一根棒棒糖递了过去，虽然礼数十足，但就是一副别看我这个事情我不管的甩手掌柜姿态。马叔叔，你别看我爸妈，这个事情我说了算，你有什么话还是跟我说吧。马俊明心里暗骂一声，却也只能开口。小北，我总听你爸妈说你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你肯定能理解我对不对？我父亲都70多了，腿脚也不好，他住在6楼，这要是下楼的时候不小心摔了，我都不敢想会发生什么后果。作为儿子，我这么做无非也就是想让自己的老父亲下楼方便一点，尽一尽孝道。孝顺父母是龙国传统美德，马俊明拿这个来说事儿，俨然已经是站在了不败之地。不得不说，这确实是很高明的道德绑架，但是很可惜他找错了对象。马叔叔，我非常理解你尽孝的心情，但我也是儿子，我也想尽孝啊。你想让自己的父亲上下楼方便，那我也想让我爸妈住的舒心不是？这外面一装电梯，我们家就变成了黑房子住着，得多压抑。而且我妈睡眠本来就不好，这以后外面电梯轰隆轰隆的，更睡不好觉了。林北两眼直视着马俊明，我完全理解你，所以加装电梯这个事情，我们也不是说就一定不同意，但这个挡光和噪音的问题摆在面前，总得有个说法吧。说了这么多，你不就是想讹钱吗？现在做父母的不出来，让小的出来顶啊！这话让林父林母都是脸色一沉，林北内心也是窜起一股无名之火。这人似乎有点给脸不要脸，难办就别办。我跟你讲道理，你就觉得我是想讹钱是吧？难道不是吗？别人都没事，就你们家意见多，又是挡光又是噪音的，说这么多还不就是想多要点钱吗？装电梯的费用都我们楼上几家分摊了，没让你们家出1分钱，就偷着乐吧，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你非要这么想，那我也没办法，你就当我是为了钱吧，反正这本来也是我们应得的。加装电梯势必会遮挡阳光，也势必会带来噪音，凭啥为了方便你们楼上的，就得牺牲我们楼下的利益？如果你要强行安装，到时候你看我会不会举报违建就完了？那你啥意思啊？就因为你们一家反对，就让大家一致同意的事情推行不下去，就让整栋楼的邻居都受到连累？别动不动一顶大帽子扣过来，我们家又没说一定不同意加装电梯，但装电梯的前提是得解决我们家的问题，不可能为了方便高楼层，就让我们低楼层无条件的迁就和退让。林北态度坚定，绝不让步。就像他说的，加装电梯没问题，方便楼上也无可厚非，但绝对不能让1楼、2楼的住户无条件忍让。这场谈话最后不欢而散。马俊明离开的时候，那张脸黑得跟煤球一样。这个马俊明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最早就是他一直在推动加装电梯的事儿。顶楼住户想要占用我家阳台安装电梯，不仅没有丝毫补偿，甚至来到我家给我爸妈洗脑。于是我毫不留情地怼了回去，并且联合底层住户一起反对。此时的马俊明接到物业曹经理的电话。曹经理，你说什么？我们这栋好几户都去你那边提交了书面反对材料，他们干啥呢？这是明明说好的事，怎么突然就变卦了？是林建民一家在中间挑的事。你先别操，还是先看看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吧。现在最大的刺儿头就是林建民那家，尤其是他儿子那个叫林北的小子，说话一套一套的，只要把他们家搞定，其他人没问题。要不召集3栋全体业主开个会，咱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这个事儿搬到台面上来讨论，我就不信他们一家人就想阻碍我们整栋楼的发展。我来安排，不过我只会出面组织，不会过多干涉你们业主之间的事情。这个我明白，我会说服他们的。于是第二天，未闻小区3栋业主们便接到物业通知，要围绕加装电梯的事儿展开一次座谈会。爸妈，放心吧，你们就安心去店里，尽早熟悉情况接手，座谈会的事儿交给我就行了。跟父母说了声，林北便往物业走去，在途中还开启了直播。身为一个兢兢业业的宿主，林北任何时刻都不会放过赚取积分的机会。今天这个场面，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林北早已有了应对的策略，直播一开，无数观众便涌了进来，纷纷跟林北打招呼，更有不少人询问起诉小仙女的事情。林北看了眼弹幕，笑着说：“兄弟们下午好啊，案子还没开庭。”
停呢。不过估计就这1周之内的事情，这2天传票应该会陆陆续续发出去了。今天开直播是有个新的情况，就是我们家住的这个老小区吧，要加装电梯，我们家在1楼。林北把大概情况在直播间里说明了一下，直播间观众立刻反应过来，当然也免不了一些网络菩萨在那边逼逼赖赖，这些坤巴话林北懒得理会，反正直播间有很多正义老哥会自发回怼，直播间里立刻上演剿匪大战。而林北则是来到了物业办公室门前，这里已经提前扯好了横幅，整的还挺像那么回事的。业主们陆续赶到，林北很低调的坐在边缘位置。很快马俊明和一对中年夫妻也到了，那对中年夫妻也是6楼的，跟马俊明父亲是对门。从父母口中林北知道了他们的名字，男的叫曹德爽，女的叫张开凤。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实在是因为这俩人的名字很容易让人想歪，而一旦歪了就再也无法直视。看到那个小子没？他就是最大的刺儿头，搞定他，咱这电梯多半也就能顺利安装起来了。曹德爽和张开凤看了眼，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娃娃，就算他再怎么牙尖嘴利，但今天这场面，我就不信他能翻得起多大浪花来。没错，我们2家拾掇他一个还不简单啊！两人说话间便看到物业曹经理走了过来。哟，大家都到了呀，那咱们就开始吧。今天这个座谈会的主题，相信大家也都清楚，就是关于加装电梯的事情。咱们魏文小区是个老小区了，很多基础设施都不齐全，现在要加装电梯，不光是响应国家号召，也是为大家谋福利的一件好事。但是现在有些不同的声音，有人对这个事情有意见，今天把大家伙召集起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还请大家畅所欲言，咱争取今天能有个结果。说完，隐晦的给马俊明递了个眼色，便坐了下去。后者收到信息，立马站起来开口。既然大家都不说话，那我先说几句。我这人心直口快，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有啥说啥。要是无意中得罪了哪位，我提前说声抱歉哈。马俊明皮笑肉不笑的打了个预防针。咱们楼某些人真的是又自私又贪婪。我为啥想装电梯？难道是吃饱了撑的，还是钱多烧的？那还不是因为我爸岁数大了，腿脚也不好，住那么高，平时想下楼晒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都做不到。我爸真的太不容易了，我就是想让他上下楼方便一点，我有什么错？可有些人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自己住低楼层是方便了，一点都不为咱们住高楼层的邻居着想。就装个电梯这么简单的事情，还非得扯什么挡光啊噪音的问题，说这么多不就是想讹钱吗？都邻里邻居的，怎么好意思张这个嘴的？一边说着，还一边往林北这边瞟。马俊明的思路很清晰，就是要集中火力对付林北，只要给他拿下了，那其他人都好说。可马俊明却没注意到这番话说出来，给1楼、2楼的业主都覆盖打击了，甚至就连3、4楼都受到波及。毕竟他们也因为钱的事情有过不同意见。马俊明这话直接让在场大部分人的心里都不舒服，看他的眼神也带着不满。马俊明话音刚落，曹德爽也站起来了。这次加装电梯，我们6楼可是出了大头的。这电梯装起来又不是只有我们6楼用，其他楼层也都能用。我们愿意出更多钱，已经是让了很大一步了。但希望某些人明白，我们做出让步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可不是为了让他狮子大开口的。曹德爽也是一脸的不乐意，他虽然还不算老，但体重眼瞅着就过200了，每天爬6楼简直就是场噩梦，所以曹德爽对电梯的需求度也很高。现在有人阻挠电梯安装，他当然心里不爽。如果我住在1楼，肯定不会像某些人那样阻挠这种造福大家的事情，更不会厚着脸皮趁机讹钱。马俊明又阴阳怪气了一句，直播间里无数观众纷纷出言打抱不平，同时也为林北感到担忧，以及好奇他会如何破局。面对这样的情况，林北稳坐钓鱼台，内心毫无波动。说来说去都是这些车轱辘话冷套路，真是一点新意都没有。都看我呢，那行吧，那我也说说我的想法。林北一点都不怯场，站起来便直言说：恕我直言，刚才那2位6楼的邻居说的话纯属扯淡。就说那位马先生吧，他一直在强调他老父亲不容易，还说自己装电梯是为了尽孝。尽孝当然没问题，但还是那句话，谁爸不义谁弥补，别把遗憾带入土。实在不行找保姆，我不当那就是主。总结一句话，严厉打击孝顺外包，自己的父母自己孝顺呗，绑架别人算怎么回事啊？无视了马俊明那愤怒的眼神和难看的脸色，林北接着说：你想让老父亲上下楼方便，你大可以自己搬过来跟他一起住啊，有你这儿子贴身照顾，老人家还怕下不了楼。林北笑眯眯看着马俊明，其他邻居也是反应过来了，顿时不少邻居都纷纷议论了起来，目光怪异的看向马俊明。此刻马俊明脸色难看，内心一阵恼火，他可不想跟行动不便的老人住在一起，照顾老人可是一件让人身心俱疲的事情。不少子女宁可出钱请保姆，或者让其他兄弟姐妹照顾，也不愿意把年迈的父母接到自己身边，就是因为这个，说1000到1万还是不够孝顺。我来照顾我爸当然没问题，但我年轻时候腿受过伤，自己爬楼梯已经很艰难了，要是背着我爸上下楼，可能我们父子俩都得从楼梯滚下去，这样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还有今天这座谈会说的是电梯的问题，你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故意混淆大家的视线。这家伙脑子转的倒是挺快，不过没关系，刚才不过是开胃小菜，
正餐才刚刚开始上桌。行，那咱就说电梯的事儿。刚才2位6楼的邻居一个劲儿的说我们这些住在低层的住户自私贪婪，还说我们讹钱敲诈勒索，我就纳闷了，凭什么我们正当诉求就要被这样定义？单元楼外面加装电梯，对于高楼层来说是利大于弊，但对于我们1、2楼住户来说，那就是弊大于利，不但没有什么用处，反而还会带来很多问题，挡光、噪音、房子贬值，这不是事实吗？凭什么你们高楼层要装电梯就得牺牲我们低楼层的权益？凭什么你们图自己方便想尽孝就得让我们让步？此言一出，弹幕纷纷表示赞同，对门赵大爷还有2楼的2户邻居都赞同的点起了头。林北看着马俊明，不过这个老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确实有必要，这也确实是一件造福大家的好事，我自然不会说因为自己的原因就强行阻挠，所以我这边有个建议，绝对能够完美解决现在的问题。我的建议就是咱们2家换一下房子。顶层住户打着尽孝的名义安装电梯，实则是想在安装电梯后卖掉房子，这小算盘真是一个接一个打的砰砰响，所有好处全都被他一人占尽，结果没想到楼下住户也不是省油的灯，一上来就要跟他换房子。我的建议就是咱们2家换一下房子，你看你父亲年纪大了，腿脚不好，那换到1楼不就正合适？无论是想遛弯、晒太阳，还是呼吸新鲜空气，随时能出门，多方便啊！你以为房子是玩具吗？说换就换，而且那就算我跟你换了房子，我爸是方便了，可只要不安装电梯，那其他邻居不还是不方便吗？谁说不安装电梯来着？电梯肯定还是要装的，而且这个安装费用我个人全包，不用邻居们出1分钱。不过咱安装电梯确实对低楼层住户有影响，所以我们高层住户对1、2楼住户每家补偿1点钱。当然，马先生你是肯定不会要这个钱的，对吧？毕竟你刚才可说了，如果你住1楼怎么样，真是高风亮节，我非常佩服。林北这次是真的被惹毛了，马俊明不光道德绑架，还当着他的面说他父母讹钱，这事儿搁谁身上谁能忍？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为了这口气捐1部电梯。林北大概了解过，这种6层楼高的老式居民楼要在外面安装电梯，20来万差不多就搞定了。对于身怀一个小目标的林北来说，区20万就是小意思。马先生，我这个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咱房子一换，你父亲下楼也方便了，我们家也没有意见了，其他高层邻居也有电梯了，还不用出钱。至于给低层邻居的补偿，平摊下来那都是小钱，我相信高层邻居也不会吝啬，这可是一举4得的好事啊！其他邻居肯定不会有意见，现在就等你点头了。现场所有人都愣住了，看怪物一样看着林北。安装1部电梯得20、30万，很多家庭可能2、3年甚至更久都赚不了这么多钱，可现在林北居然要一力承担。马俊明这伙人已经麻了，本来准备把林北架到火上烤来着，可怎么搞得现在骑虎难下的反而成了他自己？马俊明内心在怒吼，他安装电梯的目的确实是想尽孝，但也不完全是为了尽孝。马俊明认识几个做房产中介的朋友，对房地产里面的事情有一些了解。像魏文小区虽然位置还算不错，但毕竟太老太破了，房价自然高不到哪去。尤其马俊明家房子还是6楼，更加不值钱。可一旦安装了电梯就不一样了，房子价值必然能得到提升。等父亲100年之后，这房子转手一卖，不光能把安装电梯的费用补回来，还能赚不少，既尽了孝又能提高房子价值。可现在林北居然提出要换房，这电梯装好以后，1楼房子肯定会贬值，6楼则会相应增值，里外血亏1个亿。马俊明当然不乐意了。马先生，你说句话啊！现在咱3栋这么多住户，能不能有电梯用，可就全看你一个人的了。大家这么多年邻居，你可不能太自私，还是得理解一下大家的难处，体谅一下大家的需求。马先生，你脸色怎么越来越难看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要不你赶紧表个态，早点回去休息。马俊明咬牙沉默着，而邻居们一个个虎视眈眈地盯着马俊明，好像一群饿狼在看一只小绵羊一样。大家这会儿都动了心思，对于高楼层住户来说有电梯用，还不需要自己出钱；对于低楼层住户来说能拿到一些补偿，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林北的提议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当然这里的所有人并不包括马俊明。见他一直不说话，林北也没有再催促，而是看向曹德爽。曹德爽一脸真诚地向林北说：“你的建议我个人觉得非常好，完美解决了我们3栋存在的问题，也很好的为大家伙儿谋了福利。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支持和鼓励，大家呱唧呱唧。”说完直接啪啪啪的拍起了手，其他邻居也都笑呵呵的鼓掌。马俊明嘴角抽动了2下。你是真不要脸，为了省俩钱，你是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了。曹叔叔不用这么客气，其实刚才那些话我完全没放在心上，这点小误会过去就过去了。好样的，你虽然年纪不大，但做人做事没毛病，够仗义。曹德爽说完又扭头看向马俊明，老马，你看看人家林北都愿一个人承担加装电梯的钱了，你是不是也表个态？这换房子对你也有好处啊，咱大爷以后出门就是小区，多方便。对呀，老马，大家都同意，现在就剩你了，你是怎么想的？眼睁睁看着2个网友都倒戈相向，马俊明气得浑身颤抖。本来他是想发动高楼层住户逼迫林北签字，可现在变成了林北发动整栋楼住户来劝说自己同意换房。马俊明深吸一口气，急头白脸的吼了起来：“干什么呢？这是你们还要强迫我换房子啊？”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这不是在商量吗？没人逼你。就是嘛，老马，你别激动，我们咋可能逼你换房子呢？但这确实是一举多得的事情，我觉得你没理由不同意呀。马家那小孩，前2天你还上我家跟我说这个安装电梯对1楼没什么影响，
还不用我出钱，听你这口吻，这是大好事儿啊！那你怎么现在又不乐意了呢？这安装电梯可是造福大家的事情，总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就担的了吧？就是，现在这个老小区改造是大势所趋，咱要响应国家政策，你怎么还能对着干呢？众人纷纷出言，马俊明腾的一下站起来。你们这是在道德绑架林北，我告诉你，别以为你有2个臭钱就能怎么样。反正这房子是我的，我说不换就不换，法治社会，我就不信你们还能把人逼。说完之后，黑着脸甩手离开。直播间观众们纷纷表示这波爽到，也有零星几个弹幕说林北这是在道德绑架，但是刚一冒头就被怼了。小北，你别生气哈，马俊明那个人就是个牛脾气，我们会帮你劝劝他的。就是，这可是咱这整栋楼的大事，凭啥因为他一个人给耽搁了？他多大脸啊！邻居们纷纷开口劝说出来当好人，毕竟现在林北可是资方，得说2句好话围着点。林北一脸诚恳的表情，谢谢各位爷爷奶奶大爷大娘叔叔阿姨，非常感谢。在这儿呢，我也再次表个态，刚才我说换房子和承包电梯安装费用，绝对不是一时的气话，是认真的。只要马俊明跟我们家换房子，我立马联系人来安装电梯，费用全包。邻居们纷纷叫好，脸上笑容更灿烂了。回到家的马俊明在客厅里烦躁吃着棒棒糖。小明啊，座谈会的事情我听说了，要不咱就跟1楼换了房子吧。这里面很多事情你不懂，现在1楼那个小崽子就是在绑架我，他故意针对我。可我这身体你也知道，爬不了楼梯，住这么高跟坐牢有什么区别？再说换房子咱也没啥损失啊。怎么会没损失？爸，你以为1楼那么好心呢？我跟你说，那小崽子心里憋着坏呢。这电梯一装，1楼的房子立马就不值钱了，咱6楼可是会涨价的。你合计合计，这里外里的咱亏多少？马奎叹了口气，走到阳台上，看着外面的阳光，看着小区里遛弯唠嗑的老头老太太，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羡慕的神色。马俊明也挺烦躁的离开了，一直到回了自己那电梯房的家里，马俊明的火气都没降下去。你干嘛呢？这是大过年的，你发什么疯？马俊明的老婆被吓了一跳，不乐意的埋怨起来。我现在火气很大，别来烦我，道德绑架我是吧？你是不知道我认识电视台的人，我这就找人曝光你，我让你们全家在一线都抬不起头来。就在这时，一个20左右的年轻人从卧室出来。爸，你快看，你上热搜了。马俊明连忙从儿子马帅的手中接过手机看了起来，越看脸色越难看。这是一段直播录屏，马俊明一眼就认出了自己，这不正是座谈会现场吗？视频下面还有一行黄色的字，俨然已经登上全省热搜榜的第1。这个视频点赞量近10万，评论区也是非常热闹。看着评论里清一色的在骂自己，马俊明气得脸都绿了。爸，你别生气，千万别气着自己。我跟他没完。他本来想找电视台帮忙曝光来着，结果对方居然率先一步曝光了。事情已经这样了，要不咱还是同意换房子吧？你也来逼我？爸，我不是逼你，实在是咱跟林北斗不起。他最近特别火，都上过好几次热搜了，而且我听说他还要起诉全网啥的。张三老师就是他的律师，咱怎么跟他们斗？难道就让他这么欺负咱们？这时旁边的老婆也加入进来劝说。老马，这个事儿呢，我听明白了，我也觉得换就换了吧。我知道你肯定要说房子贬值的事儿，可咱又不是搞房地产的，而且就那套房子总共也不值多少钱，贬不贬值的真没多大影响。关键现在那房子是你家老头在住，你让他选，他肯定更乐意住1楼。网上的舆论是个很大的影响因素，谁也不想以后出门被人在后面戳几两骨，指指点点说3道4的。所以老婆孩子都在劝说。马俊明很愤怒，但也有浓浓的无力感。林北，你个王八蛋！小时候你骗我进小树林，你对我做那种事。小姑女儿污蔑我让她看了大宝贝，引得全网喷子对我疯狂攻击。真相水落石出后，网络喷子不仅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于是我将1000多人同时告上法庭，并且花费1元钱请法外狂徒张三代理了我的案子。在无数人翘首以盼中开庭的日子终于到来。这天一早，林北便和张三来到了省城龙城网中级人民法院而去。大老远的就看到门口乌泱泱一大群人，不用想肯定是本案被告及其家属代理人。从五湖四海而来，云集龙城，当然这种大场面肯定少不了看热闹的吃瓜群众，还有不少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冒着风雪抓热点，大几千人直接把法院门前这条街堵得严严实实。好在中院早有准备，提前向公安局申请支援，在周边部署了不少叔叔来维持秩序，甚至还有2辆救护车在隔壁街道待命，可以说准备的相当充分。看着这人山人海的景象，林北调整手机角度，把这个大场面都呈现在直播间里。直播间观众都被这大场面惊呆了，还有不少人提醒林北赶紧溜，或者从后门进法院。对此林北只是笑了笑，我有什么好怕的？该害怕的是他们才对，咱就光明正大从正门进，我倒要看看怎么个事儿。快看，那个人好像林北，像个坤巴，那就是林北。你个小崽子还敢过来？我闺女是打你了还是骂你了？不就那么屁大点事儿吗？大老爷们能不能大方点？林北瞬间就被无数激动的人给围起来了，唾沫星子四处飞溅，甚至还有人推搡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本案原告林北先生已经出现在法院门口，他被无数激动的被告人家属围起来了。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就好像闻着荤腥味的猫一样，开始报道和拍摄这边的场景。这时，一个大妈扯着嗓子嚷嚷起来：“不是，我就奇怪了，我闺女又没怎么找你，你用得着跟条疯狗一样咬着不放吗？你知道我闺女是一本大学毕业吗？你知道她有多么光明美好的未来吗？”这大妈一看就是有过多次大赛经验的职业选手，在她那个十里八乡多半也是名声在外，那张嘴就跟加特林成精了似的，语速贼快。好在林北也不是简单角色。这位大妈，你是出门走得急，把脑子落家里忘带了吗？你女儿什么大学毕业，有多好的未来，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知道她网暴我，给我的身体和心理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伤害。她的行为触犯了刑法，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还重点大学，光明未来，少在这里做梦了。我告诉你，这个号算是废了，建议你回去之后抓紧时间练个新号吧。你个黑心肠的铁畜生，你简直不是人！你这么祸害我闺女，你也不怕遭报应？说着张牙舞爪的就要往上扑，就在这时几个叔叔挤了进来。为首的国字脸叔叔挡在林北面前。我是龙城市局刑警队支队长陈峰，你们这么多人围在这里想干什么？知不知道聚众闹事、威胁恐吓是什么性质？各位大部分都是远道而来，难不成想来个龙城拘留所15日游？众人立马冷静下来了，吞咽口水的声音不停响起。行了行了，都散了吧，别挡着法院大门。众人只能不情不愿的退让。陈峰手下警员则是分散开维持秩序。看到这一幕，直播间无数人拍手称赞：小伙子，你也真够胆子大的，就这么水灵灵的走过来了。不是我胆子大，而是我行得正，坐得端，所以没什么好怕的。更何况不是还有叔叔同志在吗？看到你们在，我就很安心。哈哈，你这小伙子我喜欢。好了，快进去吧。林北到了声谢后，举着手机和张三走进了法院。由于本次庭审被告人数众多，所以法院选择了不公开庭审，还关闭了旁听通道。林北的直播自然也是不被允许的。在进入审判庭前，他就跟直播间观众说明了情况，然后下播。临近10点，审判庭前方大门被推开，几个法警率先走进来，随后5个穿着法袍的人大步流星走进来，他们便是本案的合议庭成员。审判长是中院院长苏贯彻，4个审判员分别是几个庭的庭长，这样的一庭阵容堪称强大。老张，好久不见。审判长苏贯彻来到林北和张三面前，笑着打招呼。是啊，好久不见。不愧是法外狂徒，这人脉就是牛，跟中院的院长都这么熟。你呀，总是能给我玩出点新花样。瞧你说的，我只是个代理人，我只为我的当事人服务。苏贯彻看向林北，目光有些复杂。小伙子，好样的！这个社会需要像你这样较真的人。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不仅仅是为了维权和出气，也是想为肃清网络乱象、杜绝网络暴力出一份力。好，说得好。苏贯彻赞许的点点头，他是越来越欣赏这个年轻人了。不过现在已经到了开庭的时间，苏贯彻便返回法台，法锤敲响，正式开庭。一众被告在法警的押送下涌入审判庭。考虑到这个案子被告人数突破天际，没有那么大的审判庭可以容纳1000多被告同时出庭接受审判，因此龙城中院采取了分批次审理的策略。第一批次13个被告是本案情节最严重、性质最恶劣的13个人，史称13鹰。13鹰在法警的指挥下依次进入审判庭，走上被告席位。朱菲菲和李茉莉赫然便在其中，但并没有王舒淇。这场庭审是针对诽谤罪的，王舒淇被起诉的罪名可不单单是诽谤罪，还有寻衅滋事罪。他的案子被安排在诽谤案审理结束之后另行开庭。此刻被告们也看到了林北，顿时都激动地骂起了林北。都上法庭了，居然还能骂得出来？庄严肃穆的审判庭都被他们搞得跟菜市场一样。对此林北并未动怒，只是稳坐钓鱼口。果然，苏贯彻重重敲响法锤，请被告注意法庭秩序，不得喧哗吵闹，辱骂其他诉讼参与人。今日依照刑法第246条之规定，龙城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依法公开审理网络诽谤、网络暴力一案，由我苏贯彻担任审判长，并依法组建合议庭。现在正式开庭。随后，苏贯彻按照程序询问林北是否愿意调解。我林北拒绝调解，并请求合议庭对被告从重判处，以彰国法，以正视听，以安民心。调解是不可能调解的，这辈子都不可能调解的。只有把这些网络喷子小仙女都送进去吃公家饭，才能心情舒畅。下头男，你这么害我，你会遭报应的。被告们纷纷开骂，但很快便再次遭到法警镇压。审判长，被告的态度你也看到了，没有丝毫认罪悔罪的意思，这种人简直罪有应得。苏贯彻深深看了林北一眼，正式进入庭审。张三率先举证，他准备的证据不多，但绝对够用。本身这种网络诽谤的案子就比较简单，最关键的证据就是被告的侵权言论，当然是做过证据公证的，保证真实合法有效。此外还有一些辅助证据，张三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这些证据虽然简单，但环环相扣，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说无懈可击。怪不得业内没有人愿意当张三的对手，输赢是小事儿，关键是他总会把你按在地上反复摩擦，甚至是让你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干这个。伴随着一道法锤落下的声音响起，所有辩护律师齐刷刷松了口气，这场煎熬终于是结束了。再继续下去，他们真的要怀疑人生了。接着便是被告人的最后陈述，这也是被告最后的机会。只可惜13人突出一个桀骜不驯，在这个环节依旧没有人服软道歉。最后苏贯彻看向林北，原告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
受到网暴以来，本人每天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非常焦虑，精神状态极差，日常生活也受到很大影响。本人恳请合议庭能够重判严判。苏贯彻缓缓点头。自此第一批次被告审理结束，不过并没有当庭宣判。这次案子备受关注，判决自然也得慎重，需要所有案子全部审理结束之后，再经合议庭慎重研究讨论，才会给出最终的判决结果。下午庭审继续，第二批次被告36人。这下午的庭审跟上午完全是两种风格，像13英那么桀骜不驯的毕竟是极少数，大部分被告其实都是网络上的巨人，现实中的矮子。于是审判庭上演大型喷子道歉奇观。我以后再也不敢在网上乱骂人了，求法官大人网开一面，饶了我吧。林北哥哥，人家知道错了，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就大度一点嘛，大不了我给你个微信好友呗。这些被告们在法庭上痛哭流涕的恳求原谅，但林北内心毫无波动。虽然他们看上去挺可怜的，道歉认错也还算诚恳，但林北并不准备原谅任何一个人。他很清楚他们之所以这样，并不是真的知道错了，只不过是对于刑事处罚的恐惧而已。说白了都是鳄鱼的眼泪，不值得同情。反正林北的态度非常简单，不管被告是谁，也不管对方怎么求饶，就一个字：拒绝调解，该怎么判就怎么判。这场庭审虽然法院已经采用了比较高效率的方式，但毕竟1000多号人，还是挺费时间的，足足4天才总算是审理结束。小姑女儿栽赃我玷污了她，引得无数网络喷子对我疯狂攻击。殊不知我早就收集了所有证据，并且将她送上了法庭。法外狂徒张三得知此事后，以1元钱的律师费成为了我的代理律师，并且在法庭上大杀四方。而法官王舒淇这边，爸妈都进了看守所，爷爷进了医院，根本没人管他，甚至都没人给他请律师。没办法，只能申请法律援助。王舒淇的法援律师是个拿到执业证2年半的新手律师，没有多少办案经验，更没有跟强者交过手。这次纯粹是赶鸭子上架。王小姐，我跟你说，这个案子对你很不利，所以我们只能采取最轻辩护的策略。待会儿上了法庭，你要做的就是认罪认罚，赔礼道歉，一定要拿出你的态度来。后者敷衍着，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根本听不进去一点。王舒淇刚走进审判庭，便瞪着林北大声吼了起来：林北，你个王八蛋，我到底怎么得罪你了？你要这样害我？我害你？你可不要乱说话，我什么时候害你了？你还不承认？我去找你那天，你偷拍了视频，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故意等着事情闹大了你才跳出来自证清白，不就是想让我量刑更重吗？你在这儿装什么傻？你不光害我，你还害我爸妈，我们家彻底被你毁了。王舒淇声音异常尖锐，鲍荣兴见此情形暗道一声不妙，疯狂给王舒淇使眼色，想让她冷静一点。可王舒淇此刻已经彻底失了智，就跟过年的猪一样，按不住，根本就按不住。呵呵，难道我拿刀架你脖子上逼你写小作文冤枉我的？你不光污蔑我侵犯你，后来还说我逼你霸凌同学，你可真是老母猪戴胸罩，你一套又一套啊！你差点让我身败名裂，你怎么好意思舔着个脸在这儿说我害你啊？王舒淇喘着粗气，眼眸中流露着怨毒的神色。可你不是没事吗？再说我们可是亲戚啊！我之所以没事，那是因为我无意中拍下那天跟你说话的全过程，否则只怕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至于亲戚，当初你故意散布谣言抹黑我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我们是亲戚？现在站上被告席了，即将被审判了，你想起来我们是亲戚了？呵呵。王舒淇瞪着俩眼珠子还要开骂。王小姐，冷静冷静啊！法官都进来了。王舒淇一扭头便看到5个穿着法袍的人推门而入，走上法台，一个个表情严峻，神情肃穆，散发出强大的气场。王舒淇咽了口唾沫，连忙跑回被告席位坐了下去。紧接着法锤敲响，正式开庭。庭审开始后，张三率先举证，完整的证据链形成闭环，无懈可击，力证王舒淇成立诽谤罪和寻衅滋事罪。被告人系同一行为触犯多条罪名，符合想象竞合，不胜数罪并罚，应择一重罪，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王舒淇脸色变得煞白，连忙扭头看向旁边的辩护人。不愧是法外狂徒张三老师，果然很厉害。刚开局就让我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但我鲍荣兴也不是吃干饭的，苦学法律多年，只为求得今日一鸣惊人。张三，接招吧！鲍荣兴目光骤然变得坚定无比。我方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但不认可其证明力度。我方当事人对诽谤罪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愿意向被害人认错、道歉以及赔偿损失。但是我方当事人并不成立寻衅滋事罪。根据刑法第293条的规定，寻衅滋事罪有4种行为：随意殴打他人、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并且都需要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而我方当事人只是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发帖，其行为固然构成诽谤罪，但并不符合上述4种情形。因此我恳请合议庭判定我方当事人寻衅滋事罪不成立。听到这里，林北不由得暗暗摇了摇头，学艺不精啊，哥们，这不纯送菜吗？鲍荣兴刚说完，张三便站了起来。你刚才在那里列举了半天刑法中关于寻衅滋事罪的规定，说得很对，但如果我拿出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网络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请问阁下如何应对？解释第5条明确规定，编造虚假信息、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符合你刚才说的寻衅滋事罪第4种情形，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想起来了，当年司法考试的时候貌似就考到这个来着，但好像应该
也许大概不是这么解读的吧。虽然这个司法解释确实有这些内容，但我认为公共秩序指的是公共场所秩序。我方当事人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帖，这个并不算。结果话还没说完，便被张三打断了。别说了，这个法条不是你这么理解的。鲍龙星当时就不乐意了，有些不服气。我承认你很牛，但法庭辩论又不是论资排辈，而且我明明记得就不是这样子啊。想到这里，鲍龙星梗着脖子。张三老师，虽然您很厉害，但不能这么武断吧？我认为我并没有理解错。你就是理解错了，这法条就是我参与起草编撰，我来给你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公共秩序并不单指狭义的公共场所秩序，也包括网络秩序。而此时的林北已经完全惊呆了，己方律师居然拥有法律最终解释权。好家伙，学法律的碰上编法律的，这你跟谁说理去？我觉得我方当事人发帖之行为，并未达到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程度。反对辩护人所说被告人之行为，并未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言论。被告人发布第一条视频，通过伪造的视频诬陷我方当事人猥亵，浏览量过千万，在网上引起极大关注和讨论度。被告人发布第二条视频，声称其在中学时代霸凌同学是被我方当事人威逼的，再次引起巨大反响。相关话题在各大平台冲上热搜，并由此引发了一场针对我方当事人的网络暴力。仅仅是达到刑事犯罪标准且并未道歉而被提起自诉的就超过1000人，这般程度如果还不算严重混乱的话，那么请问到底要怎样才算严重混乱？此外，被告人先后2次发帖的行为也足以证明其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性，因此被告人成立寻衅滋事罪。辩护律师方才所言简直是一派胡言，这种逻辑不通强词夺理的话就不应该从一个法律人的嘴里说出来。如果我有罪，请让法律审判我，而不是让张三血虐我。他很想撂挑子，但是没办法，只能强行硬着头皮继续辩论。虽说勇气可嘉，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鲍龙星的所有辩护策略刚一提出来，立刻就会被张三无情驳斥，完全就是降维打击。苏冠彻都看不下去了，宣布法庭辩论结束。听到法锤的声音，鲍龙星感动的差点哭了。从未有任何一个时候感觉法锤声如此动听。接下来就是原被告双方的最后陈述。林北的陈述词很简单，反正就是说自己遭受网络暴力，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精神压力很大，请求合议庭从重判处之类的。接着轮到王舒淇，我认罪，我确实诽谤了林北。听到这话的林北一脸的意味，居然认怂了，这可不像他风格啊。结果下一秒王舒淇话锋一转，可是抛开事实不谈，难道他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是林北先在家庭聚会上骂我们一家的，如果他不犯贱，那我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就诽谤他。而且我严重怀疑林北早就知道我要干什么，否则怎么解释他拍的视频？这分明就是在钓鱼执法。还有林北明明有证据，早点拿出来不就没事了吗？偏偏要等到话题上了热搜才出来自证清白，不就是要故意加重我的罪名？他这就是故意害我。王舒淇神情激动地扯着嗓子大喊，就因为林北，全网都在骂我，我受到的网暴比他严重多了，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啊！如果我是寻衅滋事罪，那他凭什么不是？他凭什么一点责任都没有？我不服，我不服！林北，你个王八蛋！被告人，请注意你的情绪。苏冠彻出言提醒，结果下一秒，你不要给我哇哇叫！顿时全场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愣住了。林北此刻也是亚麻呆住了，眼睛瞪得溜圆。原本以为吕布已经天下无敌，这是谁的部将？至于鲍龙星则是一脸的生无可恋，被大魔王 boss 血虐一场就算了，临了还被对手被刺一刀。法台之上的苏冠彻脸彻底黑了，他还从未在法庭上被人指着鼻子吼过，从未见过如此胆大包天之被告。被告人，这里是法庭，不得喧哗吵闹，请遵守法庭秩序。然而王舒淇已经彻底杀红眼了，完全无视了苏冠彻的警告。如果我不遵守，你拿枪来打我仨，你有本事拿枪来打我仨，我会判你审判长。行，真行。敬你是条汉子，我不跟你吵，我记到小本本上。苏冠彻脸色阴沉地敲响法锤。经5日连续开庭，本案到此已经全部审理完毕。接下来合议庭会认真分析，仔细研究，酌情考量，3日后开庭宣判。现在休庭。说完直接起身离开。我还没说完，凭什么闭庭？回来，你给我回来，别碰我，非礼了！王舒淇大抵是疯了，彻底失去理智，最后被2个法警强行架了下去。小姑女儿栽赃我，玷污了她，引得无数网络喷子对我疯狂攻击。殊不知我早就收集了所有证据，并且将她送上了法庭。法外狂徒张三得知此事后，以1元钱的律师费成为了我的代理律师，并且在法庭上大杀4方。苏冠彻吊着硕大的眼袋站在法台之上。龙城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于本次大型网络诽谤、网络暴力一案已审理完毕，经合议庭研究讨论、核定裁量，现作出如下判决：全体起立。审判庭内顿时乌泱泱站起180号人，此刻所有被告都是心情忐忑、神情紧张。被告人王舒淇在网络上发布不实信息诽谤他人，对被害人造成严重伤害，并严重扰乱网络秩序，依据刑法第246条、第293条之规定，
构成诽谤罪、寻衅滋事罪。因其是同一行为触犯2条罪名，则以重罪，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判处有期徒刑5年，承担原告所有诉讼费用。被告人朱菲菲依据刑法第246条之规定，构成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被告人李茉莉构成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开局就是4个2代俩王，本次网络诽谤、网络暴力案的3个罪魁祸首，分别得到了各自罪名的顶格刑罚。他们的性质实在是太恶劣了，就算请来再牛批的律师也回天乏术。有如此下场，只能说罪有应得。但对于王舒淇来说，他的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林北从县派出所老吴的口中得知，针对王舒淇校园霸凌事件，县公安局已经立案，他们还找到不少当年的受害人和知情者，正在对这一情况进行调查。校园霸凌虽说比不了杀人放火、抢劫、强奸这种恶性犯，但绝对是让人深恶痛绝的事情。因为受害人都是孩子，身体上的创伤还是小事，更要命的是精神上的创伤，可能会产生伴其一生的阴影，甚至整个人生因此被毁。当初林北利用朱菲菲和李茉莉之手，将王舒淇霸凌的证据曝光在网络上之后，便引起了民愤，无数网民呼吁严惩霸凌者。于县公检法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自然不敢等闲视之。现在霸凌事件的调查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估摸着还没等王舒淇被遭到监狱，就得重新站上法庭被告席再接受一次审判。对此，林北只是抚掌一笑。天作孽有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一道道判决被当庭宣读，化作一柄攻城巨锤，狠狠地砸在相应被告的胸口。一道道哭泣、悔恨、懊恼、惊惧的声音接连响起，不安的情绪在被告群体之中迅速传播蔓延，越来越多的被告哭了起来，有人甚至腿发软瘫倒在地。苏冠彻没有理会被告们的情绪，继续宣判。被告人王丽菲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期1年执行。部分被判了缓刑的被告在那边沾沾自喜，你们高兴得太早了。缓刑虽然不用坐牢，但其滋味比坐牢也好不到哪。毕竟缓刑也是刑事处罚的一种，主要目的是为了惩戒和改造，又不是让你享受生活的。国家还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来对缓刑犯进行约束，各种条条框框。总而言之，缓刑犯名义上是不用坐牢，但实际上不过是换了个更大的牢房而已。一份份判决书宣读下来，苏冠彻说的口干舌燥，嗓子眼跟着了火似的。后面换了一个审判员继续宣读，早上开始，傍晚结束。1317份判决书终于宣读完毕，判刑最重的毫无疑问是王舒淇，5年有期徒刑冠绝全场。此外就是全坛13英清一色3年有期徒刑。这个案子所有被告全部罪名成立，全部获刑无一例外。至此，这场轰动全网的网络诽谤案终于是落下帷幕。当然，光判刑是不够的，这些被告还得承担林北起诉自己所产生的诉讼费用。这次的案子虽然是集中审理、集中宣判，但其实并非一个案子，这些钱是林北出的，但现在需要被告们承担。此外，超过一半的被告还需要向林北赔偿数额不等的精神损失费、名誉损失费。林北粗略算了下，这场官司打下来，他不但能把支出的诉讼费用全部补回来，还能净赚大几百万，这就叫以战养战。林北刚准备离开时，脑海中突然响起熟悉的电子合成音。SSS 加级别的奖励，这不得来个大惊喜！第一个奖励是平平无奇的300万现金，已经存入林北的银行账户。林北看着疯狗泉这洋洋洒洒的介绍和要领，他都有点心惊肉跳。这玩意儿可不是闹着玩的，要么不施展，一旦施展出来了，至少都是个重伤。不过倒是正合林北的心意，他这性子注定会得罪很多人，难保不会有失了智的铤而走险，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现在好了，有疯狗泉傍身，加上强化体质，这安全感杠低。林北长出一口气，平复了下激动的心情，查看下一个奖励。林北瞳孔一缩，价值1亿的车，我的乖乖，简直难以想象是何等神车。林北连忙伸手入裆掏了下硬邦邦，拿出来一看，果真是个车钥匙，上面2个2重叠在一起，奢华高档，散发着令人着迷的光泽。林北吞咽了下口水，连忙奔着东出站口而去。东出站口 P 站主播大鸡巴龙七一边往外走，一边用手机开启了直播。他是个健身主播，人如其名是个大鸡巴，在 P 站有大几百万粉丝，大部分都是男性。这次专程从孔子故乡乘高铁来到龙城，是因为跟另一个健身主播小金巴吵架，准备来一场线下真人 P。两人在网上吵架，赚足了有头账户无数，现在终于到了线下真实的时候，热度直接达到顶峰。兄弟们，看看这是哪儿？龙城，哥们玩的就是真实，我现在就去找他看看怎么个事儿。这龙城经济就是不行，你看看这马路边停的都是些啥破车，给狗狗都不要，让我来打个车。龙七正吐槽着呢，突然看到了什么，一瞬间眼睛瞪得像铜铃。这是啥车？老还有这款车型啊？龙七调整了下手机，一辆劳斯莱斯出现在直播画面中，在一众出租车、网约车和私家车中间，这辆劳斯莱斯如同帝皇一般气场无敌。直播间里众人议论纷纷，现场也是发出一声声惊叹。不管是来揽客接人的司机，还是出站的旅客，都被这辆车吸引了目光。林北远远的已经看到了自己的爱车，眼睛一亮，迈步走。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辆收废品的脚蹬3轮车因为雪地打滑失控，斜着冲向劳斯莱斯。虽然骑车的大爷已经在很努力减速和控制方向，但还是没能阻止得了。3轮车的车斗撞在了劳斯莱斯的左前方，原本还围在旁边的人瞬间就没受伤。汽车大爷顾不上疼，手脚并用从地上爬起来，看着面前这辆被撞出明显痕迹的车，哆哆嗦嗦的。虽然他不认识劳斯莱斯车标，但对于一个以拾荒和收破烂为生的孤寡老人来说，1个亿的车和10万的车没啥区别，都是天价。另一边亲眼目睹爱车被拿一血的林北，心疼的倒吸一口凉气，连忙加快脚步。
步。可就在林北刚刚走到近处，正准备说什么的时候，围观人群中一个青年突然挤到前面。哎呦我的车哎！杜明亮夸张的怪叫一声，连忙跑到车前方，猫着腰伸手摸了摸剐蹭部位，一脸肉疼的表情，然后猛地起身瞪着老大爷就吼了起来：“你个老东西，这么宽的大马路你都能刮到老子的车，眼睛长到屁股上了！”林北眉头一皱，停下脚步静静看他表演。老大爷吓得整个人都哆嗦了一下，站在风雪中显得非常窘迫。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刚才实在是太滑了。杜明亮猛地一摆手：“行了，你也别跟老子废话，赶紧赔钱。”那要赔多少钱？杜明亮摩挲着下巴，眼珠滴溜溜一转：“你就赔个10万吧。”啥？10万8？这可是劳斯莱斯小金人，豪车中的豪车。我这车值多少钱？说出来都怕吓死你。行啊，有点意思啊，原来打的是这主意。林北想了想，没有声张，继续抱着胳膊冷眼旁观。他倒要看看他还能干出什么事儿来。老大爷摘掉手套，颤抖着拉开又脏又破的腰包，从里面掏出一把皱巴巴的纸币，最大面额也才50，更多的是1块10块，看着挺多，但实际数额撑死100出头。老板，我实在是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你看这钱你先收下。剩下的话还没说完，便被杜明亮暴怒的声音打断：“你打发叫花子吗？这么点钱够干啥的？”老大爷气得浑身颤抖：“老板，车是我撞的，我肯定认，可我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呀。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写个条子，剩下的钱我努力卖废品还你。”写条子有啥用？回头你找个地方包起来，我上那儿找你去。杜明亮都要骂娘了，他其实是扒手，干的就是偷鸡摸狗的事情。今晚成功了几单，收获还行，正准备去老地方找个适龄女青年来一场彩礼日结的恋爱，结果正好瞅见停在路边的豪车被剐蹭，杜明亮就动了歪心思，想冒充车主搞点钱。这可是劳斯莱斯，这么撞一下让对方赔个10万8万，对方都得千恩万谢。可谁曾想肇事者偏偏是个穷光蛋，杜明亮异常烦躁。算了，看你这穷样，你给我拿1万，这事拉倒。杜明亮一副大方的样子，其实心里已经有点着急了。这种事情必须速战速决，这么拖延下去，要是真正的车主回来，他这个李鬼可就尴尬。所以杜明亮只能退而求其次，少要点钱。老板，你是好人，你真的是天大的好人。老大爷将身上的钱拿给杜明亮，但就在这时，一只手突然从旁边伸过来，一把扣住他的手腕。老人家也不容易，就别赔钱了，走吧。由于时长有限，创作不易，想提前看下一集的，可以点击左下角，感谢各位义父的支持。神豪系统奖励我1辆劳斯莱斯。开心的我立马直奔新车，结果居然有人在我的车旁敲诈老人。随后我上前制止，却被众人群嘲，气得我直接掏出钥匙启动汽车，顿时旁边的人都不敢出声了。我说他不用赔钱，有问题吗？林北见众人纷纷低下头，也并未说什么，而是眼睛一转看向杜明亮。那个啥，兄弟，我谁是你兄弟？别跟我这儿套近乎，我可从来不会跟像你这种心术不正的人做兄弟。还有，这车什么时候过户成你的了？我这个车主咋不知道？误会，这都是误会。那啥，是我看错车了，我还以为是自己的车被撞了，一时着急没注意看，实在是不好意思。那个老头，我也跟你说声抱歉。说完，杜明亮便想离开，但林北又岂会这么简单放过他？一个箭步拦在杜明亮身前。哥们儿，你犯法了知道吗？这就想走，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谁帮忙报个警？小逼崽子，你他妈想死是吧？滚开！纹身，黑社会。而此刻，杜明亮看到有人在打电话报警，顿时就急了。今晚的收获就全在身上装着，这要是被警察逮了，那不得遭老罪，不能继续耽搁下去了。突然，杜明亮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刀，飞快甩动起来。小瘪三，我劝你别跟我硬碰硬，赶紧给我滚开！一看他动刀了，围观群众顿时大惊，连忙往后稍了稍，而林北却丝毫不慌，伸出右脚轻轻一勾，一根斜着搭在3轮车上的螺纹钢飞了起来。他顺势一握，你很会打吗？但是会打有屁用？出来混要有常识，要讲法律的。你是真不知道昆山龙哥是怎么没的？我来你是见义勇为，你动我是故意伤害，我再反击那叫正当防卫。说干死你是吹牛逼，但一失手也没准，而且我还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出来混也要懂点法律常识，好不好？杜明亮狠狠咽了下口水，看看林北手里的钢筋，再看看自己手里的小刀，瞬间没了脾气。而此刻在一旁的龙七看到此景，这可是个吸粉出风头的好机会，见义勇为绝对是这个社会上最正能量的事情之一，一夜爆火就是现在。突然只见龙七攥着拳头就往上冲，结果架还没打上，脚下一滑就跟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而几乎在龙七摔倒的同一时间，杜明亮居然真的对林北动刀，老子弄死你！杜明亮瞪着眼珠子大吼一声，持刀就往上冲。别过来，你别过来，不要伤害我！突然他目光一凝，抡圆了钢筋就往杜明亮的小腿上砸，瞬间便听到了骨裂的声音，接着杜明亮惨叫一声，到了小腿栽倒在地。同时衣服口袋里掉出来5台手机、2个钱包。我操，爆装备了！没过一会，高铁站驻站警察赶到，了解情况后便将杜明亮带走。就在警察处理杜明亮的时候，小伙子，我撞了你的车，我得给你赔钱啊！林北笑了笑，没有收钱，而是拎着钢筋来到3轮车旁，单手把车扶起来，然后把3轮车砸了一下。大爷，你撞我的车，我砸你的车，咱们扯平了。林北说完便把钢筋扔到了车里。小伙子，你是好人，谢谢，真的谢谢你了。随后林北和其他旁观者被带去了警察局做笔录。做完笔录后，林北正准备离开，却看到那个拾荒老大爷站在大门口路灯下。随后林北便上前询问：大爷，这大冷天儿的，你怎么还不回去啊？小伙子，我撞了你的车，
你没让我赔1分钱，我这心里过意不去啊！这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的钱比大风刮来的还容易呢。行了，大爷，真不用你赔钱，我来钱比你容易，这点小剐蹭对我来说不是啥事儿，别放在心上。可老大爷还是坚持要给钱，林北实在拗不过他。要不这样吧，我晚饭还没吃呢，要不你请我吃碗面，这事儿就过去了，行不？那好吧。但是这高铁站的物价实在是高的离谱，林北也体谅老大爷赚钱不容易，便没有选择就近吃饭，而是开着自己的劳斯莱斯辅以，载着老大爷在几公里外找一家和了面馆。至于大爷的3轮车就先放在派出所这边。通过交谈，林北也是知道了老大爷的一些基本情况。他叫冯永信，今年70高龄，无亲无故，无儿无女，是黄河收废品，卖废品为生。就在2人吃着面的时候，一阵夹着杂音却非常响亮的手机铃声响起。冯大爷从大衣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厚厚的山寨手机接通电话。喂，钱呢？什么时候寄过来？这都开学1个多星期了，学校一直催着交学费呢。你再拖着不给钱，我家孩子可就只能出去打工去了。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通过山寨手机的扬声器传出来，而坐在对面的林北却都听得清清楚楚。不能让孩子去打工，现在这年头读书上学才是唯一的出路。你让孩子出去打工，可能他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我也不想啊，可现在学费凑不齐，我有什么办法？你当初可是承诺要供我家孩子大学毕业的，现在他才高3，正是最关键的时候，你不会舍不得给钱了吧？你千万别多想，这个学费我肯定会想办法凑齐的。村里有些年轻人过几天就要去南方打工去了，你最好赶紧把钱给我寄过来，要不我就让我家娃跟他们一起出去打工。说完就直接挂断了电话，转头只见冯大爷眉头紧锁，一副焦急的样子。冯大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原来他这几年一直在资助一个贫困学生，除了学费之外，对方家里经常打电话过来要钱买生活用品，基本上冯大爷手头刚有点钱，没等捂热呢就被要走。他之所以过得这么穷苦，也是因为这个。不能让孩子辍学。小林，你肯定上过大学吧？你比我更清楚读书的重要性。那孩子还没成年，早进入社会，很容易走上歪路的。而一旁林北却皱起了眉头，冯大爷的善举让人打心底钦佩，可刚才电话里那个女人的声音却让人非常不爽，语气里对冯大爷没有半点尊重，仿佛冯大爷欠他的一样，甚至还以送孩子去打工这件事来威胁冯大爷。要不是亲眼所见，林北万万不敢相信世界上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冯大爷，你是一片好心，可刚才那女人的态度，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来讨债的呢。我也知道她态度不好，但不管怎么样，孩子是无辜的，总不能因为他妈态度不好就让孩子没学上吧。可是不管怎么样，也不能任由他们这样吸你的血吧。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我就不相信夫妻2个人还供不起一个孩子上高中。咋了？他们是没手没脚，还是身患绝症，或者是遭过啥天灾？这倒是没听说，我只知道他们家很穷，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他们就算再穷，好歹2口子挣钱，怎么好意思动不动就张嘴跟你要钱的？而且刚开学哪用得了8000块？冯大爷，你也只是好心资助，这样下去，他们的胃口只会越来越大的。小林，你说的我都懂，可读书几乎是那孩子唯一有可能改变命运的途径了。我反正都半截入土的人了，手里头留着钱也白瞎，倒不如拿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这钱花在孩子身上，总好过浪费在我这个糟老头子身上。这一刻，林北看到冯大爷身上有光，而正是这道光让他做了个决定。冯大爷，你也别为了钱的事儿着急上火的。这样吧，明天我跟你一起去这个孩子家里看看，如果确实困难，那这个钱我替你出了。怎么能让你出呢？算我借你的。最后林北也没说啥，反正明天实地考察一下见分晓。次日，林北在某租车公司租了辆牧马人，他接了冯大爷便直接出城，一路往西而去。开了1小时后，2人便到了一个叫黑水的贫困县。冯大爷资助的贫困生名叫朱旺，就在黑水县唯一的高中读高3，据说成绩还挺好，有很大机会能考个1本，所以冯大爷才更加不想看到他中途辍学。到了黑水一中，林北以贫困生资助人的身份见到了副校长。2位好，我是副校长贾光明，请喝茶。贾校长你好，资助人是我这边这位冯大爷，他资助的对象是一个叫朱旺的高3学生。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了解这位同学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我们也会伸出援助之手。贾光明表情一阵错愕，没想到资助人居然是这个穿着破破烂烂的老人，他一时肃然起敬。原来如此，失敬失敬，2位请稍等。小李啊，你给我调一下朱旺的档案，再把他班主任喊来。随后3人便聊起天来。没过多久，小李便敲门而入，但是脸上的表情却有点怪异。校长，我在档案库里没找到朱旺的档案，还登录学生系统里查了下，压根就没有这个学生的入学记录。大爷资助的孩子态度恶劣的要完钱后，我直接找上门，结果发现他们一直在骗大爷的血汗钱，气得我直接与对方大战800回合。你们就等着吧，我要把你们都送进去。档案和记录都没有，你的意思是我们学校压根没有朱旺这个学生？是的，校长，他根本就没有在我们学校办理入学。什么？后生，你是不是搞错了？那孩子叫朱旺，他今年读高3，过年前期末考试全年级排名前100，学习很好的。大爷，我确定没有搞错。
怎么会这样？昨天他妈还给我打电话，说学校要8000块钱学杂费，再凑不齐就让孩子退学。显然，冯大爷已经猜到了一个让他不能接受的可能性。见冯大爷如此难过，林北也是气愤不已。他原以为这个朱旺的母亲只是单纯的贪婪和不要脸，而现在看来，他可能一直在欺骗冯大爷。实际上，他儿子压根就没上高中，这不就是诈骗？而且诈骗对象还是一个拾荒老人，这种事情简直是闻者生气，见者愤怒。冯老先生，我听你说你是从朱旺上初中就开始资助他了，对吧？你还记得他初中是在哪个学校吗？冯大爷想了想说道：“应该是3中，对，就是3中。”好，请稍等下。贾光明拿起办公桌上的座机打了个电话出去。老张，最近怎么样？我这有个事找你帮忙。有一个学生叫朱旺，应该是5年前升上你们学校的，你帮我查下。和3中校长打完电话后，贾光明脸上表情凝重。我刚才给3中校长打电话，朱旺之前确实在3中上过学，不过在初3的时候，他跟同学打架，后来他就退学了，连中考都没参加。贾光明这番话彻底打碎了冯大爷残留的那一丝希望，他真的被骗了，一片好心就这样被人狠狠践踏。冯大爷此刻满脸悲伤。就在林北刚要安慰的时候，突然响亮的山寨手机铃声响起，冯大爷掏出手机看了眼，皱着眉头接起电话：“喂，凑够钱了没有？今天学校老师又催了，这年级就剩我们家小旺还没交钱，你这一直拖着是几个意思啊？赶紧凑钱，实在不行你卖血去，多卖几次不就有钱了？”听到这些话，贾光明和小李顿时变了脸色。见过不要脸的人，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李桂兰，你还在这里满口瞎话！朱旺早在初3就辍学了，要不是我来黑水一中了解情况，还不知道要被你骗到什么时候。知道又能咋？没错，小旺初3就不上学了，但这跟你有关系吗？还专门大老远跑过来调查，不想给钱就直说，别这一副当了婊子还立牌坊的架势。你怎么能这样说我？我说的有问题吗？你以为你是什么大善人啊？你给我们家钱，还不就是图个好名声吗？我们拿钱，你的名声谁也不欠谁。冯大爷顿时气得浑身颤抖。坐在一旁的林北看不下去了，从他手中拿过手机。冯大爷资助朱旺是为了让他完成学业，他退学后就不应该享受资助。可你还是以朱旺上学各项费用为由，继续向冯大爷要钱，这已经涉嫌诈骗了。立刻把这些钱一分不少还回来，否则我们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你又是哪根葱？这里有你啥事闲着你了？钱是那老头自愿给的，我又没拿刀逼他给钱。头一次听说捐出去的钱还能要回来的。说完直接挂断电话。冯大爷，这李桂兰的态度你也看到了，你对他们一家掏心掏肺，可他们一家却想吃你的心肺，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那钱就算拿去喂狗，也不能便宜这一家子白眼狼。钱必须要回来，人也必须送进去。可是小林，这钱真能要回来？还有把人送进去是什么意思？送到哪里？冯大爷，你给朱旺捐钱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他完成学业。这就对了，你捐钱的目的是为了让朱旺完成学业，也就是说，你给他们家的每笔款项其用途都是教育。可朱旺在初3就辍学了，可李桂兰还问你要钱，这种行为就是诈骗。你有没有跟朱旺一家签资助合同？要想把钱要回来，把人送进去，不是动动嘴皮子这么简单，得有证据才行。有了证据，这个钱就能要回来。没有，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想着让孩子有书读。不过我打钱的时候都会备注用途，而且李桂兰每次打电话过来要钱，我都会在本子上记着。说着，冯大爷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个破旧本子，上面密密麻麻的全是各种支出。林北越看脸越黑，他还是低估这家人的无耻程度。怎么样，小林，这个有用吗？有用，这个笔记本加上转账备注，再加上昨晚和刚才打电话的录音，这些证据差不多够了。冯大爷的老年机没有通话录音，但是林北有如影随形航拍器，这2次通话全被拍摄下来了。那个林先生，打扰一下，你是律师吗？不，我只是一个法律爱好者。几人又聊了几句后，林北和冯大爷便离开学校。不过他们并未急着离开黑水，而是决定找上门去，倒不是为了骂2句出气啥的，而是为了补充证据。毕竟证据链哪怕有一丝一毫的漏洞，都可能成为对方脱罪的机会。林北可不希望出现什么差。这老不死的心眼还挺多，就不能先把钱打过来再去调查啊？真是有病！妈，你说谁有病呢？对了，钱什么时候才能打过来？那个搞活动还有最后3天了。说着，一个16、17岁的走出来。虽然他们家的房子很旧，但朱旺却是一身的名牌。当林北和冯大爷找上门的时候，刚好看到朱旺缠着李桂兰要买 RAW。好家伙，贫困生居然要买 RAW， 这是一个贫困生买得起的吗？居然穿戴还都是一身名牌，却住在这个每月租金150的破旧小院里，完全不是一个划分的。你们干嘛的？你还认识他吗？这糟老头子，我上哪儿认识去？没啥事儿，赶紧走，别在我们家门口碍事儿。李桂兰最后一次见冯大爷还是在3年前，后来一直都是电话联系，此刻面对面居然都没认出来。走走走，赶紧走！李桂兰，你就是这么对待资助了你儿子3年多的好心人的？傻
啥？资助？你是冯永信啊？而冯大爷却板着脸一言未发。从打电话时候的态度，冯大爷早就不指望这一家子对他心怀半点感激之情，只是没想到他们居然都认不出自己。就在这时，朱旺带着沉重的身体跑到冯永信面前，摊开双手：“老登，报点金币。”你说什么？朱旺见冯大爷不动，居然伸手就要去掏冯大爷的口袋。一旁的林北哪里还能看得下去，一个跨步挡在朱旺面前，拍开他的手：“怎么想抢劫？你算个坤吗？滚开！”说着便猛地在林北胸口推了一下，结果林北居然纹丝不动。你过啊，在老子面前装什么武林高手？我这就叫我老公过来干你！说着就回房间拿起平板，操着一口萝莉音对对面诉苦，那画面简直不敢想象。冯大爷资助你儿子是为了让他顺利完成学业，他给你们家的钱也都是给朱旺上学用的。既然他都辍学了，你为什么还跟冯大爷要钱？你管我儿子上没上学呢？你算哪根葱管得到宽？随后林北和李桂兰大战800回合，等到林北收集够了证据，便带着冯大爷离开了。回到龙城后，林北带着冯大爷去银行调取信息，随后便直奔的派出所。这次来派出所只做3件事：立案、还是踏马的立案。2位，你们提供的材料非常齐全，根据现有证据来看，对方确实涉嫌诈骗。警察同志，那该死的骗子不光骗了冯大爷的血汗钱，更加伤害了他的心，请你们一定要把钱追回来，让骗子付出应有代价，给冯大爷主持公道。放心，情况我们已经了解，这个案子我们会高度重视。传唤书申请下来后，就会把嫌疑人带回来接受调查，请2位回去安心等消息。拾荒老人资助贫困学生却惨遭欺骗，这种事情足以引起任何人的愤怒，更何况林北来报案的时候还带了相当充足的证据。几分钟后，林北和冯大爷从派出所走出来，手里拿着受案回执。由于时长有限，创作不易，想提前看下一集的可以点击左下角，感谢各位义父的支持。拾荒大爷资助贫困学生却惨遭欺骗，我知道此事后带着大爷上门理论，不料一家人态度恶劣，将我和大爷赶出了。殊不知我将对话录音并且交给了帽子叔叔。李桂兰正在哄自己的傻儿子吃饭，就在此时一阵警车声响起，李桂兰披上外套，兴冲冲的就跑出去看热闹。刚打开门就看见4位叔叔站在门外。你是李桂兰吗？不是，李桂兰，谁啊？我不认识。行了，李桂兰，我们是龙城派出所的民警，我叫杜鑫。这次过来是有个案子要找你了解情况，要不我们还是进院子说吧。叔叔办案还是讲温度的，提出进院子谈也是出于保护嫌疑人隐私的考虑。可李桂兰却不这么想，她注意到左右邻居都探头探脑看热闹，如果让叔叔进院子，李桂兰都不敢想这些人背后会说什么八卦。如此想着，李桂兰2手往腰间一插，进什么院子？进院子？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倒是你们穿着这身皮来我们家门口，这让别人看到了，还指不定传什么闲话呢。有什么事儿就在这儿说，说完了赶紧走。本想给你保留点脸面，既然如此，李桂兰，我们接到群众报警，怀疑你涉嫌诈骗，现在对你进行刑事传唤，这是传唤书，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啥玩意儿？诈骗？不是你们这些叔叔怎么回事啊？调查清楚了吗？随随便便就抓人？我一个小学文化的妇道人家，我能诈骗谁啊？李桂兰急头白脸的吼了起来。你诈骗谁了？你诈骗一个拾荒老人，而且数额高达8万余元。啥？哦，原来是那个老不死的去报的警。叔叔同志，这是天大的误会啊！那老东西当初可是说好要资助我们家旺旺到大学毕业的，现在算起来还差4年半呢。可他突然就反悔了，还想让我把之前资助的钱还给他。你说这自愿资助的钱哪里还有要回去的道理？而且我们家可是贫困户，一开口就是8万多，这不是要我们的脸吗？这老东西一把年纪真是脸都不要了，为了这点钱居然去报警，亏我一直还当他是大恩人呢。李桂兰一个劲儿的嚷嚷着，却没注意到几个叔叔的脸色都沉了下来，看向他的目光也愈发不善。这案子啥情况他们可是一清二楚，说白了这就是现实版农夫与蛇。拾荒老人资助贫困学生，这本来是一件大仁大义大爱大善之举，结果对方居然早就辍学，却一直隐而不报，继续骗取资助，而且提到冯大爷这女人没有半点尊重。杜鑫懒得跟这种人渣废话。行了，李桂兰，有什么话跟我们回去再说，现在请你配合执法。配合什么配合？我配合不了，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跟那个老东西是一伙的。说吧，你们收了多少黑钱？听到这话的杜鑫顿时脸色一沉，指着胸口的警号掷地有声。我是龙城市派出所民警杜鑫，如果你觉得我的执法有任何问题，或者你对我有任何指控，完全可以向我的上级部门投诉，或者向督察部门举报，你也可以去法院起诉，这是你的权利。但是现在你必须配合执法，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否则我们将对你采取强制措施。杜鑫在基层工作10几年，见惯了胡搅蛮缠、撒泼打滚的臭无赖，有时候真的是让人头疼不已。但这次
次是刑事案，在刑事案面前胡搅蛮缠是肯定行不通的。结果话音刚落，李桂兰猛地一把将杜鑫推得踉跄几步，随后尖叫一声便要往回跑。其他鼠鼠见状直接冲上去就给李桂兰摁在大门上。放开我！救命！杀人了！李桂兰发出杀猪般的叫声，杜鑫阴沉着脸掏出银手镯就给她戴上。这冰凉的触感直接让李桂兰身体一颤，宛如一口冰水当头浇下，寒意瞬间涌遍全身。带走。街坊邻居目睹了这一幕，一个个脸色都非常精彩。在看热闹的同时，心里多多少少涌上一股快。林北得知李桂兰被刑事传唤后，也是松了口气。这个案子可以说证据充分，以李桂兰的情节判个4、5年，那是一点问题没有。至于退赃退赔的事，李桂兰肯定是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不过法院完全可以执行她的资产进行拍卖或者抵押，用来给冯大爷赔偿。至于朱旺马上18岁，孤儿院肯定不会接收，他自己又完全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就看有没有亲戚愿意代为照顾。不过目测是没有的，谁乐意往自己家里领个祖宗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冯大爷后，他并没有多么高兴，只是摇头长叹一声。林北也没多说什么，只是离开的时候悄悄往冯大爷的大衣口袋里塞了个信封，里面有5万块钱。对这个老人，林北是心存敬佩的，也让他产生了做慈善的念头。从冯大爷家离开后，林北用黑科技能查龙城几家大的慈善机构，找了一家最干实事的机构捐了500万。做完这一切，林北便开着租来的牧马人返回榆县。他今天还要送妹妹去学校。回到家，林然已经收拾好东西在楼下等着。兄妹告别父母上路，3个多小时后便来到了某传媒大学门口。林北将车停在附近，拉着行李箱跟妹妹往学校内而去。结果刚走到校门口，迎面一个黑影冲出来，跟林北撞了个满怀。那道黑影往后踉跄了2步才站稳，顿时满脸怒意瞪着林北，直接开骂 ：“Fuck you, get lost, you stupid jerk！ 你嘴巴最好给我放干净点 ！What the fuck！” 特姆斯脸色顿变，他来到龙国后，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来没人敢招惹他，可今天居然有人敢明目张胆的跟自己作对。虽然没有说什么特别过分的话，但特姆斯还是忍不了一点，用流利的英文骂起了林北。虽说这里是龙国，但对方叽里哇啦说一大堆带有辱骂性质的话，而林北却听不懂。于是林北反手打开兑换商城，花80万积分兑换了个高级英语精通技能。 Is something dead in here? It stinks just like you. 特姆斯彻底破防，抓着脑袋滋哇乱叫：“你这该死的龙国佬，我只需要1只手就可以轻松捏碎你的脑袋！”说着，特姆斯做了个秀肌肉的动作，挑衅和威胁的意味非常明显。不得不说，这家伙身材确实挺唬人。相比之下，林北确实显得瘦弱一些，但他气势上一点都不弱。啊，对，你确实很强壮，毕竟3角严选的结果能不强壮吗？我要杀了你！特姆斯彻底愤怒了，这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他猛地伸手便往林北胸口推去，在他看来，林北这么瘦弱的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见状，林北也不跟他客气，同时右手迎着特姆斯的手掌猛地推了过去，两人手掌碰撞，特姆斯顿时脸色巨变，想象中一巴掌将林北推得倒飞出去的画面没有出现，反而是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道传来，身体完全不受控制的后退，一直退出去好几步才勉强稳住身形。特姆斯震惊地看向林北，却见他嫌弃地拍了拍手，仿佛刚才手掌接触对于他来说是一件很恶心的事情。你这该死的黄皮猴子，我可是优秀的国际人才，你竟然敢打我！立刻跪在我面前，舔我的脚趾，祈求我的原谅，否则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你在大学待不下去。特姆斯显然是把林北当成普通学生了，他在大学里可是想干啥就干啥，根本没人敢惹。此刻虽然被林北正面击退，但依旧是那副高高在上的嚣张姿态。什么时候垃圾也敢自称优秀人才了？真是天大的笑话！刚才你做了辱我民族的动作，说了辱我同胞的话，立刻马上道歉。我龙国是礼仪之邦，但不代表你可以在龙国土地上盈盈狂吠。还以为龙国是欺贫欺弱的时候呢。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在这里挑衅？这些家伙在学校里目中无人，作威作福，我早就看他们不爽了。今天居然还敢辱我龙国，不能忍，道歉。周围的学生越来越多，新来的也在旁人的解释中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平时对他们处处忍让，无非也是迫于某些压力，不想自己学业受到影，更加不想因此受到处分，甚至是被迫退学。可现在这家伙有点给脸不要脸了，行事霸道一点也就算了，现在居然敢辱我龙国，一声声道歉化作山呼海啸，狠狠冲进而来，一副要动手的样子。特姆斯脸色不断变换，极度恼怒却又有些心虚。龙国大学生不都是软柿子吗？可现在这局面又是怎么回事？这还是那些缩头乌龟一样的龙国大学生。该死的黄皮猴子，真该死！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干嘛呢？这么多人围在这里闹哄哄的，想造反啊？”由于时长有限，创作不易，想提前看下一集的，可以点击左下角。感谢各位义父的支持。我送妹妹去学校，却遇到蛮横留学生，结果不仅校领导包庇他，就连学校也给他们优待政策。于是我带着疑惑查询，却发现事情不简单。话音落下，一个戴着眼镜、有些秃顶、身材发福的中年男人，脸色阴沉的推开他面前的几个大学生来到场中。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的，在学校门口就敢聚众闹事，还有大学生的样子吗？真是不像话。秃顶中年板着脸训斥了一番，最后目光落在特姆斯身上，却立刻换了副面孔。特姆斯同学，让你受委屈了。
赖主任，我对你们学校非常失望。我离开家人远道而来，是因为我对龙国文化非常喜欢。可你们龙国人就是这样对待客人的吗？特姆斯同学，真的非常抱歉，这是误会，我们真的……结果话还没说完，特姆斯猛地一挥胳膊，粗鲁地拍开他的手。我不想听你这些废话，我要他们全部向我道歉，尤其是这个黄皮猴子，必须给我跪下道歉。你立刻向特姆斯同学道歉。你算哪根葱？我你都不认识，我是政务处主任赖飞龙。就你也配叫飞龙？依我看，赖爬虫更适合你。你说什么？出言不逊，吴市长，有你这样的学生，简直是我校之耻。你的言行完全就是在给我们学校抹黑，说你是哪个学院哪一级的学生，叫什么名字？好大的官威啊！赖主任，怎么你问我的名字是要处分我吗？还是想开除我啊？如果你坚持拒绝向特姆斯同学道歉的话，那我不得不慎重考虑你这样的学生是否适合继续留在我们学校。凭什么我不向他道歉就得退学？你知道这里是什么情况吗？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偏袒他，你还记得你是什么人吗？屁股怎么能这么歪？好一头数典忘祖的牧羊犬！你家列祖列宗要是知道他们的后代居然出了你这么个丢人败兴的玩意儿，都得气得掀开棺材板跳出来。林北直接火力全开，赖飞龙顿时气得脸都绿了。你要说什么？好，说得好。谁在这里起哄？还想不想毕业了？想不想要学位证了？赖飞龙恶狠狠扫视周围的大学生，企图靠威胁来镇压他们的声音。但这些00后大学生们立刻就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什么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火。你一言我一语骂的赖飞龙跑。赖飞龙被骂跑后，林北也送妹妹去了宿舍。路上，林北跟妹妹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妹啊，跟我说说你们学校的留学生呗。林北可不是光说不练的口嗨选手，既然决定要整顿大学的不良风气，那肯定不是说说而已。了解这所大学里留学生的基本情况，才能有一个大致的方向。说起这个我就来气，传媒大学留学生人均高人一等，享受着各种福利优待。哼！林然张口就说了一大堆，听得林北脸越来越黑，可更气的还在后面。学伴，你们学校居然还有学伴制度？学伴本意是学习的同伴，旨在互相监督，共同进步。但这个词跟留学生放到一起，那可就变了味儿了。这个制度完整的叫法应该是留学生异性学伴制度，而且学伴还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对个人形象有极高的要求。你要说这事情真的像表面这么简单，谁信呢？从林然宿舍出来后，林北就直奔网吧，利用黑科技查取特姆斯的手机信息，结果发现他手机里全是一些不可见人的视频，气得林北直接删除。走出网吧后，林北犹豫再三，终于是拨通了一个号码。喂，你好，请问是李世言同学吗？我想跟你谈谈。次日，某某传媒大学热闹非凡，今天是这所大学建校80周年校庆。几个校领导轮番讲话之后，赖飞龙笑呵呵地拿起了话筒。现在有请优秀留学生代表特姆斯上台讲话。听到这回，大家顿时一片嘘声跟喝倒彩声。突然，一道响亮的声音从会场周围的音响传出：这所大学已经病了，由内而外，从上到下都病得很严重。这道声音刚一响起，会场瞬间陷入一片沉寂，就连站在台上的特姆斯也很是疑惑。没听说有这流程啊，这是什么情况？今天我作为学生家长，有几个问题想趁着今天这个隆重的场合向赖主任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我听说贵校留学生的奖学金高达1年10万，是龙国学子奖学金的10倍还多，我就想问一下，这是为何？赖飞龙顿时自语。小朋友，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学校的留学生大多来自黑州，他们国家发展落后，却为了求学不远万里来到龙国，难道我们不应该给他们一点帮扶吗？哼。第二个问题，贵校有专门的留学生公寓，并且住宿条件非常好，为此甚至将原本住在里面的龙国学子全都赶去校园西北角落一栋早已荒废的旧楼里面。赖主任，请你解释解释，这又是为何？林北话音落下，台下的大学生顿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个学校之所以给留学生改善住宿条件，这也是有原因的嘛。毕竟不管怎么说，留学生远来是客，我们当然要发扬东道主精神，好好招待客人才行。赖飞龙话音一落，现场顿时哗然一片。紧接着林北继续逼问。第三个问题，请问贵校对于学生考试作弊是如何处罚的？学生考试作弊，该课程考试成绩即为无效，是情节轻重，给予记过以上处分。受记过以上处分，学校不得授予学位证。如果情节特别严重，直接开除学籍。我校非常注重学生的品格培养，严厉打击作弊等各种不诚实的行为。那为什么留学生作弊却只是通报批评，没有记过，更没有开除学籍，甚至有留学生连续多次作弊被抓住，最后的处分也只是一个不痛不痒的通报批评？难道贵校是阴阳校规，对龙国学子是一套，对留学生则是另外一套？瞬间赖飞龙脸色大变。是这样，留学生毕竟是远道而来，首先语言不通就会产生很大的沟通障碍，所以留学生对校规有一些不是特别清楚的地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哼，1年10万的超高额奖学金，单人单间的豪华公寓，还有区别对待的校规，我就想问一句，凭什么？凭什么都是学生，他们就有各种优待，而我龙国学子在自己国家却处处受挤压？此时此刻，台下场面逐渐失控，学生纷纷抗议。这位先生，请你不要在我校搞这些阴谋论。我校针对留学生的各种措施和改革，本意是希望在国际上打响我校的名声，进一步引进更多杰出人才。你不懂不要乱说。
长远打算，根都快烂了，何来的长远打算？你以为跪舔那些留学生就能换来尊重？不，只会让他们得寸进尺，进一步产生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林北越说越激动，只感觉胸中有股火。无数先烈前赴后继，无数前辈艰苦卓绝，用鲜血染红旗帜，用汗水浇筑城墙。龙国人民好不容易站起来了，可有些人放着堂堂正正的人不当，非要去当狗。这种崇洋媚外、数典忘祖之辈，简直枉为人。林北杀疯了，一点情面不留。这所大学能沦落到现在这副模样，光凭赖飞龙一个人是不可能做到的，只能说牧羊犬成群结队。台下无数学生拍手称快。大学里存在的各种不公，大学生们难道不知道吗？今天林北的一番话，就像点燃了导火索。而此刻赖飞龙则是满头大汗，只能安慰大家平息怒火。那个同学们不要激动，我承认学校在某些方面做的确实不够尽善尽美，但是学校有学校的难处。不管怎么说，我龙国泱泱大国给留学生一点优待也无可厚非的，希望同学们放平心态，理智看待。突然林北凝视着赖飞龙，赖飞龙，你少在那里巧言令色。他迫害女大学生，触犯刑法，而你包庇纵容，同样触犯刑法，你们都有罪。由于时长有限，创作不易，想提前看下一集的，可以点击左下角。感谢各位义父的支持。学校留学生迫害女孩，却被校领导包庇，甚至还给他们优厚的留学待遇。随后我便在众人面前揭露真相，并将证据交给了帽子叔叔。什么迫害包庇的？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小子，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今天这个隆重的场合不是你撒野的地方，我要求你立刻向我还有特姆斯同学道歉，并收回你刚才的恶意诽谤，否则你就等着进监狱吧。还嘴硬，你真以为你和那些留学生之间的勾当没人知道？除了这个叫特姆斯的，还有一个叫加尔卡，是吧？这两个黑畜生迫害女大学生，该死！而你赖飞龙身为龙国人，流着炎黄血，在知道了事情之后，不但没有检举揭发，反而包庇他们，你还去威胁受害的女大学生，让他们不敢声张，只能默默承受这一切。赖飞龙，你他妈真不是人！林北的怒骂声在会场响彻，狠狠震撼了在场每一个人。什么？那群傻逼尼哥竟然迫害我龙国姑娘，真的假的？我听我前女友说起过，她宿舍里有个贫困生妹子，为了助学金给尼哥当学伴，有一次一夜未归，结果回来就嚎啕大哭。听到这些话，台下群情激愤，恶狠狠瞪着赖飞龙和特姆斯。不是，这不是真的，他诽谤我，他诽谤我呀！赖飞龙着急忙慌的大喊，可换来的还是那一双杀人般的眼神，而一旁的特姆斯也急了。我没有做过那样的事情，这个人他在诽谤我，我可是你们龙国的客人，是国际友人，难道这就是你们龙国的待客之道吗？特姆斯同学确实有一些毛病，这个无可厚非，毕竟人非圣贤，人无完人。但是我以我的人格担保，他绝对不会做这么过分的事情。小子，我知道你因为昨天的事情还记恨我跟特姆斯，可不管怎么样，你都不应该这么做，你这是在犯法，你知道吗？这两个狗东西都急了，一个搬出国际关系来给林北施压，一个拿出法律来逼迫和震慑林北。但林北杀意已决，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都别想让他停手。少来这套，就你们那穷乡僻壤的鬼地方，净产垃圾，能出什么人才？还有你赖飞龙，就你还人格担保，你们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那我今天就让你们死心。说完，林北拿出手机点了几下，会场前方大屏幕上立刻便呈现出一些证据。一个个证据被当众展示，无数人都震惊了。这些畜生根本没有拿女大学生当人看。更加让人愤怒的是赖飞龙，他是龙国人，可他在知道了自己的同胞被迫害之后，不但没有为他们主持公道，反而帮着尼哥过来威胁受害者，简直畜生不如。看到这些证据，会场瞬间炸了。见此情形，赖飞龙彻底慌了。同学们，大家别冲动，那些都是伪造的。我从来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更没有做过那样的事。大家都是大学生，要有最基本的判断能力，千万不要轻信这些东西。保安呢，赶紧把这个闹事的人轰出去。话音落下，保安队长赵大宝小跑着上了台。赖飞龙看到他，仿佛看到了救星，可赵大宝却狠狠剜了他一眼。畜生，滚一边去！赖飞龙想说什么，却看到赵大宝身后跟着一个女生，而他之所以上台，其实是在护送这个女生。赖飞龙，你还认识我吗？看到李诗言，赖飞龙脸色瞬间变了。竟然是他，那个上学期被特姆斯迫害的女大学生，他要干什么？难道李诗言同学，你要想清楚后果，千万别做傻事啊！赖飞龙，你还想威胁我？今天我鼓足勇气站在台上，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即便粉身碎骨，我也要拉着你和特姆斯这两个畜生陪葬。李诗言捏紧拳头，连身体都在颤抖，但眼神之中却充满了坚定。随后转头看向台下，我叫李诗言，是传媒学院2204班大3学生。今天之所以站在这里，就是要揭露特姆斯和赖飞龙这两个畜生对我做的事。李诗言勇敢开口，而台下的大学生们都默默看着他，眼神里满怀鼓励和心疼。我家里穷，靠着助学金和勤工俭学才能负担上大学的费用。有一天赖飞龙找到我，让我给一个留学生当学伴。最初我是反对的，可是赖飞龙威胁我，他说如果我拒绝，就取消我的助学金以及在图书馆勤工俭学的资格。我没办法，只好同意。
可没想到这才是噩梦的开始。他站在台上讲述了自己被迫害的事实，最后他说出了真相。那个迫害我的尼哥就是特姆斯，而那个威胁我的领导就是赖飞龙。说完，李世言便再也控制不住，冲上去一巴掌扇在特姆斯那张碧脸上。禽兽，畜生，我要杀了你！你这疯女人，滚开！特姆斯挨了一巴掌，顿时火了，抬手就要打李世言，但有人动作更快，林北冲上来直接抓住他的手腕。龙国还轮不到外邦蛮夷撒野，他就算打死你，你也得受着，那是你活该。突然，特姆斯要攻击李世言，却被林北以绝对力量优势轻松拿捏。法克友 ，Chinaman， 法克友。李世言见特姆斯被林北控制住，直接上去就打他，打得特姆斯吱哇乱叫。趁着所有人注意力都集中在特姆斯的身上，一旁的赖飞龙眼珠子滴溜溜一转，想趁机跑掉。赖主任，你准备上哪儿去？赵大宝抱着胳膊挡住他的去路。忽然，一个身材高大的男生怒吼一声，一脚狠狠踹在赖飞龙肚子上。老狗，我叶良辰今天就要替天行道。见此，大学生们也冲上去替天行道，场面一度混乱。幸亏警察及时赶到，拉开愤怒的大学生们。看到警察出现，赖飞龙仿佛看到了救星，连忙挣扎着爬起来。警察同志，九敏呢？都被打了，快把他们都抓起来！然而下一刻，银手镯直接靠在了他的手上，感受到了银手镯的冰凉。警察同志，搞错了，你应该抓他们才对。没搞错，我抓的就是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另一边，特姆斯和加尔卡同样被铐上银手镯被带走。警察之所以能够及时赶到，当然是林北的功劳。他可不会傻到天真的以为当众揭穿3人犯下的罪行就能让他们受到制裁，肯定还是得报警才行。但是借着校庆公审，也是想扩大影响力，给公检法施加压力。林北大哥，谢谢你。你应该感谢的不是我，而是勇敢的自己。从今天开始，你的噩梦结束了，新的生活开始了，大胆的往前走吧。我会的。随后，李世言跟着警察离去。作为被害人，他要配合调查。至于那些证据，林北已经匿名寄给警察局，那3个禽兽绝对逃不出法律的严惩。随后，林北打开系统兑换商城，一个商品呈现在眼前。100万积分买个消耗品可以说很贵了，但林北直接兑换后使用。作用对象：本次留学生迫害事件当中被害人的身份。自此，除了极少数直接参与者，其他人对于被害人的身份已经模糊了。这是林北为他找的后手。这世界上有好人，也有坏人，更有烂人。对于李世言的遭遇，有人会同情，有人会唏嘘，有人会觉得可惜。但是他才刚从坑里爬出来，林北不希望他再掉到另一个坑里去。好在有系统可以解决这个难题。姑娘啊，忘记伤痛，大踏步的向前走吧。由于时长有限，创作不易，想提前看下一集的，可以点击左下角。感谢各位义父的支持。留学生在校内肆意横行，却无人管教。随后我便收集证据并当众播放，竟引得众人对其大打出手。事后特姆斯3人被警察通通带走，简直大快人心。卧槽，帽子叔叔还是给力啊，这就靠走了。经常坐牢的朋友都知道，犯这种事儿的进去了之后，通常会受到里面大哥的特殊关照。这3个狗东西，日后的生活绝对有滋有味，美好生活近在眼前啊！现在压力给到执法机构，希望早日给这3个狗东西判了。看着警车呼啸而去，大学生们议论纷纷。要是警察来的再晚点，他们真有可能把人活活打死。现在他们只希望能早判、重判、严判，绝对不能让那3个禽兽不如的狗东西有好日子。岂有此理，范副校长。那小子是你找来的，对吧？今天可是我校建校80周年校庆，这件事情你要负全责，你必须给学校所有师生、教职工一个交代。说话的这个人叫莫大海，也是副校长，更是升级校长呼声最高的候选人。此时突然开口发难，不少人以为他是想趁机除掉范畴安这个竞争对手。其实莫大海真正的目的是先发制人，以求自保。这所大学里存在这么多严重不合理的地方，赖飞龙一个小小的政务处主任可背不起背锅，而这里面最大的主谋就是莫大海。老莫，你急了？我急什么？范副校长，请你不要岔开话题，因为你的原因，校庆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你难道不应该负责吗？确实应该，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做的事承担责任。不管怎么说，校庆确实发生变故，我也确实是第一责任人，我愿意为此承担责任。不过老莫，你是不是也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我承担什么责任？你不要张嘴乱咬人。莫大海扭头看过去，脸色顿变。莫大海，我们是纪委的，现在怀疑你涉嫌职务犯罪，以及存在严重生活作风问题，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几个穿着制服的人走过来，其中为首之人出示了一下证据。纪委。莫大海双腿一软，瘫倒在地。随后他和其他几个校领导便被带走了。此间事了，林北在微信上跟妹妹打了声招呼，便离开了学校。他相信经过这件事情，不光是传媒大学，还有国内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大学，都会尽快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崇洋媚外的妖风邪气必须遏制，龙国自强，何须讨好外邦？事后有不少人将此事发到网上，一经发布直接引爆全网，引得无数网友纷纷评论叫骂。但是在骂声四起的评论里，居然还有些恬不知耻的跪舔言论。不过他们自然是受到了无数网友的抨击，之后他们纷纷
通设置私密账号或者直接主动跑路，但也有始终桀骜不驯的，还一直在那边据理力争，搞得好像自己还挺有道理的样子。这种人非蠢即坏，如果只是单纯的蠢也就算了，就怕他们是坏，是故意为之，别有用心。因此林北顺着网线稍微查了查，这一查果然发现了问题，有些账号背后的人居然一直都有境外资金注入，他们是故意在网上煽动舆论带节奏的。随后林北直接匿名把相关材料提供给了警方。与此同时，某酒店房间内，小姨这么做真的没问题吗？林北这个人可不好惹呀。说话的这个人叫吴梦梦，是小红书平台一个100万粉丝级别的美妆博主。梦梦，你就说你想不想进步？小姨，我实在太想进步了。那你就听我的。梦梦，你现在粉丝有70多万，确实挺不错的。但你要知道，自媒体这行不入100万，终为炮灰。70、80万和100万看似差距不大，实则完全是两个世界。达到100万粉丝，你的名气和收入都会有质的飞跃。可按你现在的发展趋势，粉丝量别说破100万，就是超过80万都很难。想要突破自己，你就得敢于尝试。小姨耐心地给吴梦梦分析起来。那男的现在有多火，你是看得到的，3天2头上热搜，这么大一块流量就摆在那里，你看着不眼红啊？梦梦，你想林北本人都能全网爆火，如果你打假成功，只会比他更火。如果你能让他塌房，你想想到时候你会有多火？对啊，小姨，你不愧是在电视台工作过，就是有经验。那些臭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脑子里装的都是那些龌龊事儿。天下乌鸦一般黑，林北也不会例外。以本姑娘的姿色，我就不信她能把持得住。吴梦梦妩媚一笑，没错，你这么想就对了。只要你能揭露他的真实嘴脸，那么林北塌房之日就是你火爆全网之时。随后吴梦梦立刻开始精心装扮，小姨则在一旁跟她敲定行动细节。过了一会，小姨接了个电话后，林北正在万达，离我们这儿很近，我们准备出发吧。林北闲来无事出来瞎溜达，突然一股香味飘来，馋得他直流口水。他本想买点解解馋，结果商家却强买强卖，林北反手就是一个举报。这市场还是得整顿一下。而旁边不远处，吴梦梦已经开启了直播。Hello， 梦梦又跟大家见面了，姐妹们下午好呀！今天梦梦要进行一场特殊的直播。现在的网红很多都在网上立虚假人设圈钱，其实现实中很可能是另一副嘴脸。网络世界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让人难以分辨。最近有个网红横空出世，迅速火爆全网，被称为互联网嘴替，受到无数人的追捧。可他真的值得大家的追捧吗？今天梦梦就要对这个大网红进行一系列测试，揭露他的真实面目。请大家支持梦梦吧。吴梦梦话说完，直播间弹幕顿时热闹起来。本身吴梦梦就挺火的，再加上这次直播噱头十足，热度更加爆炸。好了，各位，梦梦要去了，请大家为我加油哦。吴梦梦向着直播镜头挥了挥拳头，随后整理了一下衣服，便向着林北走去。直播镜头中，林北正坐在商场一个长椅上，一边吃着东西一边看小说。而就在这时，吴梦梦已经悄悄来到了旁边。小哥哥，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小哥哥，我是大学生，出来找兼职被骗光了钱，现在身无分文，你可以请我喝杯东西吗？我真的太口渴了，拜托小哥哥，只要请我喝杯饮料，我可以给你微信好友位哦。这人脑子是不是有点问题？看他这一副风尘样，从头到脚哪里像个大学生？而且一开口就要别人请他喝东西，多大的脸！要是换了一般男人，还真有可能顺了他的意。但林北显然不是一般人，定要让他知道社会的险恶。来，你打开微信，把手机给我。果然上钩了。在他看来，林北要手机多半是想先加上好友，再去买饮料。吴梦梦内心微微得意，把手机给了林北。林北接过手机，便对着屏幕点点点。看到这一幕，直播间观众议论纷纷。林北一番操作之后，把手机还给吴梦梦，结果吴梦梦低头一看，傻眼了，手机上并不是他以为的添加好友的界面，居然是钱。15万，这哪来的钱啊，小哥哥？这是你的备用金，以后急用钱的时候可以随用随取。所以你给我申请了网贷？有这些钱，你想买多少杯饮料都行。那边主播想要爆火蹭我流量，假意勾引揭穿我的真面目，让我塌房。他让我请他喝饮料可以加好友，我却拿过他的手机给他申请了网贷，让他拿这笔钱随便买饮料啊！他设想过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但却没想到林北居然来这么一手。直播间也在议论纷纷。场上吴梦梦已经从震惊中回过神来，虽然出现了一些意外的状况，但测试还是得继续进行下去。小哥哥，你可真是个幽默风趣的人呢，只要你主动一点点，我们之间就有可能发生故事哦。我不想请你喝饮料，也没兴趣跟你发生什么故事，你去找别人吧。这男的有病吧？老娘这么一个要身材有身材，要脸蛋有脸蛋的大美女主动搭讪，这可是他提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事情，居然还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看他这模样也不像 gay 啊。小哥哥，你是不是在跟人家玩欲擒故纵啊？坏蛋！以吴梦梦的经验来看，他都这样了，林北肯定把持不住。吴梦梦一顿分析猛如虎，结果下一秒当场变成250。这娘们不像好人啊！谁家正经人大冬天穿这么露啊？谁家正经人找路人请喝饮料啊？还动不动就挤胸抛媚眼儿，事出反常必有妖。
见被无视，吴梦梦极度不爽。我这么一个大美女，让你请喝饮料是你的荣幸，这种好事多少人打着灯笼都找不着。我可是女孩子啊，我都这么主动了，现在你只要大方一点，我们就可能发生一些故事啊。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现在去给我买饮料，我就考虑原谅你了。小姐，你叫谁小姐呢？你才是小姐，你全家都是小姐。这人怕不是有什么大病？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请问你是吃错药了，还是忘记吃药了？我寻思，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不可能在大马路上随便找个陌生人就非要缠着对方请他喝饮料，还搔首弄姿、挤胸抛媚眼的。可你偏偏做了这种很不符合常理的事情，那我只能理解为你有病了。本来林北没想开枪的，却没想到他越来越过分。林北这小暴脾气肯定忍不了他。你说我有病，你居然敢骂我？我可是女孩子啊！你一个大男人居然骂我！我长这么大，我爸都没骂过我，你凭什么骂我？你爸不骂你是惯着你，我又不是你爸，为啥你会觉得我也会惯着你？当着直播间这么多观众的面，自己居然被一个臭男人给骂了，要不是为了蹭热度，老娘都不可能正眼看他一眼。你看你年纪轻轻，长得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干点正经事儿不好吗？这大冬天的穿这么少，还故意搔首弄姿，暴露身体，还有没有一点基本的羞耻心？这狗男人居然敢这么说我，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大清都亡国多少年了，居然还会有这种封建思想？穿衣自由懂不懂啊？我们女孩子从来都不被定义，穿自己喜欢的衣服用得着你指手画脚？吴梦梦这一番怒怼引起直播间不少观众的共鸣和赞同。直播画面中，林北听了吴梦梦的这番话，笑着摇了摇头。我没兴趣跟你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就问你一个问题，你敢不敢穿着现在这一身衣服到你爸面前故意弯下腰做挤胸的动作？敢不敢？吴梦梦神情一滞，不知道说什么好，一时间尬在原地，脸色不断变换。而就在这时，一阵手机铃声响起。喂，你好，我的车修好了是吧？我在万达这里，你给我送过来吧。挂断电话，便往停车场走去。一个胸前多2两肉的女人，怎么跟上亿的超级豪车相比？吴梦梦看着林北远去的背影，一时之间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小姨举着手机从暗处跑出来，梦梦别愣着了，快跟上去啊，有点耐心肯定能拿下的。吴梦梦点点头向林北追去，林北一路溜达往停车场而去，吴梦梦一路小跑着追上来。小哥哥，你要去哪里呀？你到底想干什么？小哥哥别生气吗？刚才我跟你开玩笑呢，就是觉得你很帅很有趣，想跟你交个朋友。不好意思，我还有事。这颠簸真不知道脑子里都装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还是离得远点好。我一个大美女主动跟你搭讪，这可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哎，居然还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装什么呢？真是的。吴梦梦不服气的再度跟上，而此时林北已经来到了停车场，他正在等待他的劳斯莱斯。吴梦梦打算直接上绝招，他加快速度向着林北而去。小哥哥，你哎呀！吴梦梦突然尖叫一声，身体一扭，直愣愣的往林北身上扑去。来了个带球撞人。看到这一幕，隐藏在暗处的小姨也是眼睛一亮，连忙将手机对准场上，并且特意把林北的脸放在靠近屏幕中间的位置。只见林北瞥了一眼，面不改色心不跳，一个后撤步躲开了。然后吴梦梦假摔变真摔，在林北面前摔得趴在地上，直接来了个屁股朝天平沙落雁，疼得哇哇直叫唤。与此同时，一辆极为高档奢华的劳斯莱斯开了过来，引擎盖上奥利的小金人熠熠闪光，车在旁边车位停下后车门开启。您好，林先生，我是您的私人用车顾问小赵，您的爱车已经送到。林北点点头，接过车钥匙。而此时吴梦梦龇牙咧嘴的从地上狼狈爬起，揉了揉摔疼的胸，看到这一幕，顿时惊讶的张大了嘴巴。这屌丝不，这帅哥还是个富二代啊，怪不得刚才一直无动于衷呢，还以为是自己魅力下降了，看来还得加把劲儿啊。小哥哥，真是对不起，刚才吓到你了吧？都是梦梦不好，梦梦真的太笨了。其实我跟上来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小哥哥道个歉。小哥哥，我今天出门穿的少了，现在好冷呀，你可以让我上车暖和暖和吗？我感觉自己都快感冒了，现在浑身无力，都快站不稳了。吴梦梦装模作样的打了个喷嚏，摇摇晃晃就往林北身上靠。林北作为一个男人，虽然有些异动，但是出反常必有妖。林北头脑非常清醒，并没有色欲熏心犯糊涂。你在这儿稍等我一下，我去就回。小样，还不是被我拿下了？直播间议论纷纷，小姨也是死死盯着场上，只要林北出现，他就会立刻给镜头，最好能拍到他拿着小雨衣猴急的表现，人设崩塌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就在这时，林北走了过来，在他身后居然还跟着2个穿着制服的帽子叔叔。吴梦梦满脸错愕，完全看不懂林北这是什么操作。帽子叔叔就是这个女人，从商场里就纠缠我，一直到停车场，期间多次在我面前故意暴露身体部位，多次跟我进行肢体接触，还不断通过语言对我进行某种暗示和诱惑。我严重怀疑这女的很可能从事卖淫活动。由于时长有限，创作不易，想提前看下一集的可以点击左下角，感谢各位义父的支持。他边主播勾引我，却被我婉言拒绝，不料他看到我的豪车后，更是对我穷追不舍。殊不知我直接叫来帽子叔叔，直指他卖淫。听到林北这一番话，吴梦梦顿时身躯一颤，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北。这狗男人，他居然这样说我，还报警，有病吧？暗中，小姨也是满是诧异，可惜了，这混蛋居然没有上钩。同时，直播间内也是弹幕满天飞。至于那些高调支持吴梦梦的，这会儿都懵逼了。听了林北的话之后，警察审视起了吴梦梦，而后者连忙裹了裹衣服，脸色已经难看到了极致。肯定现在有无数人在看我的笑话，这该死的狗男人！警察同志，我
行了，先不要说话，身份证拿出来。要不是在直播，老娘一定……随后便把身份证递给警察，警察拿着机器查验一番，确认没有问题之后还给了他。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和这个小伙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警察同志，这都是误会，我什么都没干，就是单纯觉得他很帅，想交个朋友而已。小哥哥，你不想跟我交朋友可以直说嘛，怎么能说人家是干那个的呢？人家可是正经女孩子，你这样子人家以后怎么见人啊？而且你这不是浪费警力折腾人家警察同志吗？谁家正经女孩子随随便便往陌生男人身上贴啊？谁交朋友要露胸挤沟抛媚眼舔嘴唇啊？你的行为已经给我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也多次明确表示不想跟你接触，可你呢，非但没有收敛，反而还从商场一直追到停车场，甚至还故意假摔往我身上扑。那我只能合理怀疑你是从事卖淫活动的，之所以这么卖力的勾引我，就是在揽客创收。林北这番话让吴梦梦脸色更加难看。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警察同志，他在诽谤我呀！什么往他身上贴，什么露胸挤沟，这都是他臆想的，我才没有。是我刚开始确实想跟他认识一下，可你们也能看到，本姑娘要样貌有样貌，要身材有身材，追我的人从这里抬到长白山，我犯得着那样去勾引他吗？没证据就在这里乱说话，小心我告你诽谤。普信男。两个警察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神里的无奈。这事还真不好处理，虽然吴梦梦的穿着打扮确实挺那啥，但也不可能武断的认为她就是出来卖的。可是如果林北所言属实，这女的种种行为确实值得怀疑。就在这时，谁说我没证据的？说完直接掏出手机播放视频，刚才发生的一切都被如影随形航拍器完整记录了下来。警察看过视频之后，不难怀疑吴梦梦的嫌疑。吴梦梦女士，请跟我们走一趟吧。这位先生，你也需要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随后两人都被警察带到了附近的警务厅。一旁的小姨目睹了这一切，气得脸都歪了，可也没什么办法，她不方便露面，只好跟直播间打了声招呼便掐断直播，眼睁睁看着吴梦梦被警察带走。被带回去之后，吴梦梦便接受了一系列调查和讯问，结果被警察查出她在微信上跟不少异性有暧昧聊天，并且还存在金钱往来。至于今天勾引林北的事情，本身也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了。半个多小时后，吴梦梦黑着脸走出警务厅。气死了，狗男人居然敢这么对我！一抬头，正好看到林北也从里面出来。你难道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我可是女孩子啊，你怎么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这样吧，如果你真诚的跟我说句对不起，我倒是可以勉为其难的考虑原谅你，并且还可以大发慈悲的给你一个请吃饭的机会，怎么样？吴梦梦充分演绎了什么叫口嫌体正直，刚才还在那骂骂咧咧呢，一看到林北出来，立马跟换了张脸。虽然警察没有认定你卖淫，可在我眼里，你所表现出来的一切依然让我非常反感。我最后再说一遍，我对你没有任何兴趣，请你离我远一点。说完，林北转身就走。你个下头龟男，你有什么好得意的？还对我没兴趣？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一直抗拒我，不就是自卑吗？不就是没钱吗？像你这样的男的我见得多了。那劳斯莱斯是你租来装逼的吧？可惜啊，穷屌丝就是穷屌丝，就算你租劳斯莱斯，也改变不了你骨子里穷酸自卑的本质。而林北淡淡瞥了他一眼，哼，向着停在路边的劳斯莱斯福音走去。你个穷屌丝，装逼男！但林北脚步不停，直接上车开走了。吴梦梦还要骂呢，路边停着的一辆大众车窗摇下，小姨在副驾驶冲着他招手：“梦梦，这儿，快上车。”吴梦梦连忙跑过去上了车，开车的是个青年，他是小姨的帮手，之前林北的动向也是他查到打电话告诉小姨的。见吴梦梦上车，青年一脚油门踩下去，紧紧跟在劳斯莱斯后面。梦梦，你看下我微信发给你的东西。听到小姨的话，吴梦梦立刻掏出手机看，微信里小姨发给她林北的信息。看到这些信息，吴梦梦气得捏紧了拳头。那个狗男人果然是租车装逼的穷屌丝，亏老娘还想倒贴呢！我呸！小姨，这些资料你是从哪儿来的？你忘了我之前在电视台工作吗？这些就是林北参加节目的时候填的基本资料。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林北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那辆车应该是租的，多半是想同学聚会装逼或者相亲骗人什么的。梦梦刚才的测试打假失败了，没关系，这不是有更好的机会摆在面前吗？只要我们戳穿他租车装逼的事情，照样能让他人设崩塌。这狗男人当着直播间那么多人的面羞辱我，我跟他没完，必须让全网都看到他这虚伪虚荣的嘴脸。说完，吴梦梦再度开启了直播，无数观众蜂拥而入，毕竟直播漏网这种事情，放眼全网是相当炸裂的存在。看着直播间人数激增，吴梦梦甜甜一笑，冲着镜头招了招手。Hello，宝子们大家好，让大家担心了，梦梦真是不好意思呢。刚才的事情就是一场误会，警察叔叔已经还我清白，也请直播间里某些恶臭男不要再开这些低俗玩笑。虽然发生了一些小插曲，但我们的正事也不能耽误。测试渣男是造福全体女性的伟大事情，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我的天，宝子们，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林北的父母是开小饭馆的，他自己就是个月薪5000块的苦逼打工人，没车没房没存款，就是个普通人而已，我们都被骗了。直播间顿时就炸了。
看到这条弹幕，吴梦梦心里咯噔一下，但是大家都对此嗤之以鼻。看到这情况，吴梦梦松了口气，果然是假的，就是嘛，咋可能有这么贵的车？就在这时，一条弹幕飘过，看到这消息，吴梦梦立刻精神振奋起来。对呀，这可是全球限量3台的超级豪车，车主怎么可能是林北这样的年轻人？熟悉梦梦的宝子们都知道，梦梦可从来不会没有根据乱说话的。那台车可是价值1亿的劳斯莱斯福影，全球限量3台，车主无一不是顶尖富豪，其中只有一个龙国人，但他在湘江，并不在内地哦。那么问题来了，林北开的那辆劳斯莱斯福影是哪来的呢？如果不是租的，那就只能说宝子们别着急，林北的车就在前面。梦梦决定以身涉险，跟上去调查清楚，如果发现什么证据再报警不迟。宝子们有你们陪伴，梦梦无所畏惧，替我加油吧！他边主播勾引我想让我塌房，我直接向帽子叔叔举报他卖淫。从警局出来后，我去看望冯大爷，不料他居然一路跟随。林北在冯大爷这儿坐了大半个小时，然后才告辞离去。结果走出巷子，他就看到了让人愤怒的一幕：一个看上去10岁左右、白白胖胖的小胖墩，正站在自己的爱车引擎盖上蹦蹦跳跳的，引擎盖已经被踩得凹陷了好几处。小胖墩手里还握着从车头掰下来的小金人儿。一个看上去挺富贵的中年妇女就站在旁边打电话，偶尔扭头看一眼熊孩子，完全没有上前制止的意思。老子的爱车你当蹦蹦床玩？还有旁边那个老娘们儿就在那儿干看着，连个屁都不放。那小孩儿别跳了，赶紧下来！我就不下，你管得着吗？赶紧给我下来，这是我的车！呸！打死你！熊孩子甩手把小金人儿砸到林北身上，然后拍着手更加用力的在车上蹦跳起来，引擎盖又凹陷下去一片。林北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揪住熊孩子的衣服，直接将他从引擎盖上拎起来。放开我！救命啊！妈妈，快救我！你干什么？快放开我儿子！小心我报警抓你！你是他妈是吧？你儿子在我车上蹦蹦跳跳的，你看不见吗？你看看我的车被糟蹋成什么样子了？不是，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多大个人了，欺负一个小孩子，你也真有出息！不就是个破车吗？给我家孩子踩两脚怎么了？你还想杀人是咋地？我告诉你，立刻给我儿子道歉，否则这事儿我跟你没完！你儿子在我车子引擎盖上又蹦又跳的，把我的车踩得面目全非，你居然还让我道歉！我告诉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赔礼道歉，或许我还可以考虑让你少赔一点，不然你就等着倾家荡产吧！让我赔钱，真是笑话！这破车只是多了几个印子，我儿子可是受到了惊吓啊，还倾家荡产。不就一辆破车吗？顶天10几万，老娘有的是钱，赔你辆新车都是小意思。我儿子可比你这破车金贵多了，你不但得给我儿子道歉，还得赔偿8万精神损失费，否则我跟你没完！原本躲在他身后的熊孩子又踢了车子几脚，见此情形，林北脸色彻底阴沉下来。给脸不要脸，那就别怪我吧。你这么说就是没得谈了，做好卖房卖车倾家荡产的准备吧。开一辆小破车可把你牛的，还倾家荡产，这么能吹牛，你咋不上天呢？破车？你管我这叫破车？废话，我都不认识你这车标，不是破车是什么？就你这车标一看就是国产垃圾，还非得崇洋媚外弄个英文字母，搞得四不像。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没见过这个车标，是因为以你的层次还接触不到开这个牌子车的人？啥层次啊？骑电瓶车的层次，笑死！林北也懒得跟他浪费唾沫星子，直接掏出手机拨打112报警，让交警同志来教育他吧。你还敢报警是吧？你给我等着，今天这事儿我跟你没完！蔡秀芬拿起手机拨通一个电话，喂，姓崔的，你儿子被人打了，你管不管？快点过来，晚了就等着给我们娘俩收尸吧！林北盯着女人，以防她跑路。至于熊孩子，这会儿又开始作妖了，从地上捡起小石子就往车上丢。麻烦看着点你儿子，他还是个孩子啊，这个年纪的小男孩贪玩一点不是很正常吗？看你好歹也算个男人，怎么就非得跟小孩子斤斤计较？他是未成年人，我现在不跟他计较。我冲你说话，你是他的监护人，你要负责的知道吗？你说的话我根本听不懂，别在我这儿唧唧歪歪的。一辆破车，也就你这样的穷逼才当块宝。他能顺利活到现在，没被人打死，真是算他命大。这时交警赶到，这怎么回事啊？交警同志，这是我的车，刚才那小孩在我引擎盖上乱蹦乱跳，踩出好几处凹陷，我的小金人都被他掰下来了，他还拿石块砸车，侧面被砸出来好几处痕迹。老居然拿劳斯莱斯当蹦蹦床，6翻了。交警同志，我就想问一句，拐卖儿童你们管不管？就这男的，他刚才想拐卖我儿子，要不是我及时发现制止了他，现在说不定我儿子都已经被卖到什么山沟沟里去了。他还敲诈勒索，就这么一辆破车，居然还说让我们家倾家荡产什么的，摆明了要狮子大开口。交警同志，快把他抓起来！我们还是先处理这个事故吧。刚才这小伙子说的情况是怎么回事？您儿子在这辆车的引擎盖上蹦跳了。是啊，咋啦？那小男孩淘气嘛，不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儿子还不到8岁呢，他懂什么？交警同志，我跟你说，那小子他就是看我穿金戴银的，知道我有钱，想趁机讹我呢。千万不能惯着他这种歪风邪气。女士，既然您承认了是您儿子破坏的车辆，那这个事故的责任认定就很清晰了。您需要承担这位先
肩上爱车的所有损失。不是，你这个交警你怎么回事啊？别欺负我不懂法！我告诉你，我儿子才这么点大，他还是个孩子呢。我刷短视频，人家都说了，未成年人是不用承担法律责任的，凭啥还得给他赔钱啊？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确实不需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但你是他的监护人，你得承担。行，赔钱就赔钱，反正就是个破车，大不了赔他个300-500的，多大点事儿？300-500，女士，你是不是不知道这是什么车？这叫劳斯莱斯，是豪车中的豪车，看这气场，怎么也得500万以上吧？确实是500万以上。这么算的话，交警同志，你说的也没错。小伙子，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可没心情开玩笑，我这是劳斯莱斯福音，全球限量4台，只是标价而已。事实上，这车有价无市，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绝对的无价之宝。不信的话，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下。我想起来了，听说前几天有辆价值1个多亿的超级豪车在高铁站被划，不会就是你的车吧？你这车还真是多灾多难啊！林北也挺无奈的，当过主角的兄弟们都知道，只要在主角身边，就不可能一帆风顺。蔡秀芬着急忙慌地拿出手机查了查，然后脸色肉眼可见变得难看了起来。居然是真的！我这车被糟蹋得这么惨，车损少说也得过1000万。这位有钱的大姐，你很快就变没钱了。明知道你这车这么贵，为什么还要开出来？开出来就算了，为什么还非要故意停在大马路边上？你就不能把车停到车库里去吗？把这么贵的车随便停放也不管，你这不是害人吗？你这就是钓鱼执法。明明是他纵容儿子破坏别人的车，到了他嘴里居然变成别人钓鱼执法。不过他的话倒是提醒了林北，神级钓鱼技能，只要钓鱼必有收获，不会跟这有关系吧？上次车子停在高铁站被撞，结果跑出来一个扒手假冒车主，是不是也算神级钓鱼技能发挥特效？与此同时，直播间里弹幕争执不休。看到直播间这般情况，吴梦梦勾起了嘴角。虽然还没有找到林北是假劳斯莱斯车主的实锤证据，但眼下发生这么一个意外事件，似乎也不